天生子育百兽，组建百兽大军，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他都可以控制。水陆空都有魔兽大军，如果真的是发动战争，完全不需要一兵一卒就可以统一天下了，是这个意思吗？可是如果真的是那种情况，那就是生灵涂炭，毁了所有的生物链。百兽一出场，人还能活命吗？全军覆没，不会有一个活人。那么状况就是一统天下，守空城吗？这样的天下有什么意思？魔兽当道，没有人了。小宝宝的能力在一点一点的觉醒，万一被神界的人发现了呢？天道是不是就要处罚小宝宝？毕竟小宝宝的存在就是一个威胁，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就生灵涂炭了，那就直接一刀切了，小宝宝就危险了。不行，不能这样。小宝宝是他和司徒涵的儿子，他们必须保护好他。以后不能用任何的特殊能力，娘亲只希望你成为一个普通人，好好的跟着皇帝哥哥学习技能。随后妃子笑让玉峰他们带着小宝宝回圣王朝了。等去了交易场以后，妃子笑就去安云国找司徒涵。妃子笑根本不知道，那对腹黑的叔侄已经在暗中教小宝宝帝王之术了。新皇司徒云日盼夜盼都在盼着退位，他可以成为帝师，但是绝对不是皇帝。这边天刚刚亮，妃子笑就带着小文小武离开了断魂森林。小九还在历劫，需要时间，所以小九和南宫欣就留下来。妃子笑去交易场拿出了一枚8级九转金丹。什么？竟然是8级丹药，还是九转金丹？这小姑娘是谁啊？竟然有九转金丹！妃子笑在一群人中选了出价最高的人，把九转金丹以9万两黄金的价格出卖了。第二日8级转生丹11万两黄金成交。第三日6级生机丹洗髓丹以6万两黄金出售，只是卖丹药，妃子笑日进斗金。第四日严家家主严飞带人拦住了妃子笑，请他主仆3人去府上做客。我要是不去呢？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姑娘叙叙旧，谈一谈合作的事宜。姑娘不去也得去。带走。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还想带着大姐姐去做客？呸！我们不去。小妹，别和他们废话，直接出手。好，哥哥。两人两兽二话不说就对几个冲上来的护卫动了手。动手，生死不论。小文小武还占了上风，那2头魔兽很凶残，战斗力十足。妃子笑也站在那里围观着。可就在这个时候，严家家主严飞召唤出了一头8阶圣兽，一头烈焰狂牛。8阶圣兽啊，8阶魔兽啊，难怪这严家家主敢这么嚣张。打不过，打不过。我怎么这么没用呢？算了，我还是去修炼吧。小文小武也渐渐地落于下风，身上已经有细微的伤口了。姑娘，别做没用的挣扎了，走吧。下一刻，他真的把5行麒麟和末麒麟召唤了出来。什么？这小姑娘竟然可以同时契约2只神兽，这太不可思议了吧！还有1只竟然是超神兽。召唤我出来就行了，把这二货召唤出来干什么？小莫，出战。那畜生不是欺负过你吗？去把场子找回来。怕了？放心，你不会输，我对你有信心。去吧。妃子笑3两句话，竟然就激起了末麒麟的斗志。新仇旧恨一起算，2只神兽打得难舍难分。不就是有1只8阶圣兽吗？有什么好生气的？本宫还有1只9阶超神兽呢。可是本宫有超神兽又怎样？用不到啊。对付8阶圣兽，只需要用6阶的末麒麟就够了。这超神兽就是摆设。去后山找老祖宗，让老祖宗速来。是，家主。这话妃子笑也听到了。所以这严家是有后盾的，有超级强者作为后盾，难怪这么嚣张。找准弱点，避其锋芒。烈焰狂牛虽然是8阶圣兽，但是依旧有弱点。它身形庞大，
转身没有你灵活，主要是用头顶的2个牛角攻击，而他的弱点在下半身，明白吗？只是莫麒麟速度快，不正面还击根本不会受伤。在烈焰狂牛飞奔过来的时候，莫麒麟只要飞身就能躲过去，然后攻击烈焰狂牛的腹部。腹部是烈焰狂牛的弱点，但他彻底激怒了烈焰狂牛，他速度越来越快了。小文，接着让邪猴拿着红布。斗牛！轰的一声，烈焰狂牛倒地了，肚子被莫麒麟的头上的角划开了，当场开膛破肚。死了！6阶宗兽竟然真的杀死了8阶圣兽，这不可能啊！严家家主也因此吐了一口血出来，死亡契约生效，他被反噬后重伤了。你黄毛丫头，休得猖狂！老祖宗出山了，看这臭丫头还怎么嚣张！感受到威压，妃子笑也一掌朝着对了过去，随后被震得退了几步。那老头更是退了10几步才稳住了身子。你是谁？你不用知道。我家大姐姐叫妃子笑，识相的，你赶紧带人离开，大姐姐超凶的。妃子笑，玄月大陆上没有这号人物啊！天阶修为的强者就那么几个，根本没有叫妃子笑的超级强者，甚至天阶修为的强者之中没有一个是女性。这小女娃是怎么凭空出现的？老祖宗，您总算来了！这臭丫头太不守规矩了，简直是无视交易场的规矩，不把严家放在眼里。晚辈请她去严家做客，哪知道她竟然敬酒不吃吃罚酒，还杀死了晚辈的8阶烈焰狂牛圣兽。老祖宗一定要给晚辈做主啊！晚辈也不是贪心的人，让这丫头把她那头超神兽5星麒麟用来陪吧。不贪心，要她的5星麒麟，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5星麒麟可是9阶超神兽，除了上古4大神兽，是等级最高的超级神兽了。不过是一头8阶烈焰狂牛而已，就想换超神兽，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呵呵，还真是敢开口啊！主子，我们来迟了。 2个天阶初期的超强者，这2个超强者是这小姑娘的属下，这也太离谱了吧！小姑娘的手下全是天阶超级强者，那这小姑娘的修为……放肆！飞姑娘是你能冒犯的吗？还不赶紧去给飞姑娘赔不是！ 求飞姑娘原谅，老夫让你在外行事，谨言慎行，勿忘初心。你是怎么做的？去，给飞小姐道歉。飞小姐要是不原谅你，严家就没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孙。家主之位你也别做了。怎么会这样？老祖宗为什么会让我道歉？这是哪一出啊？明明我才是被欺负的人呢！ 严家的脸面都因为这臭丫头被丢光了，老祖宗竟然还让我道歉，以后严家还怎么在这3不管地带立足啊？老祖宗真是闭关闭傻了，老糊涂吗？这不，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要是道歉了，以后严家还怎么立足啊？老祖宗，这臭丫头坏了严家的规矩，必不能轻饶了她。既然如此，老夫就为严家除害。老祖宗，为什么会这样啊？老祖宗可是严家的老祖宗啊，竟然帮助外人。查一下，那白衣女子是何许人也？是，尊主。主子，怎么了？别回头，在东南方有一个超级强者，他应该对我们没有恶意。走吧。这丫头警觉性挺高，有点意思。客栈里，公子。 介意奴家拼个桌吗？不同意，姑娘就会离开？不会。那姑娘慢用，再靠近，杀无赦。半炷香以后，魔尊收到了答案。妃子笑，
司徒寒的王妃，有趣了啊！去，替本尊主传信给九王爷，笑笑，本尊主会替他照顾好的，让他安心收复安云国。是，尊主。当晚，魔尊就给严家去了拜帖，想要见妃子笑一面。要见我？身份暴露了？不应该啊！对方直接在拜帖中表明了，想要入购丹药，价格不论，放在眼前的银子能不赚吗？他已经和严家老祖宗谈妥了，他要在三不管地带开一家丹药楼，由严家管理，严家可以拿到1成的利润提成，就是合作。严家老祖宗很有魄力，一拍板就在原来利润的基础上让了1半的利益，并且把原本严家开设的兵器楼无条件的送给了妃子笑。妃子笑也不是那种让人吃亏的人，直接赠送了严家老祖宗一枚10级进阶丹。10级进阶丹，10级，以后丹药还打5折，这妃小姐难道是10级丹药师？当晚，严家老祖宗就下令，但凡是严家人都必须对妃小姐言听计从，见面如见老祖宗。妃子笑也让人回了那拜帖。3日后，九转丹楼见。九转丹楼？尊主，三不管地带没有九转丹楼。他说有，那就有。准备好贺礼，本尊主要去开业时朝贺。送点什么好呢？女儿家的喜好，本尊主还得研究一下。定情信物怎么也得贵重呢。3日后，九转丹楼在三不管地带开业了。魔尊让属下转达，来赴3日之约，小小礼物，望姑娘喜欢。小丫头开业贺礼，就不劳烦魔尊费心了。九王爷不是在安云国吗？怎么有空来啊？本尊不是托人告诉王爷了吗？不用着急回来，笑笑这儿由本尊照顾就行了。该死的，风清我还让人烧烤信了。要不是让玄武回九王府去送信，没有找到小丫头，又得知小丫头只身前往这三不管地带，这可是三不管地带，什么人都有。司徒寒曾经见过2个女人为了争抢风清墨大打出手，打了3天3夜，只为了和魔尊见一面。主人，收了神石，他是魔修，不是灵修。总之，他很危险。落将8仙将落在了九转丹楼的门前。吃醋了，生气了，看其他男人的时间太久了，所以等着毁灭吧。今晚，对，就是今晚，一定要好好的惩罚小丫头，竟然敢收风清墨的礼物，简直不像话。本王娘子的丹楼开业，魔尊大人亲临，本王怎么也得到位不是？本王家小丫头涉世未深，万一怠慢了魔尊，那就不好了。魔尊，请吧，本王亲自给你做向导。难道传言有假？司徒寒并没有把这个王妃放在心上？那甚好啊！多年不见九王爷了，没想到九王爷如此热情，是怕本尊向九王妃透露你当年的情史吗？放心，本尊没那般无聊。走吧。当年的情史，是和那什么谷主有一个7岁儿子的故事吗？哎呀，不管了，先赚银子再说。什么？可以去九转丹楼买丹药？只要有银子，高等级的丹药随便买。高等级那是多少级啊？6级吧。不对不对，应该有8级。那姑娘在交易场卖过8级丹药，她应该是一个8级丹药师。什么10级丹药？这三不管地带严家很有威望，这消息是严家老祖宗传出来的，绝不会有错的。魔尊竟然来捧场了。等等，那姑娘身边的人是谁啊？九王爷，是九王爷司徒寒。天哪，这姑娘到底是什么身份，竟然认识这2位大佬？想要进九转丹楼买丹药，需要交5万两白银，成为九转丹楼的会员。会员即使不买丹药，离开时也可以带走一枚4级丹药。所以刚刚开门，门口登记的人就忙不过来了。魔尊来捧场，因为和司徒寒是旧识，九王爷大方地领着他进去，不交会费了。但是其他人就不一样了，必须交会费。各位，
第一层是6级丹药，有需要的可以购买。那么介绍一下第二层，第二层是8级丹药，价格会比第一层的6级丹药贵很多，大家按需购买。第三层是10级丹药，数量不多，每日只供应3枚10级丹药，具体是何种丹药，需要看当日的柜台展出，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好了，简介就到这里，大家可以买各自所需的丹药了。2楼全是8级丹药，3楼竟然是10级丹药，是我听错了吗？本尊越发的心系笑笑了，把笑笑娶回魔界当魔尊夫人也不错，从此只羡鸳鸯不羡仙。见司徒寒变了脸，风清墨嘴角邪魅的笑意更加的扩大开来了。怎么这就受不了了？放心，等到时候本尊必定请你喝喜酒。找不痛快是吧？行，那就大家一起不痛快。魔尊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我家小丫头取向正常，不喜欢女人，所以不管你怎么挑衅，怎么单相思都没用，省省心吧，免得到时候难堪。魔尊慢慢看吧，看到需要的丹药，本王夫妇给你打5折。丢下这句话，司徒寒转身离开了，懒得和风清墨斗嘴皮子，闲得慌，有失大男人风范。该死的！关门后，大厅里已经装满了2箱黄金，丁姨娘和黄老头还在核对账本。司徒寒见小丫头疲惫的样子，心疼到不行，赶紧领着她去后院休息。妃子笑回到房间，累瘫在了床榻上，可心情是亢奋的。这是她第一次开店做生意，这第1桶金就很可观。按照这趋势下去，用不了多少时日，她就能富可敌国。小丫头，是我好看，还是风清墨好看？魔尊好看，不过你也不差。丫头，重新组织你的语言。魔尊好看是好看，但是比他好看的女人还很多。魔尊是女人吗？要不然怎么说提及王爷的情史？你们有一腿是吗？他家小丫头这张嘴不适合说话，那还是不要说话了，直接堵住算了。王爷，魔尊来找小王妃，说已经约好了。滚，让他等着。2个时辰后，司徒寒才带着妃子笑姗姗来迟的来到了会客厅。魔尊久等了，本王以为魔尊已经离开了呢，没想到还在等着。没办法，王妃几日不见本王，有点热情了，本王也没有办法，只能宠着。哎呀，看本王说这些干什么？娘子的脸都红了。下次本王一定注意，毕竟魔尊还未娶妻。原本魔尊找妃子笑是想定制1枚丹药。九王妃和九王爷感情真好啊。九王妃看起来年纪不大，你不嫌弃九王爷年老色衰吗？啊，对了，本尊倒是有点好奇啊，九王妃喜当娘，难道不介意吗？喜当娘？儿子？本王怎么不知有一个7岁的儿子？能和本王有子嗣，能替本王生孩子的，只有本王的王妃。魔尊还是不要拿这种子虚乌有的话来说笑，有点像是长舌妇。多年不见，魔尊越发的女性化了。笑笑，本尊对你一见钟情，他日你要是发现真相了，本尊在魔界等你，8抬大轿明媒正娶，娶你过门。魔尊嘴角突然流出了一滴鲜血，空气中满是血腥的味道。九王爷一个飞身就来到妃子笑身边，抱着她，把她带离到了一边，远离了风清墨。起风了，只是这风阴冷无比。这是什么？丫头，别看。刹那间，魔尊大手一挥，飞出了窗外。丫头，本尊改日再来拜访。魔尊的敌人，魔界的人。第2日，妖族的人，所以魔尊的敌人是妖族。魔界和妖界势不两立，不分伯仲，都想吞噬了对方称霸。而昨晚妖族的人算准了魔尊救急复发，所以强势来袭。2日后，妃子笑和司徒寒分道扬镳了。妃子笑把空间里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让司徒寒带到安云国去，并且
约定7日后，妃子笑筹购物资，就去安云国找九王爷。笑笑是在担心本尊的伤，原来不是本尊一厢情愿的。银货2器，出诊费20万两黄金。成交。回到九王府，妃子笑就把魔尊带到了炼丹楼，看着断了的金针，妃子笑眼底满是诧异。这魔尊体内的毒素竟然比当初司徒寒中的9转奇毒还厉害几分，能融化金针。笑笑，本尊是不是病入膏肓，没多少时日了？要不你就帮本尊完成一个夙愿吧，做本尊几日的娘子。你看本尊对你真是一往情深呢。只见妃子笑眯了眯眼，手里的金针飞转，直接朝着魔尊的一个穴道刺下去。疼！笑笑，你是要谋杀亲夫吗？又是连续几根金针刺了下去，疼得风清墨额头瞬间盛满了汗水。金针扎下去，妃子笑直接退到了一边，在一旁的桌子上坐下来，慢条斯理的倒了一口茶，浅浅淡淡的喝了起来。而此时风清墨已经不能动弹了，承受着那非人之痛。痛，真的好疼啊！怎么会这样？别动，越动越疼。胳膊不想要了吗？能挨是不是？那就多挨几个时辰，毕竟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嘴欠也是要被收拾的。妃子笑做了半炷香的时辰，把黄老头叫了进来。你看着他，1个时辰以后再拔针。好。妃子笑离开以后，黄老头才靠近风清墨，观察那针法，以为师父又发明了一套全新的针法，想要偷师学艺。这魔尊是惹到小王妃了吧？要不然小王妃怎么会惩罚他呀？这套针法不是在治病，也不是在疗伤，而是在惩罚人。10大酷刑中就有这么一套针法，可以让人生不如死，生无可恋。这不愧是魔尊，竟然没吭一声，也没叫疼，脸色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难怪魔尊能成为九王爷的对手。不过纵然魔尊厉害，惹了小王妃同样要付出代价。小王妃可不是那么好惹的人呐。过了半个时辰，风清墨见黄药神好几次欲言又止，他察觉到了不对劲儿。风清墨气得自己伸手拔掉了那些金针。该死的妃子笑，竟然戏耍本魔尊，简直是不想活了。风清墨气冲冲的出了炼丹楼，想要找妃子笑算账。该死的，竟然不是解毒，让他活生生的受了1、2个时辰的罪。可是当风清墨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就顿住了脚步。好，果然是本尊喜欢的笑笑，够毒了，够狠。滚！魔尊再纠缠不休，可就不是痛几个时辰那么简单。打穿了？什么暗器那么厉害，那么有威力，竟然能把树干打出来一个穿洞？要是打在人的身上，那后果不堪设想啊！笑笑生气了呀？那好吧，本尊明日再来。笑笑今晚做个好梦，梦里咱们再相见哦。本尊会想你的。晚上，当妃子笑说出风清墨症状的时候，师傅，你看上魔尊了，准备改嫁了是吗？好女怕缠，魔尊和九王爷都可以，徒儿尊重你的意见。师傅，你真准备给魔尊解毒，卷进魔界的纷争？询问了一番才知道，魔尊体内的毒是妖族特有的毒素，如果解开了魔尊体内的毒素，那就预示着和妖族为敌。难怪当时他狮子大开口，魔尊一口就答应了。老狐狸。
搞清楚了这事，妃子笑又去翻了一下关于妖族的记载。周家那边筹购的物资也差不多了，明日妃子笑就可以去仓库把其收入空间。麻烦通知一下九王妃，妾身带着小世子来请安。小姐，小姐醒一醒，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大事不妙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慌慌张张的，说吧，到底什么事儿？小蝶，你来说。小姐，九王爷的妾室带着孩子找上门了，看那孩子应该有6、7岁的样子，王爷骗了你。王爷就是一个大骗子，彻头彻尾的大骗子，说什么只对小姐好，都是骗小姐的。他早就和其他女人生孩子了。司徒涵养在外面的小妾，他们还有儿子，17岁吗？真如额吉所说，司徒涵和那什么谷主有一个儿子。哼，男人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司徒涵也不过如此。什么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一生一世一双人，在九王府确实是一生一世一双人，但是在外面也可以和其他女子一生一世一双人，总不能在床榻上有2双人吧？小姐，见那妾室吗？咱们得拿出正妃的气势来，给那妾室一个下马威，让她知道九王府是王妃说了算，以后老老实实的可以有口饭吃，要是不老实作妖，那就直接休了吧。小姐，先去看看怎么回事吧，万一事情不是这样的呢？您要相信九王爷。清水出芙蓉，和司徒涵暗度陈仓的女子果然不一般。妾身水芙蓉给王妃姐姐请安，念涵，这就是你的母妃。本王妃从未给王爷纳妾，何来什么妾室？混乱皇家血脉，此乃大罪。小九、星儿，把其押入大牢，等本王妃查明真相再处置。姐姐这是恼羞成怒了，不管姐姐接不接受妹妹和小世子，这都已经是存在的事实了，姐姐不应该生气才对。世人将怎么看待姐姐？九王府的九王妃是一个妒妇、恶毒的女人，容不下一个妾室。妹妹劝姐姐还是三思而后行，别做后悔的事情。你是在教本宫做事？这还来路不明呢，就上纲上线了。要是真进了九王府的大门，那不得家宅难安啊！小九、星儿，动手。是，王妃。该死的，这货平日里天天在安云国和九王府之间徘徊，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就不见踪影了呢？这大兄弟怎么还不来呀？再不来，九王爷就要被九王妃休夫了，一封休书让王爷滚蛋了呀！这。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一心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怎么办？怎么办？这大兄弟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呢？哎呀！过了半炷香的时间，怎么回事啊？难道九王爷大势已去？算了，分家产得了。哎，如果九王爷被小王妃赶出家门，你跟谁啊？跟着九王爷还是小王妃啊？你怎么选啊？玉雷狠狠地白了一眼玉峰。这时，妃子笑的契约兽青龙给司徒涵带来了一封休书。念：凡是夫妇之因，前世3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必是冤家。故来相对，既2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集诸亲，各还本道。愿夫君相离之后，重回沙场，名扬立万，巧成巍峨之姿，选聘窈窕淑女之主。结怨世结，更莫相赠。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九王爷生气了，一别两宽，各自生欢。再结佳偶，娶窈窕淑女，
好，很好，好一个各自生欢再结佳偶。妃子笑移情别恋了吧？让我猜猜是谁？魔尊，风轻狂，这是要改名字叫疯狂王了吧？其他的男人恐怕入不了小丫头的眼，也只有风清墨这样的男人才有一点点胜算。该死的风清墨！行，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妃子笑他敢。他要是敢移情别恋，打断他的腿，让他在床榻上躺一辈子，大不了哪里也不去，就在九王府伺候他一辈子，给小丫头当牛做嘛。司徒寒冷着一张脸上了飞船。哎，这年头做契约兽也难呢，特别是做强者的契约兽。半炷香的时辰就到了九王府了。王爷，主人正在气头上，您别惹他，您先去地牢安顿好小世子和侍妾吧。侍妾，小世子，莫名其妙，我哪来什么侍妾？小世子被关在九王府的地牢，怎么可能？青龙在低气压下赶紧把发生在九王府的事情娓娓道来。百毒谷，水芙蓉，好，很好，好样的。既然如此，百毒谷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灭，一个不留。是，主子。王爷，留步！主子说了，狗与王爷不能进。司徒寒坐飞船回来了，回来干什么？没想到九王妃竟然是这般不懂事，不会相夫教子的人，简直就是杜甫。唉，九王爷真是倒霉，不过是养了一个小妾罢了，竟然闹得整个九王府鸡犬不宁。魔尊，风清墨，王爷，滚！司徒寒威压释放，小九和南宫欣如果再执迷不悟地拦着他，司徒寒必定要动手了。王爷，大小姐还在气头上，您哄哄她。魔尊大人才进去片刻。谢了。丫头，陪客人喝酒这种事还是为夫来，你尽兴就好。魔尊以后想要来九王府做客，派人通知本王一声，本王怕王妃招待不周，怠慢了客人。妃子笑睡着了。哟，什么时候杀遍3界的男人这般的体贴入微，洗手做羹汤了？司徒寒，你这般骗笑笑有意思吗？魔尊闲事管得太多了，你魔界的事情处理好了，救急痊愈了。司徒寒，你和妖王达成协议，联手封印本尊这仇，本尊时刻谨记，不敢忘。所以你就等着笑笑离开你，跟本尊回魔界吧。你最好好好给笑笑解释水芙蓉和那畜生的事儿，祝你被赶出九王府。该死的，是风清墨！天啊，大帅逼啊，疯了！谁是还有这样的大帅逼，真帅啊！好想睡一睡。大帅逼还抱我了，那我是不是得假装什么都知道，把他睡了再说？负不负责明天再说了，要负责最好捡个大帅逼回家。天哪，这8块腹肌爱了。天哪，这也太大胆了吧！小王妃这么豪放的吗？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九王爷一顿咸猪手！滚！刹那间，方圆2公里都不敢有人了。凉亭里，丫头，走，回房间去，夜深露重，明日要感冒了。帅哥，来，给爷笑一个，也给你一个香吻啊！完了，天冷了，降温了，小伙伴们冷要感冒了，我得去给小伙伴们盖被子。小伙伴，姐姐来了，不冷，姐姐这就给你们盖被子，听话啊，你们要乖乖听话。
这一幕太神奇了，以至于司徒涵赶紧让玄武把这记录复刻下来。你有被子吗？能借点被子给我吗？我的小伙伴们很冷，需要被子。九王爷一声令下，整个王府的下人都动了起来，给小王妃找棉被。一开始妃子笑还自己动手去给那些花啊树啊什么的盖被子，怕他的小伙伴冷到。到了后面他就站在那里指挥王府的下人，九王爷没有办法，只好把小丫头往训练场上带。小丫头精力耗尽了，也就消停了。一开始妃子笑是让他们对打，他在旁边拍手叫好。好，真好，精彩！灵力球节大一点儿，不能散开啊！绝地求生会不会？威压，释放威压！起来，加油加油！反击啊，反击回去！起来，本宫教你怎么反击，打趴他！玉峰已经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趴在地上装死，动也不敢动一下。这个人死了，是不是还可以抢救一下？对，抢救。原本看到玉峰装死就能躲过一劫，大家准备纷纷学他装死摆烂了。拿金针来，这个还可以抢救一下。什么？金针？妈呀！没死，没死，还喘着气儿呢。我觉得自己又可以了。相公，他怎么活了？金针白拿了，怎么办？没事，相公会让他死的。你准备好金针。相公最好了。是本王让你死，还是你自己死？死人了，死人了，需要抢救。相公，你过来。相公，你来，我教你怎么抢救病人。不要啊！故意的，王爷就是故意的，王爷肯定是在公报私仇。你敢活一下试试，本王让你永远睡下去。不动了，再也不敢动了。好在小王妃玩一会儿就感觉特别的无趣，又换了一个花样。他把空间里的火麒麟召唤了出来，让大部队跟着火麒麟学动作。火麒麟一会儿在地上打滚，一会儿在奔跑，一会儿又匍匐前进。九王府的那些侍卫就像是发疯了一样，一会儿在地上打滚，一会儿奔跑，一会儿还在学火麒麟嚎叫，动作标准统一。好在后半夜妃子笑终于累了，在司徒涵的怀里睡着了。总算睡了。这小丫头竟然这么能折腾。是怎么回事？不用去了，没用，你的丹药都被九王爷收走了。什么？王爷？痛吧，痛死算了，痛死了，王爷就没有这么忠心耿耿的侍卫了。然而这个时候，司徒涵在确定妃子笑没有转醒的迹象以后，转身去了九王府的地牢。涵，你来了，妾身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母子。念涵，叫爹爹，这就是你爹爹司徒涵。娘亲你怎么样啊？娘亲，你不是我爹爹，爹爹不会伤娘亲，你是坏人，你是坏人，我不要叫他爹爹。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我和水芙蓉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此时在地牢，是我跟他离得最近的一次，我们之间怎么可能有孩子呢？但是这个孩子，说，这个孩子是谁的？涵，虽然妾身负了我和宝宝，但是妾身依旧欣喜王爷能死在王爷手上，妾身心甘情愿，还请王爷和王妃善待妾身孩儿。这该死的女人，可以，真的可以。等真相大白那天，他必定要把这女人碎尸万段。你干什么？你放开我娘亲，放开！坏蛋，你就是大坏蛋，咬死你！我要咬死你！王爷，妾身就知道你舍不得杀妾身，一日夫妻百日恩，妾身好歹为王爷生了一个世子，王爷看在世子的份上，也会宽待妾身的，不是吗？丫头，难道你看不出来他在演戏吗？本王真的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天地可见。至于这孩子，
本王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相信我。司徒寒在解释。风清墨这阴损的招数，真是釜底抽薪，伤筋动骨。把那孩子带出来，至于他，继续待地牢吧。那是个孩子，不是东西，怎么能用你呢？开始吧，就按照你的方法，滴血验亲，验一验。好。随即，黄老头走过去，取了一点那孩子指尖上的血，溶于特制的水之中。王爷，请办。那2滴原本在碗里还有一点距离的血液，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靠近了，然后融合在了一起。怎么会这样？不应该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又融合了？难道小王妃是这个小男孩的亲生娘亲？不可能。按照小男孩的年纪推算，小王妃不可能是他的娘亲。那时候小王妃还没有笄礼呢。再说了，那时候小王妃还是丞相府的嫡出大小姐，要是有作风问题，早就进猪笼了。所以，这滴血认亲不靠谱。妃子笑看了一眼晕过去的孩子，让黄老头把他叫醒，再让厨房给孩子弄点食物过来。回到房间，妃子笑也没有理会司徒寒，直接上床榻睡觉了。这是要将冷战进行到底了。拿开！干什么？睡觉。司徒寒更加的死皮赖脸了，把不要脸男人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妃子笑挪开一个位置，他也靠近一点，挪开他就靠近一点，两个人别扭到了极点。丫头，再躲就掉下去了。丫头，你再乱动，两个人都要掉下去了。丫头还生气呢？其实你心里知道真相的，对不对？就是想要撒娇，折磨一下相公，是因为几日未见想相公了。骚气。没有什么是睡一觉不能解决的事情，睡一觉不行，那就2觉。说，王爷，水芙蓉越狱了，不知所踪。跑了？风清墨，该死的！查，挖地3尺，把风清墨和水芙蓉给本王找出来。是，王爷。真的是魔尊太闲了，估计是魔界平静太久，以至于他竟然有心在儿女情长。那么，就让魔界乱上一乱了。丢出去！暗处的人出现，就准备把那个小男孩带出去，却被妃子笑制止了。听说水芙蓉潜逃了是吗？把他留下了，这是把儿子送我们养了吗？既然如此，养着吧，送进宫给洋洋作伴。见那孩子吃饱了，妃子笑就让丁姨娘把他带下去了。吃吧，不过一孩子，别较真。水芙蓉这出倒是没有把我气到，把你倒是气得不轻。用完膳，妃子笑就准备让司徒寒把这孩子送进宫。什么？司徒寒欺负小妹？司徒寒给小妹戴绿帽子了，真是一个渣男。娘亲说过，男人3妻4妾就是渣男，他这种行为就是戴绿帽子，这样的男人不能要。司徒寒，你敢欺负我小妹，去死吧你！三哥，你误会了，我没欺负笑笑。司徒寒，你放开！你别以为你是九王爷，欧阳家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你要是欺负我小妹，欧阳家和你势不两立。欧阳熙不是司徒寒的对手，但是奈何司徒寒不还手，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守一个攻的局面。王妃不好了，不好了！三公子和王爷打起来了，就在检院。三哥来了，还和司徒寒打起来了。受欺负了，走，跟哥回家去。这破九王府不待就算了，大不了3个哥哥养上你一辈子。感受到司徒寒的情绪，赶紧把事情解释了一下。小妹，他不是人，是用精血幻化的。什么精血幻化的？不是人？不应该啊！这孩子有血有肉，也有脉搏呼吸，不可能不是人啊！这无论怎么看都是人啊！欧阳熙摸出了一张符箓，直接朝着那个孩子打了过去。只见那孩子在他们的注视下，竟然变成了一节一节的莲藕。这也行？妖王和魔尊这2个水火不容的敌人走到一起了，2个人和解并且联手，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了。这一局风清墨胜了。想要和解，就要付出代价。他竟然愿意，哼，其心可诛。
3日后，司徒涵抱着妃子笑上了去皇宫的马车。原本因为休书的事情，这个小气的男人就在计较，找着机会就连本带利的要回来。小王妃，救命啊！小王妃，狗蛋娘子，快不行了，要一尸两命了！又是妃子熙，妃子熙不是嫁给郑狗蛋了吗？她都那样了，怎么还能作妖呢？走，去你家，快点，晚点真的一尸两命了。妃子熙怀孕没有多少时日，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竟然让肚子里的孩子快速的成长了起来，没几日就要临盆了。漂亮姐姐，救娘子，求你救娘子，孩儿。难道是妃子熙？笑笑，你在外面等着，哥一个人进去吧。三公子，男子不能进产房，会不吉利，您看着。得，那算了。小妹，妹夫，咱们走。这郑家等着收尸就行了。到时候形成母子煞，可别怪本公子没有提醒。走了。什么母子煞？什么母子煞？郑家造了什么孽，竟然会迎来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哎呀，该死的！不行啊，不能形成母子煞呀，要不然郑家就完了，整个郑家都完了，要给这对母子陪葬。三公子，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郑家吧！这母子煞是要吃人的呀，三公子。到底什么是母子煞呀？为什么郑家这么忌惮这母子煞呢？民间有一种说法，如果孕妇生孩子时候难产去世了，孩子还在肚子里没有取出来，这会形成煞气。煞气中母子煞最厉害，这是妃子熙最后的一击了。最终的结果是妃子笑和欧阳希一起进产房了。没事，贴上符箓就好了，雕虫小技而已。不好，已经死了，快把孩子取出来，不管孩子是死是活都得取出来，母子煞就要形成了。妃子笑主刀，欧阳希动下手。小妹，快点，来不及了，快要成煞了。哥，刀子下不去了，怎么办？好几张符箓快速的朝着妃子熙打下去。小妹，你快点，哥顶不了多久了，快点把孩子取出来。好。剖宫产一共有7层，他已经划破了前面5层肉了，就剩下最后的2层了。这2层必须要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剥开。怎么回事？手术刀划不开？贱人，别白费力气了，你是不可能取出那个畜生。那畜生注定要下地狱，成为傀儡。妃子笑，你以为你赢了吗？这一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下地狱，所有人。小妹，哥压制不住了，不行了。手上集结灵力球，这一刻妃子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玉石俱焚。耳边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让房间显得更加的诡异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司徒涵突然出现在妃子笑身后，手指间跳跃着一簇小小的火焰。他把火焰直接点在了妃子熙尸体的眉心处。不要！九幽黑莲的圣符，你怎么会有九幽黑莲的圣符？不要啊！怎么会这样？眨眼间，房间里所有的怪异现象都消失了。九幽黑莲的圣火是来自地狱深渊的本源之火，可以烧尽世间一切。妃子笑回过头，又开始进行手术了。一声啼哭，孩子从妃子熙的肚子里出来了。可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原本应该白白嫩嫩的婴儿，此刻全身发紫。哇的一声，孩子又哭了出来。此刻孩子的哭声中气十足，就好像健康孩子一般。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该死的，这就应该是风清墨的事情。这又让司徒涵在心里给风清墨记了一笔。确定小丫头没有危险以后，司徒涵赶紧从房间里出来，甚至用了好几遍清洁术，
还是感觉浑身不舒服。这个时候，妃子笑已经抱着婴儿出来了，郑家的人赶紧迎了上去。郑三娘接过孩子，扑通一声跪下来道谢。妃子笑也给郑三娘说清楚了，这个孩子因为在肚子里缺氧的时间太长了，到底能不能健康的活下去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使活下去了，脑子正常不正常也不好说。怎么会这样？难道这个孩子会像郑狗蛋一样痴傻？为什么会这样？我孩子梦，要梦呀！爹，我带爹了，孩子。希儿，我的希儿！他赶紧点了3支供香，插进了香案里面，嘴里念念有词。只见他的房门打开了，伴随着一阵阴风，妃子熙的残影走了进来。娘亲，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只差最后一点点就成功了，娘亲。只见妃子熙的残影越来越透明，几乎要消失了。不是这样的，希儿，娘亲救我！娘亲，我不想灰飞烟灭，娘亲。可就在这一瞬间，妃子熙最后一丝残影消失在了天地间。妃子笑，贱人，等着，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杀子之痛不共戴天。死了，都死了。他女儿妃子熙死了，夫君妃傲天也死了，唯一的儿子被流放了，只剩下他了。欧阳菲菲，为什么做什么都不行，都被欧阳菲菲压着？为什么？我好恨呐！现在那小贱种的能力才觉醒了一小半，他还有机会，他一定要趁着这个时候弄死那个小贱种，让他没有机会去挖出欧阳菲菲的秘密。半炷香的时间，苏月华开始做法了。他要问米，他丝毫不犹豫地咬破了手指，在布娃娃的后背用鲜血写上了妃子笑3个字。为什么会这样？妃子笑这个小贱人现在实力这么强大了吗？原本这一击苏月华是要妃子笑的命，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竟然失败了，只是抽取了他的一抹神识。一抹神识就神识，就这么一抹神识，我一定要让妃子笑好看。这小贱人等着生不如死吧。丫头，怎么回事？有人在用地狱黑煞对付你，难道是风清墨？不应该是风清墨。风清墨这个人虽然亦正亦邪，但是不会用这么阴损的招数。然而就在这时，妃子笑突然毫无预兆地晕了过去。丫头，笑。这一次小丫头的晕厥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晕厥，如果这一次小丫头醒不过来，可能就一直沉睡下去了。第3日的半夜子时，丫头，小丫头，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你为什么在我房间？小爹，快叫人把丞相府的侍卫叫来，房间里有当涂浪子。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可是丞相府，你要是再不离开，丞相府的侍卫来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用灵力去查看妃子笑的情况。救命！这有当涂浪子！司徒寒脸色阴沉，一掌朝着妃子笑的后颈劈了过去，顿时接住了那软软的身子。他家小丫头身上竟然没有任何的灵力波动，这是又变成了废柴吗？他心里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这具身体有2个意识，一个是他家的小丫头，一个则是刚刚那个女子。竟然把九王府当成了丞相府，所以他的记忆和意识还停留在丞相府是吗？刚刚的这个意识才是真正的妃子笑，欧阳家的大小姐。随即司徒寒一头扎进了书房，整整3日，司徒寒都像是一个无头苍蝇一般，急得团团转，却没有任何的头绪。此刻在空间的妃子笑目睹了这一切。原主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又复活了？这太蹊跷了。
司徒寒在找方法复活妃子笑的那个灵魂，然而妃子笑却在空间里修炼。这日，妃子笑正在炼丹的时候，火麒麟呢？平日里最积极的火麒麟怎么不见踪影？只有傲慢的五行麒麟和墨麒麟在一旁趴着，难不成是出事了？妃子笑一声令下，五行麒麟和墨麒麟也不敢怠慢，赶紧跟着去找火麒麟。那二货到底去哪儿了？真是的，不对劲啊！火麒麟这个吃货最馋丹药了，这个时候怎么会那么老老实实的修炼？糟糕，火麒麟在进阶。主子，我进阶超神兽的就是这个状态。我麒麟不会是直接从4阶神兽进阶成为9阶超神兽吧？不可能，不可能！什么？从4阶神兽直接进阶成为9阶超神兽？不可能，完全不可能！这是要逆天的存在啊！即使司徒寒是逆天的存在，也不会进阶这么快。外面过了3天，而空间里的时间要比外面的时间慢3倍，所以在空间里，妃子笑已经度过了9天。这天道真是无处不在。妃子笑在空间里的日子倒是很充实，随遇而安，可却苦了空间外面的人。又是和魔界有关，这让司徒寒不得不联想到魔尊风清墨。不管是不是魔尊在搞鬼，这魔界他势必要走一遭。魔界，您是您啊？让开！司徒寒直接抱着妃子笑进了风清墨的寝宫。司徒寒闯魔界，是来找我算账的吗？哼，几百年过去了，司徒寒的心眼还是那么小啊，不过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就记恨上了，这是要秋后算账啊！如果他和笑笑的感情这般的经不起考验，那就趁早放弃算了。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笑笑爱。笑笑最好是移情别恋，到时候我俩只羡鸳鸯不羡仙呢，多好！哟，九王爷稀客呀，这是亲自送笑笑出嫁吗？三尊不用担心，本尊会对笑笑好的，毕竟本尊至今为止只对笑笑一个人动心过，本尊还等着和笑笑过神仙眷侣的生活呢。一言不合就开打，一时之间两个人打得难舍难分。司徒寒厉害，但是风清墨也不是吃素的，这一战打了整整3天3夜，整个魔界生灵涂炭。最后一击，风清墨被击落，一口血吐了出来。本尊要不是有救急，你以为你能取胜？司徒寒，你还不是不敢把本尊怎样啊？你就不怕本尊鱼死网破，拉着整个魔界和你同归于尽吗？3界大乱，以你现在的情况，你还能封印一次本尊吗？有何不可？要试一试。你三尊不顾身份擅闯魔界，难道就是为了和本尊唠家常？要不本尊摆一桌，咱们再对影成3人。不用，今日来是想请你帮忙。什么？帮忙？九王爷竟然会说出帮忙的话来，并且是以这样傲慢的态度，他这是请人帮忙吗？闯魔界一言不合就出手，这哪是求人的态度啊？这根本就是个祖宗，好吧？半炷香后，司徒寒抱着妃子笑，跟着风清墨来到了魔窟。这就是风清墨的老巢了，难怪大战的时候，魔尊受重伤后，无数天兵天将都没有找到他的踪影，原来是躲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啊。当风清墨查看妃子笑的情况后，神色异常的凝重，问了司徒寒几个问题后，他脸色越发的不好了，随即就让司徒寒抱着妃子笑跟着他走。万魔之坑，顾名思义，就是坑里全都是魔鬼，各式各样，只要从铁索桥上走过，万魔之坑里的魔鬼手伸出手来握住脚踝，一个不小心就被拖下万魔之坑了。想要本尊救他可以，只要你抱着笑笑从这铁索桥走过去，本尊就算是丢了性命也会救笑笑的。你敢吗？敢赌吗？随即他根本不带停顿的抱着妃子笑越过了风清墨，直接上了铁索桥，只要妃子笑能醒过来就可以了。再走50步就到了万魔之坑的中心了，脚下是万恶之源的恶魔，
想全身而退，真的不可能。确定要过去吗？知道失言的后果吗？你要敢失言，救不回他。魔尊要是敢失言，那就等着毁灭吧。一双恶魔的手从绿色液体中伸出来，在空中挥舞，就等着司徒寒自投罗网了。不愧是三尊，有胆识。既然如此，本尊也应下了。1月之后来魔界接人。当风清墨伸手来抱妃子笑的时候，司徒寒10000个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风清墨抱着小丫头进了魔窟的腹部。1个月而已。离开铁索桥的时候，他依旧没有用灵力，而是一步一步走回去的。他又记住这疼，这亲手把小丫头交出去的那种疼。司徒寒出了魔窟后没有离开，而是直接守在了魔界的入口。然而这个时候，在暗处的苏月华继续在做法，就是他用古老的禁忌之术在给妃子笑施法，在他阴差阳错下，竟然把那身体里的原主唤醒了。魔窟里，直接说你要做什么，本尊没那么多精力去猜。这男人太可怕了，虽然长得帅气，但是脸色的笑容很可怕，像是要把人生吞了一般。我要活着，这是我的身体，我要活着。活着？女人，你还真是贪得无厌。你以为现在拥有的一切是你的吗？即使你活着又怎样啊？拿得走吗？风清墨懒得听他回答，而是直接把原主带到了魔界的禁地里。你要做什么？你放开我！我哥哥他们不会放过你的，还有我夫君一定会杀了你的。对，就把这个丞相府的大小姐送给司徒寒吧。他娶过门的不是丞相府的大小姐吗？还给他了。笑笑丫头就留在魔界了。魔尊带着原主来魔界的禁地，是想要杀死原主的原因，然后想办法把笑笑放出来。但是他改变主意了，以魔尊之血祭死万恶之魔，只为了召唤妃子笑的原因。魔尊？怎么是他？笑笑，本尊跋山涉水才能来看你，你就这么对待本尊一片真心呢？你就不知道怜悯一下本尊吗？魔尊擅闯别人领地，需要怜悯吗？擅闯者死。别，本尊是来救你的，你别恩将仇报啊！风清墨赶紧说明了来意。所以他要这具身体是吗？想要复活？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笑笑要这身体，本尊给你抢回来。当然如果不想要，本尊也可以给你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身体。重新塑造躯体？行，那就把这躯体给他，我不要了。之后又过了3日，风清墨盘坐在祭祀台，身上的黑气疯狂的滋长。刹那间，狂风暴雨，无数道天雷朝他劈了下来，可他依旧没有停。在风清墨被天雷击得血肉模糊的时候，他终于把妃子笑的原因分离了出来。1个月后，妃子笑重生了。此刻的妃子笑恢复了本来面目，对，就是穿越前的面貌。妃子笑和原主在魔尊的护送下来到了魔界之门。臣妾拜见九王爷。他在魔界的入口都快要成为忘妻石了。他家的小丫头什么时候在他面前自称过臣妾？就算是2个人行闺房之事的时候，情到深处，小丫头也只是一句夫君或者老公，完全找不到他家小丫头的影子了。王爷，臣妾让您久等了。王爷，走吧，我们回家。人对了，哪里都是家；人不对，家也不是原来的家。平身吧。谢王爷。小丫头，这才是他家的小丫头呢。司徒寒抬头，眼神直直地朝着前方看去。司徒寒看着妃子笑的眼神深邃到了极点。此刻的小丫头真美啊！该死，小丫头和风清墨站在一起，竟然如此的和谐。王爷，走吧，我们回家。谢了，这情本尊领了。他竟然就这么带着原主离开了，这样也好，挺好的，就当是缘分尽了吧。就这样画上句号了。笑笑，走吧，既然司徒寒无情无义，那就忘了他，咱们重新开始。
他没有跟着风清墨一起回魔界，而是直接坐飞船去了三不管地带。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需要购买哪方面的丹药啊？我找你们掌柜，把这个给他，他就明白了。师傅，你怎么来了？忘了吧，忘了以后就能重新开始了。而后的日子，妃子笑就在九转丹楼住了下来。这日，在空间里进阶的火麒麟终于进阶完成了。与此同时，妃子笑竟然也触发了契机，直接在空间里从天阶初期进阶到了天阶巅峰，也就是说，继续修炼，他就可以飞升了。这天傍晚，黄老头又来书信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小王妃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再进丹药楼了，整日就喜欢胭脂水粉、逛街这样的俗事。问他药理方面的事儿，他也只是说让我自己去研究，别什么都问他，只有自己研究才能提升。为何老夫总感觉很怪异呢？还有啊，这次九王妃和小王妃回府后，他们两个好像吵架了。王爷没有再进过主院，一直睡书房，要么干脆不回府了，闲暇时会来丹药楼坐一坐。也不知道他和小王妃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九王府，要不你再去试试，万一小王妃心情好了呢？好，老夫再去试一试。半炷香后，黄老头气呼呼地回来了。不伺候了，让老夫自己钻研，老夫能钻研得出来吗？不行，老夫去三不管地带找玄宗师一起钻研去。丁姨娘要一起吗？不了，你去吧，小姐还需要我照顾。入夜了，司徒寒才从皇宫回来。王爷，您回来了，厨房做了您最爱吃的菜，尝一尝。不用，本王用过膳了。王爷，臣妾给您绣了一个香囊，给您带上。滚！为什么？王爷难道不喜欢臣妾了吗？臣妾只是看王爷要见的香囊陈旧，这才绣了一个新的给王爷，妾身做错了吗？玉峰，带他下去。是王爷。从皇宫一直偷偷跟着司徒寒马车的司徒欧阳欣喜地窜了进来。娘亲，宝宝回来了。娘亲，宝宝好想你啊！你不是我娘亲，你是谁？说，你把我娘亲怎么了？哪来的野孩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九王府，本宫是九王妃，岂容你撒野？真是没规矩。小王妃竟然连小世子也不认识了，这可是九王爷和小王妃的孩子啊！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小王妃和王爷一直把他当成亲生的一样溺宠着。有时候九王爷连小世子的醋也吃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小姐，这是小世子啊，您和王爷的儿子，您不记得了？放肆！儿子？什么儿子？本宫就没有10月怀胎生产过，哪里来这么大的儿子？这不是离谱吗？本宫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王爷的事，你是在污蔑本宫。大殿里，怎么回事？小王妃难道是真的失忆了？可是就算是失忆了，也不会这般的性情大变呢。爹爹，这个女人不是娘亲，她不是小宝宝的娘亲，你把她赶出去。闭嘴！哪来的野孩子？一点规矩都不懂。纵然你是王爷的孩子，但是本宫可是正妃，你也得尊称一声娘亲。什么女人不女人的？小蝶，给本宫掌嘴！小世子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怎么到了大小姐眼中就是一个不懂事的熊孩子了呢？变了，小姐变了，变得陌生了，变得不可理喻了。九王妃，正宫，哼！原本司徒寒没打算这么快就休妻，他要把圣王朝的事情全部处理好，还得和欧阳家通个气，再休妻去找小丫头。当下司徒寒就有了决断，一声令下，让玄武直接去军营把欧阳婷接到九王府来，又让玉峰去欧阳府把三哥欧阳熙叫来。王爷，天色已晚，还是不要打扰大哥跟三哥了吧，有什么事明日再说。王爷也累了一天了，臣妾伺候您休息。他要休妻。半炷香后，欧阳婷和欧阳熙来到了九王府。
大哥、三哥，你们总算来了。王爷要休了妹妹，我不想被休，你们要为妹妹做主啊！小妹被人冒充了，这哭哭啼啼的女人是小妹吗？司徒寒要休妻，怎么可能？娘亲说过，会医术会针灸，性格淡漠的那个才是他们真正的小妹。如果有一天小妹性情大变，证明他们真正的小妹回来了，小妹历劫就结束了。两人带着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原主回了欧阳府。果然，这两人知道点什么。回到欧阳府，大将军让下人把原主安排进了客房，而不是原本妃子笑的那个房间。欧阳府的书房。大哥，这什么情况？娘亲以前没说过这种情况啊，怎么这个又回来了？咱们真正的小妹呢？去哪里了？不会是又被封印沉睡了吧？等，保护好这躯体，等小妹回来。也只有这样了。当天晚上，小九和南宫欣也被贬了。九王爷竟然让他们收拾包袱去三不管地带。就当小九和南宫欣出门的时候，在大门口遇到了熟人黄老头和丁姨娘，收拾好了包裹，鬼鬼祟祟的出了九王府。四人结伴上了去三不管地带的马车。3日后，小世子司徒欧阳被册封为九王爷，而司徒寒卸任了。他踏上了去三不管地带的飞船，要去找小丫头了。今日是他饭店开张的日子，店里有一面墙写着打油诗：红伞伞白干干，吃完一起糖板板，糖板板埋山山，亲朋都来吃饭饭，饭饭里有红伞伞，吃完全村都埋山山，来年长满红伞伞。一早上过去了，火锅店竟然没有一个客官。没事，慢慢来。九转丹楼开业的时候已经经验过了，咱们这次慢慢来。太阳快落山了，依旧没有一个客官进来。小姐，我去一趟丹楼，你看着点店铺。好。杨华拿着这几日他手绘的优惠券进了九转丹楼。只要是进九转丹楼买丹药的客人，他就会走上去送一张优惠券。火锅店和丹楼都是小姐的产业，希望大家能捧场。所以在丹药楼拿到优惠券的客人买好丹药，就会赶紧去火锅店那边。美味，没想到这东西居然这么美味好吃啊！您好，请问您想买点什么类型的丹药？您有会员吗？咱们这儿实行会员制度。司徒寒冷着一张脸，还是花银子办了一张会员卡。小丫头的店铺开业，拿着优惠券，司徒寒径直地朝着火锅店去了。客官几位啊？司徒寒没理会那店小二，径直地朝着收银台走了过去。老婆，我来了。客官，几位，那边有空桌，您可以随便坐。丫头，我不是九王爷了，没有月俸了，以后要靠你养了。客官，你认错人了，要是不吃饭，麻烦你出去。小九他们是骑着契约兽来的，明明比九王爷先一日出发，但是却没有九王爷的飞船快，反倒是落到了后面。这也行啊！原来九王府那个女人是冒牌货，难怪被休了，难怪九王爷对她比陌生人还不如。真正的小王妃竟然一直在三不管地带。哎呀，小王妃的饭店开张了，怎么着也要去胡吃海吃一顿呐！黄老头这个老顽童，硬是让丁姨娘、小九还有南宫欣凑了银子，然后来吃火锅。吃饭吗？消费吗？不吃火锅不消费，抱歉老娘不招待。哪里来的打哪里去。司徒寒没办法，只能选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在店小二的推荐下，司徒寒点了一个麻辣锅。这个时候，妃子笑偷偷溜进了后厨，在司徒寒点的汤锅里放了一大把的辣椒粉。吃，让你吃，那就好好吃。小姐，你们认错人了。吃饭吗？几位？南宫欣他们几个也不理会妃子笑，原本是打算来吃火锅的，但是这个时候店里的生意明显好了起来，他们也顾不上吃了，赶紧去帮忙打下手。一些红衣的魔尊回来了。那是魔尊吗？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
魔界的王吗？天哪，那魔兽，那竟然是9阶超神兽！等等，还是2只9阶超神兽，1只7阶神兽，这派头可比美女威武700多了呀！笑笑，断魂森林下雨了，这一趟真不容易啊，累死本尊了。有没有奖励啊？香吻要不要给一个？去洗个热水澡，然后来用晚膳吧，所有人都等着你呢。还是笑笑关心本尊。好呢，我去换身衣袍就来。难怪了，原来是九王爷。他说怎么突然就低气压了？有人想要杀他呢。哟，九王爷啊，真是稀客啊！怎么一个人吃火锅啊？吃火锅要2个人一起吃才好吃呢，怎么不把九王妃带过来？哎呀，本尊是不是说错话了？九王爷被九王妃抛弃了呀？没关系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顿火锅，包治百病。这顿火锅，九王爷放心吃吧，不算钱，就让我和笑笑这对夫妇请了。九王爷慢用，本尊去换衣服了，笑笑还等着本尊用膳呢，饿坏了丫头肚子，本尊心疼。骚包，夫妇？什么夫妇？谁和风清墨是夫妻了？他和圈养的母猪是夫妻差不多。该死的！随便吧。不一会儿，风清墨就换了一身衣袍出来。虽然火锅店的店铺很大，但是还是不够做。没办法，到了夜深的时候，依旧还有客官进来，可所有的食材都卖空了，只能明日再来了。就连妃子笑他们自己吃的那一桌也卖了出去了。夜深了，火锅店打烊了，他们终于有时间用膳了，大家一起吃火锅。两位，今日多谢了，这是2枚9转丹药，小小心意，两位收下吧。小庙容不下大佛，两位明日不用来了。哼，解气。什么夫妇？哼，有妄想症吧？狠心绝情的丫头。就在风清墨郁闷的时候，司徒寒收起了桌上的丹药，笑嘻嘻的起身离开了。于峰，定客栈。魔尊，走吧，咱们继续一醉方休。于是风清墨和司徒寒换到了客栈，秉烛夜谈。风清墨哪里知道，他喝的酒已经被司徒寒放了100日醉，普通人喝了这酒最少也要醉100日，像魔尊这种修为高的强者，醉3-5日应该可以吧。等他一觉醒过来，他和小丫头已经和好如初了，完美。2个时辰后，风清墨醉得趴倒在了桌上。3更天，司徒寒从客栈飞身出来，径直地朝着9转丹楼去了，目标很明确，爬墙。该死的司徒寒！那日在魔界的时候，妃子笑就下定了决心，要和司徒寒一刀2断，从此真正的各自生欢了。哪知道司徒寒一出现，他那些努力白费了，金针飞转，直接朝着窗外射了出去。滚！不解气，妃子笑又对着窗外补了几枪，那暗器直接打在了九王爷的肩膀上，发出一声闷哼。击中了？怎么就中枪了？这……丫头，当日在魔界，为夫不是故意的，只是这件事情太过于复杂，为夫需要时间处理。丫头，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他受伤了。玄宗师，给九王爷处理伤口，深夜出诊费翻倍。王爷，这子弹要尽快取出来，需要动手术，您跟我来吧。不让小丫头消气，他是不会离开的。他虽然带着那个女人回九王府了，但是每日都会给小丫头写一封书信，让玄武送过来。他做了什么，什么行踪，书信里都清清楚楚。哪知道天空不作美，闪电伴随着雷声响了起来。这正是雨季，一到晚上几乎都会下雨，这才是野生菌生长的季节，雨水越好，野生菌生长得越茂盛。可是这却苦了九王爷。王爷，先回吧，这伤口再不处理要发炎了。王爷，
您发烧了，走吧，先去处理伤口。躺在床榻上的妃子笑眉头越蹙越深了。妃子笑越是纠结，那雨就好像要和他作对一般，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九王爷，您请回吧，我不会医术，也不会救人，王爷认错人了。这丫头真是够心硬的，到了这般依旧可以做到不闻不问，淡漠的可以，真是个没良心的小丫头啊。小丫头之所以这么生气，是不是根本没有收到我的那些信件？该死的风清墨！给风清墨放百日罪的同时，就应该放点毒药，毒死他算了。司徒寒转头斜睨了一眼玄宗师，大手一挥，布置了一个结界。不，王爷，这方法不合适，我会被师父赶出师门的，使不得，使不得，不行的。你要违背本王的意思？见玄宗师沉默了，司徒寒撤掉了结界，咚的一声，司徒寒倒在了地上。王爷，王爷你怎么了？小王妃，快点出来，王爷晕倒了。原本妃子笑就在纠结，其实早已经穿好了衣袍，只是没有突破心里最后一道防线。晕倒了？怎么回事？怎么会晕倒？司徒寒不是超级强者吗？怎么这点伤就会让他晕倒？他一个箭步走过去，赶紧打开门。怎么回事？快让人把他扶进来。小九，去准备一套干净衣物来。妃子笑一声令下，打破了九转丹楼的宁静，所有人都开始忙碌了起来，一人升天，鸡犬当道。丁姨娘也被玄宗师做主放了进来，所有人都开始忙碌了。床榻上，司徒寒一身湿漉漉的躺着，身上黑色的衣袍看不出任何的痕迹，但是血腥味很足，紧紧地贴着皮肤。小九拿衣物来了，但是谁给司徒寒换衣物成为了难题。妃子笑一咬牙，把小九、玄宗师他们都赶了出去。还演戏？你是要我给你换衣服吗？司徒寒果然睁开了眼。幼稚鬼！老婆，手疼，还不起来？你帮下忙。妃子笑直接无视了司徒寒的请求，伴随着他的动作，那个被枪伤的伤口开始不停地往外渗血，干净的衣袍又被鲜血打湿了。疼死他！这男人真是欠收拾。行了，坐过来吧，子弹不取出来，疼死你！还是丫头对老公我最好了。当妃子笑拿出手术刀准备处理伤口的时候，司徒寒突然一把抱住他。放手！你干什么？你看清楚我是谁？你认错人了。自家的小丫头，她怎么可能认错？化成灰都能认识。丫头，太好了，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丫头，我的丫头。这个男人在害怕，他是害怕失去我吗？所以他一直都知道我不是原主，是这样吗？妃子笑竟然有点舍不得推开司徒寒了。过了半炷香的时间那么长，你先放开，先把伤口处理了。在妃子笑一再要求下，司徒寒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开了他。妃子笑拿出手术刀，开始给司徒寒处理伤口。虽然他不计前嫌接纳了司徒寒，但是气还没有消，以至于当妃子笑在给司徒寒取子弹的时候，没有用麻药，直接上手了。别动，忍着点，马上就快好了，快了。小丫头嘴上这么说，但是动作很是慢条斯理，一点都没有着急的意思。算了，这点疼算什么？只要小丫头高兴就好。丫头轻点儿，你是要谋杀亲夫吗？啊？王爷，你这伤口情况不怎么好，得加点辣椒面或者盐处理一下。过了很久，司徒寒的伤口总算是处理好了。妃子笑慢条斯理地处理那子弹，还要再利用呢。司徒寒已经从空间里拿出一套衣袍换上了，干净整洁以后，不由分说直接把妃子笑禁锢在怀里，低头就压了上去，迫切的、急切的、激情的、迫不及待的要感受小丫头的存在。床榻被司徒寒衣袍上的水弄湿了，怎么办？没关系，不是还有桌子吗？房间里激烈到了极点，司徒寒故意没有设置结界，他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他和小丫头和好如初了。空间里，妃子笑在房间里睡觉，司徒寒则心惊的逛着虚无空间。仙果、灵芹，各种药材，
各种培育的变异毒株，还有那圣泉水。小丫头的空间里竟然有圣泉水，难怪了。妃子笑空间里的那些契约兽们感受到陌生的气息，都躲了起来。这个时候青龙更是不敢现身了，躲得比谁都快。要是知道他的真身是一个男子，还是一个美男子，那不得吃醋啊。这天晌午，就有小二来九转丹楼找妃子笑。小姐不好了不好了，火锅店被人砸了，有人在火锅店用膳后中毒死了，好像是食用菌子中毒了。中毒死亡了？怎么可能？难道有人看火锅店的生意好，故意来砸场子？走，去看看。这个男人是谁啊？怎么又是一个超级强者，修为深不可测啊？最近三不管地带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几日就涌进来无数的超级强者，还有这飞小姐，身边的人修为都很高。怎么现在又多了一个强者？难道飞小姐移情别恋，抛弃了魔尊？强啊，不愧是飞小姐，活出了新女性的生活。什么时候小丫头移情别恋了？从始至终都没有风清墨什么事头。风清墨就是单相思，一厢情愿而已。幼稚鬼，醋鸡。时间长了，司徒涵就有安全感了吧？当司徒涵靠过来的时候，主动的伸手拉住了司徒涵的大手。既然这是从一而终的选择，那就坚定点，给他安全感吧。当司徒涵感受到那双小手凑过来的时候，赶紧握住了。此刻火锅店的门口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儿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你怎么就这么丢下娘亲和你的妻儿了呢？我们家就你这么一个顶梁柱，现在你让我们怎么活呀？活不下去了，哎呀，哎呀！飞小姐来了，飞小姐来了，她就是这店铺的老板。那老夫人一听店铺是妃子笑的，我的儿啊，我的儿都被这黑心的商家害死了，这让我们老李家可怎么活呀？不活了，老身也不活了，直接跟着去算了。妃子笑没有理会那老妇人，而是朝着那尸体走了过去。她低头看了一眼，确实是中毒死亡。火锅店的菌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是不是毒菌子，当初妃子笑也给店铺从上到下的员工都培训了，就连那几只魔兽他也单独培训了。就在妃子笑去查看尸体的时候，司徒涵已经让杨华打样了。今日火锅店不营业，然后把受害者的家属请到了火锅店里面，免得大街上让人看热闹。不管李书瑞是不是吃了火锅店的菌子火锅中毒，他们都要把这件事解决了，免得影响火锅店的生意。九王爷就让玉峰去丹药楼那边拿了100两黄金过来。当老妇人李大娘拿到了100两黄金的时候，就止住哭泣了，也不撒泼了，拿着黄金眼底放光。这下发财了，李大娘拿着黄金救出了火锅店，并且让暗处的李家人把儿子的尸体拉回家去，入土为安。娘，夫君的命在你眼底就只值这么点银子吗？这是人命啊，这可是一条人命。娘，你拿了仇家的银子就想息事宁人，你让奴家有何颜面下九泉去见夫君？他死不瞑目啊！这是要反了天了，反了天了！那你要怎样？陈红花，你别忘记了，你不过是10文钱买回来的田房而已，真当自个儿是李家人了？李家还轮不到你做主。行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拉回去埋了。夫君，妾身来陪你，你等着妾身来给你作伴，黄泉路上不孤单。这个时候，一直注意着他动静的岳雷一个瞬移挡在了陈红花的面前，把他弹了回去，跌坐在了地上。贱人，你要干什么？你害死了我夫君，想用银子就打发了，现在我求死你也要拦着。你到底有何居心？李家有什么是你图谋的？你不就是为了李家的藏宝图吗？你这贱人真是其心可诛。藏宝图？这李家有什么藏宝图？
难道这飞小姐真是为了李家的藏宝图？李淑瑞不同意，所以强取豪夺，要了其性命？藏宝图？我们李家根本没有什么藏宝图啊！这婆娘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贱人，闭嘴！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李家哪来什么藏宝图？简直就是胡编乱造！自从你这个扫把星进门，李家就怪事不断。老身儿子就是被你这扫把星克死的，老身还没找你算账，你竟然敢给李家添堵！老身看你是活腻了。二娃三娃，把这扫把星给娘绑回家，别耽搁东家做生意。好娘亲。李家几个5大3粗的大汉一左一右架着陈红花，再抬着尸体就离开了。是不是感觉那妇人有问题？有种熟悉感，像我们认识的某人。看热闹的人散去了，司徒涵他们依旧还在火锅店里。等等，还有一个人，当初丞相府的姨娘，也就是飞傲天的侍妾苏月华。对，就是苏月华。她是来自于21世纪的现代人，还恪守着公民的准则，杀人犯法，不能滥杀无辜，才弄死一个妃子熙，又来了一个苏月华。不行，欧阳菲菲凭什么历劫结束了？她就应该待在炼狱，永世不得超生。所以苏月华来了。对，陈红花就是她就是陈红花，不过是夺舍了而已。当晚李家32口人死于非命，凄惨到了极点。第二天一大早，陈红花拿银子雇人，把33具尸体整整齐齐地摆在了丹药楼门口。丫头，这情况诡异，丹药楼门口已经被布了杀阵，这个时候出去就会触动阵法，这杀阵很厉害，是魔界失传的阵法。什么？苏月华不是没有修为吗？只是一个普通人，怎么和魔界扯上关系了？当妃子笑得知真相，风清墨一直在背后捣鬼，司徒涵送的那些信件都被风清墨扣下来了，以至于他和司徒涵才发生了这么多误会。妃子笑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一气之下又给风清墨下了一种毒，然后让青龙连夜打包把他送到了断魂森林中。他的魔兽又给断魂森林的魔兽开了一个小会，所以风清墨会在断魂森林历练，直到他走出来。司徒涵出去干什么？邪气病长了吗？再说了，这苏月华可比妃子熙厉害多了。只见陈红花正在尸体的中央，那些尸体竟然被摆出了一朵类似于菊花的形状，围成了一个圆圈。所有尸体的脚都对着陈红花，它就像是菊花的花蕊一般。原本那些尸体就是被陈红花杀死的，因为这一切都被九王爷的人目睹了。雕虫小技！轰隆一声，那些尸体竟然自燃了起来。九王爷就是这样的手起刀落，免得麻烦，懒得动手，直接就一把火烧了。九幽黑莲的本源之火可以烧尽一切的东西，更何况是几具尸体。这也行啊！该死的，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为什么？司徒涵到底是谁？他不就是圣王朝的摄政王吗？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是谁？到底是谁？他的身份，他配知道吗？小贱人，你躲在男人身后算什么本事？你真是好狠毒的心啊！为了让李家人为火锅店洗脱冤屈未果后，竟然屠了李家32口人。你这样的人就不配在三不管地带交易，赚的全是黑心钱。奴家要为李家33口人报仇雪恨，你有本事出来迎战！陈红花想要激怒妃子笑迎战，在外面历练了半年，苏姨娘怎么就没有长点脑子呢？妃子熙恐怕就是遗传苏姨娘的智商才会惨死。苏姨娘是想下去陪她吗？被识破了！小贱人，既然你知道我是谁，赶紧出来受死！当什么缩头乌龟，丢人！妃子笑直接破了九王爷的结界，一个飞身朝着苏月华攻击了过去。既然要找死，那就成全你了。妃子笑一击，灵力汇集在手掌，威压一释放，苏月华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一击直接被击飞了。
不可能，怎么可能？费子孝这个小贱人竟然有这么高的修为，一掌下来根本接不住，怎么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小贱人的修为什么时候这么高了？不应该呀！西西也只是说小贱人炼丹药很厉害，但是却没有说过她修为高，怎么会这样？输了，这一次是真的输了。你以为我死了你就能安然无恙吗？不可能，小贱人，你永远都别想救出你娘亲，别想！丫头小心，他要自爆！苏月华一个飞身朝着空中冲上去，砰的一声自爆了，那声音响彻整个上空。苏月华是自爆，但是更像是某种信号，他仿佛是在通知谁。大哥，这怎么有点像是娘亲说的信号弹啊？可以通知上界的信号弹。糟了，这就是信号弹！难道敌人找到小妹了？大哥，快点，小妹有危险了！要是被咱们的敌人先找到小妹，小妹就有危险。快点走，我们快去九转大楼。为了早日到达三不管地带，他们甚至召唤出来了契约兽，并且是一出生娘亲就送给他们的契约兽，是他们的本命兽。小妹也有本命兽的，只是小妹的本命兽还封印着而已。南宫欣可是娘亲留给小妹的人，他们可以无比的确定小妹就在三不管地带，或许小妹就在九转丹楼，可能是元婴的状态，所以欧阳希和欧阳婷两人一合计，直接把原主带来了，指不定小妹还需要这具躯体呢。大哥，我们这是要去哪里？非要这么赶吗？我不去了，你们两个爱去就去吧，我要回去找九王爷，万一他回心转意后悔了呢？欧阳希和欧阳婷对视了一眼，两个人的表情都很是一言难尽，不知道怎么开口。傍晚的时候，终于进了三不管地带。欧阳婷带着原主去了三不管地带的客栈，三哥欧阳希独自一个人来到了丹药楼。客官你好，你有会员卡吗？需要买哪方面的丹药啊？你好，我找你们的东家飞小姐，麻烦您通知一声。欧阳希看到了妃子笑。娘亲，您回来了。三哥，妃子笑已经可以确定她的身份了，她就是欧阳希和欧阳婷的小妹，欧阳家那个被团宠的妹妹。过了一会儿，她才松了口气，面前这个人确实是小妹，而不是他们娘亲。现在的小妹和娘亲长得真是一模一样，仿佛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欧阳希和妃子笑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1个时辰，具体说了一些什么没有人知道，而后欧阳希就离开了。原本今日欧阳家两兄弟要带着原主回圣王朝的，哪知道临走时原主说要在街上逛一逛。司徒寒，你休我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吗？王爷是移情别恋了吧？所以不是臣妾做的不好，而是因为你喜欢上其他人了。是这个贱女人先勾引你的吗？你到底知不知道她之前是冒充的，不过是顶着臣妾的身份而已，臣妾才是真正的相府大小姐，你爱错人了。小九，掌嘴。是，王爷。暗处的小九二话不说，现身后直接给了原主几个大嘴巴子。现在妃子笑身边的人都知道的真相，小九几巴掌就把原主打懵了。就是你，就是因为你，那个贱人，你怎么不去死？那个恶毒的贱人，抢了本宫夫君，你就应该下地狱！大哥、三哥，当初就是这个女人害死我的，你们要为我报仇，杀了她，必须要杀了她！放肆！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一点教养都没有！赶紧给飞小姐赔礼道歉！大哥，你帮她，你竟然帮一个外人！我才是你小妹啊，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妹妹啊！这个贱人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这个原主就不应该醒过来，她已经死了，死了倒是清静了，可再复活了，一切都是麻烦，真不知道拿这个原主该怎么办。现在的原主尖酸刻薄，心胸狭窄，心思歹毒，抢了你的夫君，你也配？如果当初不是我，你应该是五皇子司徒羽的娘子，
现在什么东西是通过你的努力拥有的？炼丹你会吗？你有修为吗？如果你有能力改变，你就不会在丞相府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吃一顿饱饭都是奢望。你告诉我，现在的这些东西是你的能力能拥有的吗？你别强词夺理，要不是你多生抢了身躯，你能嫁给九王爷吗？你做梦吧！确实，所以被休的那个人是你，而不是我。妃子笑一个转身，伸手勾住司徒寒的脖子，凑上去就是吧唧一口，动作大胆，张扬放肆。看到了吗？他，司徒寒，从始至终都是我的男人，懂吗？丫头，这种事情还是为夫来。王爷，您既然这么喜欢他，臣妾同意你娶她过门，好不好？大不了我们以姐妹相称，成为平妻。回到九王府，臣妾就张罗着给你纳侧妃。平妻、纳侧妃、姐妹相称，这原主是不是脑子有毛病，进水了？竟然这么不要脸，这种话也能说得出来？臣妾？哪来的臣妾啊？原主已经被九王爷休了，一纸休书从此一别两宽。那休书的内容还是用了当初妃子笑写休书的内容，不过是改了一下称呼而已。一纸休书，一别两宽，各自生欢。平妻、侧妃，本尊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娘子，就是身边这位。你是谁？和本尊熟吗？不，王爷，臣妾是你明媒正娶的发妻啊！那些耳鬓蜜语，王爷难道就忘记了吗？你确定那是你？本尊为什么在你醒来后休妻？那是因为你不是他，懂吗？咚的一声，原主跌坐在了地上，怒火攻心，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不是这样的，王爷爱的是我才对，不是那个小贱人。原来如此，你们也知道其中的缘由是不是？所以当初我被休的时候，你们才没有出来为我做主。如果是他呢？他被九王爷休了呢？你们会怎么做？不会，小妹不会被休，只有小妹休司徒寒的份儿，轮不到司徒寒休妻，他不敢。小妹，所以她才是你们的小妹。那我是什么？我是不是那个该死的人，就不应该存在的那个人是吗？确实，你大婚当日死了以后就不应该复活，你复活只是一个意外而已，你的存在只是为了养小妹这具躯体。现在小妹回来了，你就应该功成身退了才是。不过我们欧阳家还是很感激你。原来是这样。原主又是一口心头血吐了出来，整个人昏迷了过去。不好，他的元神离体了，这样下去会灰飞烟灭的。欧阳希一张符箓下去，依旧没有任何的作用。怎么回事？元婴是人活着的时候可以元婴出窍，而这个时候是元神了，证明原主已经死了，魂魄再一次离体了。三弟，你送他一程吧，给他选一个好的轮回道，保证他下辈子衣食无忧，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中，受尽宠爱。咱们欧阳家终究是亏欠了他。欧阳希点了点头，竟然也跟着元神出窍了。怎么回事？欧阳希活着的时候竟然能够元神出窍，这欧阳家真是越来越神秘了。妃子笑赶紧让南宫欣他们赶马车过来，把他们带回九转丹楼。九阶超神兽，给小妹拉马车的竟然是2头9阶超神兽，这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在欧阳婷的震惊中，他们回到了九转丹楼。现在妃子笑也不需要原主这具躯体了，就当他们在矛盾怎么处理这具尸体的时候，那尸体眨眼间竟然消失了，灰飞烟灭了。轰隆轰隆，几个震耳欲聋的雷声响彻天际。妃子笑赶紧坐下来打坐，准备立天雷飞升了。不对劲，小妹这个时候不应该飞升，不好，是仇家吵来了。这个时候飞升对于妃子笑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反而是一件要命的坏事。不好了不好了，是谁触犯了天道？天道要来抓人了，赶紧跑啊！快点，晚点就要被抓走了。玄宗师赶紧让丹楼的伙计打烊了，全部进房间，不要出来。青龙、玄武，控法。是。一声龙啸，青龙冲上了天空，在乌云间穿梭，释放着上古青龙的威压。玄武一出来，同样是现了真身，他趴在地上，威压释放，同时又保护着玉峰他们所有人不受威压的影响。
青龙。是。九王爷纵身一跃，直接站在上古青龙的龙头上，冲上云霄，朝着那厚厚的乌云层冲了上去。云层中，九幽黑莲的力量一瞬间迸发了出来，本源火焰包裹着司徒寒的全身。乌云中的2个若隐若现的身影被这眼神一横扫，缩了缩脖子，赶紧收了手上吹风的布袋和造天雷的工具，象征性的吹了几下，打了几个天雷，赶紧夹着尾巴灰溜溜的离开了。逃了一段距离，这才狠狠的松了一口气。那是三尊吗？他还活着？那下界的女子是三尊的人，我们俩怎么回去复命啊？没成功，不敢造次，还丢了性命。另外一个一脸的丧，只能瞒着了，能多瞒一刻是一刻。想来只是下界的一个凡人，翻不起什么风浪，回去就说死了吧，要不然两边都不讨好。虽然咱们是上神，但是就刚刚那位，那谁敢得罪啊？就连高位上那位也不敢得罪他，我俩是不要命了吗？只能是这样了。回去咱们就说完成了，绝对不能提遇到三尊这事儿。好。司徒寒把2人的对话尽数的听到了耳朵里。之前就有猜测欧阳家的敌人来头不小，但是司徒寒没有想到竟然是上界的神，一个能指使风神和雷神的人。哼，看来小丫头必须要快速成长了，要不然真的对上那敌人没有一点的胜算。小丫头这个时候不能飞升，一旦飞升不过是一个下等上神，就成为了别人菜板上的鱼肉，还不得任人宰割。这是在开玩笑，这是飞升的雷劫，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也行？这可是上古青龙啊，怎么甘愿被人踩在脚底，还一副心甘情愿甘之如饴的模样啊？司徒寒来到妃子笑的身边，为他护法。这一战就是漫长的岁月，要直到天雷结束。7日后，乌云渐渐的散开，在九转丹楼的上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散发着金光的梯子。天梯？这是天梯？金光闪闪的天梯？天哪，真的是传说中的天梯！咱们玄月大陆这样的低等大陆，也有灵修修仙成功，成为上神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传说只要跟着这天梯上去，就能成功到达上界，成为上界的神啊！丫头，收住威压，把灵力压回去。就在妃子笑还在收威压、控制灵力的时候，天梯逐渐的变得透明了，直到最后消失不见。司徒寒见妃子笑眼神射过来，伸手摸了摸他家小丫头的头，这才慢条斯理的给妃子笑解释上界的仙体等级。上神的修为也是分等级的，按照灵皇、宗皇、神皇、地皇、圣皇、尊皇划分。他们所有人努力修炼，就是为了去给别人当小弟提携的。据说中途下天梯是要付出代价的，是对上界的藐视，上界的亵渎，要受到惩罚，可能会直接废了修为。没事，下界修炼一样的，咱们不上去。回头什么时候想上去了，我带你上去逛一逛。逛一逛？逛上界？司徒寒这是把上界当后花园呢，还去逛一逛就下来？你什么修为？到神皇了吗？或许是宗皇？没事，不说也没关系，我只是随口问一问。不是，我也不知道我的修为是什么等级，神皇还是圣皇，真是不清楚。回头上去找水晶柱测一测吧。这下妃子笑更加的猛了。难道司徒寒是满级大佬？不可能，不可能是满级大佬。事实上，司徒寒没有敢告诉妃子笑，在他没有历劫轮回之前，他的修为就是满级，就是尊皇，所以他才有三尊这个称号。哎，小妹，不好了，你三哥出事了，你快去看看。能出什么天大的事情啊？三哥欧阳希可是鬼医，应该是出不了什么事儿的。等等，欧阳希不是去送原主了吗？要去给原主找一个好一点的人家投胎轮回，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幺蛾子？走，去看看。这个时候的欧阳希安静地躺在客房的床榻上，呼吸平稳，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甚至也用了欧阳家失传的召魂术，依旧没有反应。其实
他的深意是去找司徒涵，这件事儿他家小妹解决不了。大哥，三哥的元神没有回来，赶紧给欧阳希把脉，查看其他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欧阳希的身体倍儿棒，没有任何的损伤。欧阳婷和司徒涵对视了一眼，只见司徒涵点了点头，走到床榻边，在欧阳婷的眉心点了一道金光。透过欧阳希的意识，他们看到了黑化的原主。夫君，臣妾等你下来圆房啊。对了，把那小贱人带下来。小妹别来，你们不要管我。欧阳希被绑在了一个满是雕刻着梵文的柱子上，那柱子立于大火中央，那是邪恶的地狱之火。怎么回事？原主不是没有修为，只是普通人吗？欧阳希的修为不低，为什么反而被他制服了，绑了起来？三哥，我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啊，毕竟我不是你们真正的小妹，不是吗？妃子笑应该不会放任你不管的吧？三哥就好好待在这里，等他们下来救你吧。怎么会这样？小贱人，你敢来吗？你要是不来，你三哥就要遭殃了。你说，本公主要是杀了欧阳希，你娘亲到时候会不会怪罪你呢？啊？当然，想让本公主放了他也可以。本公主3日后在地界准备大婚，只要司徒涵愿意当本公主的驸马，成为地界的驸马，本公主就放了欧阳希。司徒涵，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那小贱人吗？既然你爱她，应该也愿意为她牺牲吧。记住，3日之后咱们不见不散。地界，那不就是炼狱吗？欧阳菲菲并非普通人，她孕育的女儿虽然需要历劫归来才能解开封印，那在此之前的原主又怎么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呢？为什么原主就不能历劫呢？当她的元神彻底在玄月大陆消失的时候，也就证明原主历劫结束，她恢复了真身。地界的妖姬公主，妖姬欢天喜地地回到了地宫，就开始试喜服了。妖姬身边的婢女走进来通报，炎帝来了。父皇，您来了，女儿这一身好看吗？你说司徒涵会不会喜欢？当然漂亮了，谁敢嫌弃地界的公主不漂亮啊？不想活了？那区区一个凡人能娶到你，那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气。妖姬性格偏激，竟然纵身跳进了轮回池，并且以曼珠沙华的花语诅咒自己：花开不见叶，叶生不见花，花叶生生两不见，相念相惜永相失。诅咒自己绝情绝爱。炎帝哪知道，他以为的普通人，瞧不上眼的九王爷，就是他眼中那个唯一不可能看上爱上他女儿的人。房间里，王爷，你这长相确实有点招人惦记，怎么着，要不收了？3日后本正妻陪着你去纳妾。纳妾？司徒涵斜睨了一眼妃子笑，然后二话不说，直接把他扛了起来。大哥，我和笑笑去商量对策。欧阳婷本来就是冰冷的性格，自然是不解风情的木头，以为司徒涵真的要带着妃子笑去商量对策。3日后这地界还是要走一遭的，不过商量对策就商量对策嘛，动作怎么能那么粗鲁呢？不懂，搞不懂。哎，算了，让他们商量对策吧。我得回一趟圣王朝，要去取一样东西，到时候下了地界也不至于一直被动，大不了直接掀翻了地界，把三妹救回来。即使真的不幸福，那就让欧阳希就在地界算了，当一个虾兵蟹将也是可以的，但是绝不能牺牲小妹的幸福。完了，这话说错了。司徒涵已经把他扛回了房间，丢在了床榻上，动作粗鲁，神色严肃。那个老公，我是开玩笑的，就是嘴瓢一下，别当真嘛。你放心，就算是去了地界，我也不会用你去换欧阳希的，大不了把欧阳希嫁给那谁，行吗？对，就把欧阳希嫁过去，别气，别生气，行不行？
本来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吃肉的九王爷哪里忍得住？丫头，晚了，你老公今日要重振夫纲。司徒寒大手一挥，一个结界就布置完成，结界里灯黑了，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适合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不就是藏了几封书信吗？司徒寒字那么丑，那书信没眼看。该死的，这对腹黑的夫妇，不感谢我就算了，竟然还恩将仇报。不对，不是夫妇，小丫头是我家的。司徒寒，你等着！即使魔尊没有了修为，但是那些魔兽依旧不敢靠近山洞，危险的人任何时候都危险。风清墨的8大婢女早就来断魂森林了。风清墨之所以没有离开，他就是想看看那没良心的丫头什么时候想起他来。尊上，夫人的契约兽进断魂森林了。一瞬间，风清墨笑了。没几天丫头就来接我了，算她有良心。我收拾她的时候会轻点。那没良心的丫头哪里有时间惦记他呀？此刻早已经要死要活的瘫软在了床榻上，声音嘶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惦记魔尊的绝对不是妃子笑，而是司徒寒这个情敌，他就要把魔尊这个情敌打包嫁出去了。稍晚的时候，五行麒麟和火麒麟就带着风清墨回来了。丁娘他们甚至备好了水，准备好干净的衣服，让魔尊沐浴更衣。一大桌子魔尊喜欢的膳食送到了他的房间。你们家飞小姐呢？回风公子，小姐正在房间补觉呢，您先用膳，小姐可能会晚点过来。可以下去吧。对了，司徒寒呢？他在哪儿啊？风公子，王爷几个时辰前就出门了，去向不明。这丫头和司徒寒彻底闹翻了。也对，司徒寒那种霸道不解风情的铁树懂什么怜香惜玉啊？任何女人跟着他都没有好下场。好在小丫头现在知道我的好了，回头是岸了。那行，我就吃饱喝足了，等着小丫头睡醒。风清墨之所以会这般脑补，而是因为五行麒麟和火麒麟去断魂森林找魔尊的时候就灌输了一整套。他们主人和九王爷吵架的时候，主人伤心欲绝，决定和九王爷分道扬镳。主人觉得因为九王爷的事情迁怒魔尊这个朋友，心里过意不去，很是抱歉，所以以他们这2个神兽来接魔尊回九转丹楼。妃子笑的虚无空间是司徒寒赠予的，虽然给了妃子笑，但是依旧留有司徒寒的气息。加上前不久妃子笑就带着司徒寒去了虚无空间，也给了司徒寒权限。现在司徒寒可以自由进出虚无空间，自然能够指挥虚无空间里的契约兽。此刻就在九转丹楼的后院房间里，魔尊洗着花瓣浴，心情那叫一个好啊，就差哼着小曲了。这么好的酒就这么糟蹋了，哎。就在风清墨沐浴的这会儿，这百日醉也已经研制出来了。真正的妃子笑在房间里呼呼大睡，而玄武幻化的妃子笑出现在了风清墨的房间。因为幕后有九王爷这么一个军师指导，玄武一举一动一眸一笑都很像妃子笑，身上甚至还有妃子笑用的香，那味道也是一模一样。此刻的风清墨灵力还没有恢复，哪里知道这是一个坑，一个巨大的坑。几杯下肚，风清墨在心甘情愿中又醉倒了。这一醉他就要被卖身了，卖身给地界的妖姬公主了。一行人组团去了地界，刚刚到地狱之门就迎来一股喜气。寒狼，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来人，带驸马去换喜服，别耽搁了拜天地的吉时。寒狼，喜服早就为你准备好了，先去试试合不合身。现在离吉时还有一段时间，绣娘还有时间修改。快请本公主的客人去正殿坐，谁要是敢怠慢客人，本公主绝不轻饶他。欧阳熙呢？你把欧阳熙交出来，要不然别怪本将军不客气。
大哥，别着急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妹妹和九王爷拜完天地，三哥会出来跟你们团聚的。放心，妹妹下面的人把三哥伺候得很好。你把欧阳熙怎么了？大哥，你这么紧张做什么？那可是本公主的三哥，本公主怎么会亏待他呢？放心，三哥现在正在享受天伦之乐呢，我安排了好几个美姬伺候着他呢。好了，大家快进去吧。欧阳婷已经有拔剑的冲动了，这把剑可是娘亲留下来的剑，上可斩天神，下可斩妖魔。就在欧阳婷有这倾向的时候，妃子笑不着痕迹地拉了拉他的衣袖，那意思很明显，就是让他不要轻举妄动。不行，为了救老三，怎么能牺牲小妹的幸福呢？要是小妹不要司徒寒了还好，那时候就是司徒寒有多远死多远，别来面前晃悠碍眼睛。可现在呢，他们明显是两情相悦，感情很好，自然不能为了欧阳熙牺牲了小妹的感情。没办法，他们欧阳家就是重女轻男，妃子笑可是10几代单传的闺女。欧阳家什么也不多，就是男丁多，男丁就是草芥，闺女丫头就是宝贝。进去吧，喜服在哪里？同意了，司徒寒竟然同意了，以后司徒寒就是地界的驸马。韩郎，我带你去吧，就在咱们洞房的房间换喜袍就可以了。司徒寒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领着司徒寒就往地府准备的洞房去了。不送本王，本王虽然要娶亲了，但是好歹夫妻一场，送个祝福怎么样？本王准你最后一次为本王宽衣解带，换喜袍。事实上，他和司徒寒已经冷战很多天了，实在是这个狗男人太狠了。他这几日都躺在床榻上休养生息，昨日才勉强恢复了下榻。当他在客房看到昏迷不醒的魔尊时，又给司徒寒多了一个定义，那就是腹黑。司徒寒强行把昏迷不醒的魔尊塞进了他的空间里，司徒寒让他去洞房，那就是要搞事，故意冷着一张脸就跟着司徒寒妖姬去了他们的洞房。真是让人讨厌，这小贱人怎么就阴魂不散呢？韩郎，你和飞姑娘进去换喜服吧，我在门外等你们，好好的和飞姑娘道个别。接下来他们要送妖姬一个大礼，炎帝的小女儿新婚，四海八荒，上界的神指不定都要来参加这婚礼。对不起，瞒不住了，他的真实身份是三尊。半炷香后，妖姬也换上了凤冠霞帔，由喜娘牵着来到了洞房门口，等着司徒寒换好喜服出来拜天地。穿着喜服戴着面具从洞房走出来的人不是九王爷，而是九王爷的契约兽玄武。待玄武牵着盖着喜帕的妖姬去正殿拜天地的时候，司徒寒把虚无空间里的魔尊放了出来，准备好了一切，司徒寒大摇大摆的带着妃子笑去了正殿。而此时欧阳熙和欧阳婷正急冲冲的来找妃子笑。大哥三哥，走，我们去正殿吃席，这地界的膳食不知什么味道，走吧，一起。怎么回事？司徒寒不是在正殿和妖姬拜天地吗？这是哪一出啊？走吧，先吃席。到洞房后，妖姬坐立不安，难掩心中的喜悦，却又不得不坐在床榻上等着夫君挑开她的喜帕。夫君是需要休养一下吗？毕竟刚刚喝了不少酒。这个时候的大殿更是精彩了，三尊的真面目没有几个人见过，但是总有见过的人啊。这三尊怎么来了？既然来了，那就入席吧。而此时洞房里却发生了今天的大事，原本这个时辰还不会醒过来的魔尊突然睁开了眼。你是谁？滚！敢坐本尊的床榻？这怎么是风清墨？为什么会是风清墨？司徒寒呢？怎么是你？你为什么会躺在本公主的床榻上？司徒寒呢？你是不是把司徒寒藏起来了？该死的！风清墨什么时候进来的？地界关押的是元神，而魔界关押的是真正的魔鬼。司徒寒，本尊要把你碎尸万段！哟，这是整哪一出啊？妹子，你不会是看上本尊，不好意思开口，来了这么一出吧？
本尊就说呢，还光着屁股，巴掌那么大点儿的时候就喜欢跟着本尊转悠，原来是暗恋本尊呢。你要嫁给本尊，你家那老头能同意？哎呀，不管了，反正都已经到洞房这一步了，咱们先生米煮成熟饭再说吧。来，咱们一起生个臭小子出来玩一玩。风清墨看着他长大的，他什么样子风清墨没有见过。风清墨这言语直接让妖姬发飙了，急接灵力一掌就打了过去。风清墨，你去死！哟，大碧城，就这么恼羞成怒了？你不是要嫁给本尊吗？爱本尊爱得要死不活的吗？放心吧，虽然本尊只爱笑笑一个人，但是也可以把你收了，身子可以给你。来，抓紧时间。风清墨，是你故意来捣乱的是不是？你是不是把司徒寒藏起来了？是不是？对啊，本尊和司徒寒就是一伙的，是他告诉本尊你爱本尊不可自拔，要死要活的。本尊寻思着，虽然本尊不爱你，但是也是一个怜香惜玉的男人，也可以收了你。怎样，本尊够义气吧？你，司徒寒他们还敢留下来？好，那就都不要走了，全部留下来。妖姬跑过去就扑到了炎帝的怀里，哭诉着。什么？一个凡人竟然还敢戏耍我的皇儿，简直是反了天了！来人呐，把这些人给本王拿下，打下18层炼狱，永世不得翻身！炎帝一声令下，就有地界的兵冲上来，把妃子笑他们包围住了。白先生和黑先生首当其冲。哎，怎么办？这小丫头真是被司徒寒同化了，竟然这么腹黑呀！学坏了，学坏了呀！明明戏耍了人家妖姬公主，竟然还敢大摇大摆的留下来吃席。司徒寒真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目中无人呐！即使此刻被地阶的兵包围着，妃子笑依旧没有任何的感觉，该看戏就看戏。知道上一个拿着剑指着本尊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吗？刹那间，司徒寒释放着威压，房间突然传来了一丝凉爽，一瞬间到达皮肤，简直比地界的阴气还要让人不寒而栗。完了，这下完蛋了！三尊要是生气了发火了，大家都别想好过呀！放肆！司徒寒，你一个凡人，竟然还敢威胁本王的人！本王的皇儿能看上你，让你做地界的驸马，飞上枝头变凤凰，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道歉赔不是。本王的皇儿要是能接受你的道歉，本王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认下了你的驸马。要是你依旧执迷不悟，就别怪本王不客气了。哼，不客气？怎么个不客气法？这炎帝也真是的，三尊都自称本尊了，他怎么还没有幡然醒悟啊？三界有几个人敢自称本尊呢？风神和雷神赶紧过去劝炎帝。老弟，这事儿算了吧，强扭的瓜不甜，天涯何处无芳草呢？织女会找到更好的人。对，何必闹得难看？算了算了，走，我们兄弟喝酒，一醉方休去。你俩坐一下，等解决这事儿，咱们一定一醉方休。本王一定要给皇儿讨个公道。两位叔伯，这事不能算，妖姬咽不下这口气。司徒寒要是道歉，愿意和妖姬圆房，留下来做驸马，这事就既往不咎。要不然，他们都得死。他们这么目中无人，戏耍我们妇女，必须要付出代价。是毁灭还是新生，全看司徒寒的选择。这就难办了。司徒寒，你赔不是吧？本公主原谅你了。风神和雷神差点跪下来了。见过狂妄的，倒是没有见过妖姬这么狂妄的公主。哎，天作孽犹可活，地作孽不可活呀。风神和雷神也不敢劝了，在一旁尽量的减少存在感，免得惹祸上身。两边的人马对峙着，只需要一个契机，一言不合就开打。妖姬公主，
你怕是认错人了，这位是本姑娘的夫君，你的夫君是这位。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妖姬公主就是有夫之妇了。这当众红杏出墙，水性杨花，不好吧？这要是在上面，是要进猪笼的。这地界难道能纵容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发生？该死的，就是这个妃子笑！要不是妃子笑，我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她就是一个贱女人，也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让风清墨和司徒寒这2个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小贱人，难道是会妖术？妃子笑，这是不是你出的主意？这么阴损的招，只有你这小贱人才能想得出来。司徒寒二话不说，一个灵力球就朝着他打了过去，一言不合就动手了，没有任何的预兆。妖姬没有丝毫的还手能力，顿时身子飞了出去，狠狠地朝着一旁的桌子撞了过去。花儿，小心！炎帝的动作很快，眨眼间瞬移过去接住了妖姬。花儿，你怎么样？花儿，你别吓父王啊！花儿！妖姬张了张口，一张口，一口血又喷了出来，双手死死地捏着炎帝的胳膊，炎帝满是不甘和愤怒。花儿，你别说话，这事交给父王来处理，你放心，父王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你要的人，父王给你留下来，要想跑，那就打残了留下来。传本王口谕，除了司徒寒以外，其余的杀无赦，直接打入18层炼狱。是，炎帝。炎帝把妖姬交给了亲信以后，竟然亲自动手了，全身聚集着无数的阴气。他目标明确，直接就朝着妃子笑攻击了过去。小丫头，小心！笑！司徒寒抱住妃子笑，一个转身就躲了过去。风清墨直接一掌朝着炎帝对了过去，一时间2个人都因为巨大的灵力冲击后退了好几步。风清墨，魔界和地界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要是打破这平衡，使其生灵涂炭啊，那又何妨？本尊怕吗？哦，对了，告诉你一个真相啊，狗屁的井水不犯河水啊，相安无事，那是本尊不屑。地界屁大点的地方入不了本尊的眼，但是你想动本尊的笑笑，那就不好意思了。本尊不介意一统黑暗地狱，把地界和魔界合并了。就在炎帝还没有说出其他话的时候，直接攻击上去了。当炎帝想要动妃子笑的时候，就触犯了2个男子的逆鳞，魔尊更是对其动了杀心。以前不屑，现在干脆借此机会统一了炼狱算了。他家的臭丫头虽然气人，但是那也是他家臭丫头，其他人想要杀他，得问问他风清墨乐意不乐意。半炷香后，炎帝受了很重的伤，没有还击的能力了。当风清墨要赶尽杀绝的时候，风神和雷神出手了，2个人联手和风清墨打了个平手。风清墨也深知2个人联手想要拿下这2个上界的神不容易，毕竟他灵力才恢复了半个时辰不到，还有限制。尊上，炎帝是初犯，请您网开一面，饶他一命。尊上，炎帝是初犯，请您网开一面，饶他一命。地界不能乱，不能并入魔界啊，到时候真的会生灵涂炭的。要是以前根本不需要这般，尊上必定会顾全大局，毕竟尊上心怀天下。可现在却不一样，因为那个女子，那女子可是尊上的心尖宠，在乎到了骨子里。上次就因为这女子，尊上不惜暴露了身份，而现在炎帝竟然要杀死尊上的心尖宠，那不是大逆不道，虎口拔毛，太岁头上动土吗？那女子动不得呀！那女子既是尊上的铠甲，也是尊上的软肋，更是逆鳞。尊上的逆鳞能碰吗？碰了那还有命吗？尊上？什么尊上？司徒寒是尊上？哪里的尊上啊？尊上，能被称之为尊上的人也只有那位了，也就是上神的3尊，3界为尊的男人。你们求他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玄月大陆圣王朝的司徒寒，不是什么3尊。他的生辰八字，地界的生死簿上全部都有记载。闭嘴！
这次你闯祸了，闯大祸了，你还不赶紧求三尊原谅？三尊，真的是三尊呐？不可能，司徒寒怎么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他的，为什么到头来还是这样？好一个爱而不得，情难断。对不起，是妖姬有眼无珠，妖姬愿意承担责任受罚，恳请尊上饶过我父皇。他只是爱女心切，他是无辜的，并且什么都不知道。尊上，可以吗？丫头，你觉得呢？什么三尊，什么上神啊？司徒寒不就是圣王朝的摄政王吗？三尊是怎么回事啊？妖姬见妃子笑迟迟没有开口说话，眼底闪过了一丝狠绝，霎时间起身朝着他冲过去。强弩之末的妖姬把所有灵力都聚集起来，狠狠地朝着妃子笑的方向冲过去。难道是要自爆？小妹，小妹，小心啊！小心啊！臭丫头，躲开！小王妃。就连司徒寒也以为妖姬要自爆，一个呼吸间集结了一个结界，把他家小丫头保护起来。皇儿，不要啊，别冲动！妖姬还是不管不顾地朝着妃子笑冲过去，不过他的目标不是妃子笑，而是妃子笑身后的正殿大门外的忘川秋水。妖姬从妃子笑身边擦肩而过，丝毫不留恋地扎进了那么一潭深水中。妖姬愿灰飞烟灭来赎罪，保地界千年太平盛世。愿妃小姐和尊上百年好合，看在妖姬已经灰飞烟灭的份上，放过我父皇。顿时他的元神直接化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碎片，永生永世将没有妖姬这么一个人，消失在了天地中。他只不过是爱错了人，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男人而已，强求了不属于他的东西。其实感情就是残忍的，被爱的有恃无恐，不被爱的就是痛苦深渊。不要！噗的一声，一口鲜血吐出来，怒急攻心，整个人昏迷了过去。尊上，这有没有办法抽去他这段记忆？算了，咱们大度点，既往不咎吧。唉，这小丫头也就是表面上看着冷酷无情，其实那颗心比谁都要柔软，心怀天下，医者仁心。你二人把地界恢复原样，怎么做你们自己看着办。是尊上。司徒寒手上集结了灵力球，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灵力球内竟然有一丝黑气，那是九幽黑莲的力量。司徒寒朝着炎帝走了过去，手直接放在了炎帝的头顶，小半炷香的时间。可以了，丫头，走吧，回家。好。我又被这臭丫头遗忘了，该死的！丫头，介意不说话？怎样？看什么看？瞪我！呸！腹黑的男人，只会耍手段，不要脸。妃子笑点了点头，跟着风清墨去了一旁。这丫头真是太目中无人了，简直是欠收拾。其实他内心对风清墨是亏欠的，但是他们的关系永远是朋友，不对，应该是比朋友好一些，但是恋人未满，所以他不能给风清墨希望，只能是绝情。丫头，如果他欺负你了，你就来找我，我给你报仇。丫头，你走我不送，但是你要来，漫天风雪披荆斩棘，本尊也去接你。妃子笑还没有应，风清墨就朝着司徒寒走了过去。司徒寒，你若敢为了上界之臣伤他一分，我便杀上上界，屠你上界满门；你若敢为天下人损他一毫，我便杀尽天下人。我风清墨说到做到，你记住了。回到九转丹楼，入夜，当司徒寒想要亲近妃子笑的时候，哪知道小丫头却丢了他一记白眼。我是该叫你九王爷，还是该叫你尊上大人呢？行啊，司徒寒，瞒得够好的呀。你说我的身份，我来自哪里，你是不是心里早就知道了？说，是不是？司徒寒苦笑了一下，
真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当原主和他家小丫头都苏醒的时候，司徒涵比谁都清楚，他喜欢的是小丫头，而不是原主。一开始就坚定了，婚姻是开始，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原本妃子笑是质问司徒涵，可是到了后面，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就滚到了一起。傍晚，当妃子笑被司徒涵叫起来用晚膳的时候，他才得知两个哥哥离开了。这男人真是一点都不知道节制，真是的。好了，不气了。回头我们去虎旗营看他们，等大哥和三哥坐上了首领的位置，我们去祝贺他们。你得相信大哥和三哥，这个日子应该不会太远。丫头，小文小武是不是还在九王府？去把他们接过来。欧阳府还有一大批的绣娘在赶制冬衣，让他们两个过去监工。他不明白这个时候司徒涵提他们干什么。怎么了？他们在欧阳府监工。走吧，去圣王朝，见到他们再说。妃子笑有一种预感，司徒涵不会无缘无故的提及二人，能让九王爷惦记的从来都是重要的事情。随后两人带着手底下的人上了回欧阳府的飞船。飞船上，司徒涵又让妃子笑把那石头拿出来，就是那朱雀奇石。这朱雀奇石难道真的如同传说中那样，可以复活上古朱雀？不应该啊，只是一颗石头而已，怎么可能复活上古朱雀呢？难道是开启什么密道，或者藏宝洞的钥匙？回到圣王朝已经很晚了，司徒涵就带着妃子笑回了九王府。啊，娘亲回来了，真好，真好啊！嘿，娘亲，小宝宝好想你啊！你终于回来看小宝宝了。洋洋，娘亲的小洋洋。这小丫头从来就没有对我这个夫君这么热情过，怎么对这臭小子这么热情，还主动送香吻？不行，不能再这么发展下去了，指不定今晚我又要独守空房了。晚上回到九王府休息了一盏茶的功夫，司徒涵就要进宫去了。这时候妃子笑也站了起来，要跟着司徒涵一起进宫。他去看看皇婶。妃子笑要进宫，小宝宝这个跟屁虫怎么也得跟着呀。这小丫头用2只9阶超级神兽来拉马车，这是什么马车？花里胡哨的。要不是看到这马车，妃子笑都忘记他这具躯体的年龄了，只有18岁。风清墨给他凝聚躯体的时候，就是按照刚刚节礼的年纪来塑造的。不管元婴多少岁，他的躯体永远18岁。司徒涵算不算是老牛吃嫩草？什么？用神兽拉马车？这是谁呀？这么豪横？这你都没看出来？这是九王府的马车。哦，原来是九王府的马车呀，那就见怪不怪了。听说九王府富可敌国，奢侈点正常。不对，应该是摄政王妃。自从摄政王娶了摄政王妃后，这九王府的生活质量据说明显的提高了。就是，现在的摄政王也是软饭男了。娘亲，什么软饭男呀？爹是软饭男吗？意思就是娘亲一个人赚银子养我们2个人，我们2个就是吃软饭的。哦，那以后洋洋努力赚银子养娘亲。可以，那坐等小宝宝赚钱来给娘亲和爹地养老。爹，你太没出息了，竟然一直要做软饭男。那是，这才是爹的幸福。听不下去，完全听不下去，上头。事实证明，在外面再厉害的男人，回到家还不是要睡娘子的粉红色床单被套，还特别的无耻，以吃软饭为荣。到了皇宫，司徒涵进了御书房，妃子笑和殷太后带着小宝宝去了他的寝宫。差不多1更天的时候，妃子笑竟然让人给司徒涵传信，让他一个人回九王府，他带着小宝宝在皇宫住下了。该死的，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司徒涵从御书房出来，他就直接去慈宁宫，抱着熟睡的小丫头回九王府了。娘子是真爱，儿子是意外，小宝宝被留下了。第二天一大早，司徒涵就把妃子笑叫了起来，2个人去了欧阳府。
姐姐，你现在可比以前漂亮多了。嘿，姐姐，你这皮真好看。不能，妹妹，这个躯体才是姐姐的，原先那个不是。司徒涵眯了眯眼，直接把这兄妹二人叫到了书房，即使是妃子笑也被拒之门外了。半炷香后，司徒涵才让人把妃子笑叫进房间。姐姐，我和哥哥愿意帮你复活上古朱雀，我们愿意牺牲，也愿意姐姐来取心头血。妃子笑还来不及拒绝，司徒涵就动手了。不要杀他们！放心，这方法不会伤害他们的性命，只是会流失一点气血。回头拿2枚丹药给他们补一补。好。妃子笑带着小文、小武回九王府的时候，司徒涵就已经知道他们2个不是人了，他们只是拥有人形的精气，准确的来说是上古朱雀兽的2抹精气神罢了。上古4大神兽也只有青龙和玄武现身了，还有朱雀和白虎了无音讯。半炷香的时间，司徒涵收了灵力球，只见小文、小武跌坐在了地上，2个人眼底满是不可置信。丫头，把朱雀奇石拿出来，快点。好。那2团灵气像是找到了栖息地一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入朱雀奇石中，随即消失不见了。这也行？怎么会这样？同一时间，司徒涵布置了一个结界，不让金光散发出去。神之秘境，朱雀县。当所有的字都显示完成后，金光消失了，整个房间恢复了平静。司徒涵让妃子笑收好了钥匙，2个人商量了一番，决定7日后去一趟神之秘境。妃子笑给了小文、小武好几种丹药，1枚10级9转丹药服下去，刚刚被取精气的损伤就被修复了。放下，那是我的银子，我的宝贝。只见妃子笑冲过去，趴在装银子的箱子上，那姿态搞笑到了极点。一旁抬着箱子的玉峰、玉雷嘴角一阵抽搐，快要笑出了声。就当玉峰他们以为这银子今日拿不出府的时候，妃子笑这才恋恋不舍地直起身子。宝贝，小宝贝，娘亲允许你们暂时离开娘亲，但是你们一定要回来啊！不，娘亲一定要把你们找回来，不会让你们流离失所的。孩儿啊，我的孩儿！再笑一个试试，银子不难赚啊！再笑，把你小鸡炖蘑菇了！滚滚滚，赶紧抬着箱子滚蛋！一会儿当娘的舍不得孩儿离开了。玉峰他们抬着箱子快步的离开了，就差直接用灵力飞了。我赚的银子呀，没有了。妃子笑虽然不是抠门的人，也知道银子赚回来就是花的。之前开9转丹楼就是为了支持九王爷的霸业。好心情被破坏了，必须要搞银子，搞银子，分店开起来。10间店铺就这么开始装修了。杨华接手了店铺装修的事情，玄宗师和黄老头被妃子笑叫进了炼丹楼打下手。这一次他们3人不是炼丹，而是研究胭脂水粉。妃子笑要着手开始赚女人的钱了。妃子笑开始研究粉底液、眼影、彩妆这一类的东西了。她要搞事业，要赚银子。可就在这个时候，郑狗蛋突然抱着孩子上门了。他怀里的孩子正是妃子熙的姨父子，是一个男孩。就在3日前，孩子突然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当妃子笑见到这孩子的时候，脸色就严肃了起来。当初就告诉过郑家人，这孩子可能吃傻。现在这情况看起来，吃傻的可能性真的很大。让妃子笑最惊讶的，单属郑狗蛋的情况。没想到现在郑狗蛋竟然如同正常人一样了，除了说话慢一点，其他地方和正常人倒是没有差别了。妃子笑赶紧让郑狗蛋抱着孩子进手术室。妃子笑让黄药神手动控制营养液的流速，又千倍稀释了还魂丹，为了小小的一勺进婴儿的嘴里。听说了吗？摄政王妃根本不会医术，就仗着摄政王的宠爱，草菅人命，医治死了好多人。妃子笑没有办法，只能把郑家人都叫到了九王府。治，小王妃，我们治，能不能治好？
就看这孩子的造化了。3天的手术准备时间，正开始做手术的时候，郑家人突然闹上门来了。大家快来看呐！小王妃草菅人命了，他杀死了郑家延续香火的孩子，是小王妃就可以乱杀人吗？郑家人根本就是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东西。要不是小王妃，郑家能过上现在的日子吗？现在反而来倒打一耙。就是那妯娌，还有其他人吗？有。郑家那些狼心狗肺的东西，以前没发现，一个两个竟然是坏肚皮的烂货。那妯娌和郑三娘一起来的，郑三娘畏畏缩缩的站在一旁没说话，撒泼的是那妯娌，但就因为郑三娘的畏畏缩缩的样子，才显得戏份十足。是的，老子想弄死那2个老娘们儿。玉峰，你赶紧进宫通知王爷和皇上，这事非同寻常。如果单凭着郑家不敢这般闹事，这可是摄政王府啊，这背后怕是有更大的阴谋。你快去啊！对了，门口的事情让管家去处理，先报官，让官差来管这事儿。这种时候，南宫仙和小九无论如何都不敢离开炼丹楼。很明显，有人利用这件事从中作梗。炼丹楼门口的声音，妃子笑全部听不到，因为开始手术的时候，他就设置了结界。这时，手术已经开始了。黄老头和玄宗师2个人虽然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可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人类被开膛破肚，一个比一个紧张。看着婴儿肚子里被妃子笑小心翼翼全部取出来的肠子，他额头全是冷汗，握着器具的手都在颤抖。这也太神奇了吧！小王妃怎么能做到这般？整个手术过程用了半个时辰，好在妃子笑基础功扎实，手术全部完成了。孩子虽然虚弱，但是情况比预想中的好。剩下的就是3天的危险期了。丁姨娘留下来护理新生儿，按照惯例，还是玄宗师和黄老头留下来轮流守着。妃子笑从丹药楼的手术室走出来，就看到司徒涵急冲冲地走了进来。这还没到晌午用餐的时间呢，这忙得脚不沾地的男人怎么回来了？难道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你怎么回来了？今天不忙？没事，就是回来看看你。手术完成了，顺利吗？又来，这男人怎么这么喜欢这动作？银子是不是又花完了？你们这对叔侄又来算计我的荷包了？没有，我没有银子了。司徒涵，你娶别人吧，你这男人老娘养不起了。哎呀，我可怜的孙儿啊，我可怜的孙儿就这么没有了。妃子笑，你还我孙子命来！瞬间明白了，司徒涵急匆匆的回来，是因为郑三娘在王府门口闹事。因为这事儿回来的，不是因为银子不够花了啊！不是银子花光了又找我要银子就成。当初司徒涵和司徒云想要一统天下的时候，妃子笑还拍着胸脯保证：放心，皇婶和皇叔一定支持你的霸业。你9皇叔冲锋陷阵，皇婶搞后勤，国库空虚，皇婶去赚银子，一枚丹药就好多银子了。当时妃子笑有多豪迈，此刻就有多后悔。要一统天下，真的不是一点半点的银子能办到的。郑家人即使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狼心狗肺也好，不要脸也好，比起拿银子出去，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官差也出现在了九王府，要把郑家人带到衙门去审问。郑三娘和郑妯娌一哭二闹三上吊，还是被押着去了衙门。到了衙门门口，郑三娘竟然挣脱了出去，一口气跑到了鸣冤鼓面前，那只鼓槌就开始狠狠地敲击鸣冤鼓。击鼓鸣冤，民妇正是要状告摄政王妃妃子笑草菅人命，杀害民妇孙子，请青天大老爷为民妇做主啊！状告我草菅人命？哼，这郑家人实属有意思，一个两个都是白眼狼。这个时候去调查的玉雷回来了，敲了敲马车的窗户，在司徒涵的示意下上了马车。回王爷王妃，郑家已经人去楼空了，郑狗蛋和郑家所有的男人都不见踪影，他们离开时没有收拾任何的包袱，房间不凌乱，是自愿离开的。查，1日之内把人抓回来。是王爷。
目前情况看来，郑家人是被人收买了，到底是被谁收买的还不知道。这时，一队官差带着佩剑从衙门里出来了，受理了郑三娘鸣冤的案件。司徒涵和妃子笑也得到了消息，两个人在知府的带领下来到了衙门的后院。原本司徒涵不准备旁听的，奈何他家小丫头想要去看看郑三娘的嘴脸。郑三娘在朝堂上哭诉着，当初妃子笑让郑狗蛋娶娘子的时候就是别有目的的，是为了想要生下一个孩子出来练手。她虽然会一点点医术，但是医术并不过硬，需要在人体上进行实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郑狗蛋的儿子出生了。果不其然，妃子笑让人把孩子抢走了，还有更多毁三观的控诉。听到这些言语，妃子笑气笑了，怒不可遏，威压一瞬间就释放了出来。好在司徒涵及时出声制止了，走过去直接把他从位置上拉起来，让他坐腿上，抱在怀里。好了好了，不生气，乖，这种人不用跟他计较，等抓到了郑家人，一切就真相大白了。走吧，先回家去。入夜，在皇宫用过晚膳，两人才回府。妃子笑吃得太撑了，离九王府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两个人下了马车，手牵着手准备步行回府。走了一段距离，妃子笑和司徒涵脸色不约而同地沉了下来，他们同时都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玉峰。是王爷。玉峰往前走了差不多半公里的距离，扒开巷子里的一堆干柴，在里面找到了瑟瑟发抖的郑狗蛋。怎么会是郑狗蛋呢？他不是和郑家的男人一起离开了吗？怎么会出现在九王府的附近？我儿子，一家子的白眼狼，该死的郑家人怎么不去死啊？真是阴魂不散，白眼狼！小王妃为郑家人做了那么多，最后落得个这么一个下场，还被污蔑，名声尽毁，这郑家人都该死！玉雷见玉峰去查看情况，迟迟没有回来，不放心走过来了。去死啊！去死吧你！这个时候的郑狗蛋早已经神志不清了，被踹了几脚后，只能闷哼了几声，随后倒了下去。趁玉雷还没有走过来的时候，玉峰赶紧用旁边的干柴把郑狗蛋藏起来。对，就是让这狼心狗肺的狗东西在这里自生自灭，明早起来被人发现，肯定就死透了。你什么狗屁郑三娘不是最心疼郑狗蛋的吗？郑狗蛋死了，看他怎么活。怎么回事啊？你弄干柴干什么？没什么，我过来就看到一只野猫跑到这柴火堆里去了，弄开看看是不是躲里面了，还是没有找到。走吧，我们回去，别让王爷小王妃久等了。真是野猫？你没有撒谎？撒谎撒什么谎啊？你到底在说什么？走了，赶紧回去复命啊！真是的，一天一天神经兮兮的。玉峰这个沙雕，难道不知道他不适合撒谎吗？每次撒谎的时候，他都心虚，眼神会一直闪躲。玉雷深深地看了一眼玉峰以后，朝着那干柴堆走了过去。这里面真的没什么，只是一只野猫。走了，别浪费时间了。你难道不知道你演技很差吗？让开！行了，我告诉你行了吧？是郑狗蛋那孙子，好像命得不轻，要死了。管这狗东西干什么？死了才好呢。就告诉王爷和小王妃是小野猫就行了。这沙雕真是脑子有问题，告诉王爷和小王妃是小野猫可能吗？按照王爷和小王妃的修为，刚刚的对话恐怕已经听到了，甚至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郑狗蛋的存在。想在王爷和小王妃面前瞒天过海，玉峰是有多天真呢？再说了，主子最不喜欢有思维的奴才了。玉雷没有去扒开那干柴，而是赶紧回去复命。到底要不要救郑狗蛋？带郑狗蛋回去，还得主子们定夺。郑狗蛋？郑狗蛋怎么会在这里？这里离九王府只有200米不到的距离，他怎么会藏在这里？有没有一种可能，郑狗蛋是逃出来的？司徒还没有说话，一切看妃子笑的意思。走吧，先去看看情况。小王妃，郑狗蛋发热了，好像还被人打了。
送衙门吗？已经病入膏肓了，要是送衙门，指不定明早就变成尸体了。先救了再说吧，把郑狗蛋带回九王府。妃子笑就把人丢给了黄老头，他确实是不想救郑狗蛋，心寒了，但是又做不到置之不理。孩子，求求你了，这小王妃。郑狗蛋念经一般的念叨了一天了，黄老头总算是受不了了，带着他来到了炼丹楼。王妃逃命，罪该万死。这个时候，司徒寒已经得到了消息，郑狗蛋失踪了，可把郑三娘急坏了，想要报官，但是衙门可不管人口失踪这种事情。狗蛋，你出来呀！狗蛋啊，你别吓娘啊！娘错了还不行吗？狗蛋，跟娘回家吧。事情司徒寒基本已经调查清楚了，这郑家人竟然胆大包天，敢跟前朝的人勾结。勾结的人不是谁，而是当初司徒义宠妃殷妃娘娘的娘家人，想要让妃子笑遗臭万年。郑狗蛋现在说话不清楚，但是思维清晰，在郑家人搬迁到他国的过程中逃跑了。郑家不能忘恩负义，污蔑小王妃，他要见孩子。没想到郑家唯一明事理没有被银子迷惑双眼的人，竟然是傻子郑狗蛋。让他进来看吧，让郑狗蛋在这守着孩子。丁姨娘摇了摇头，出去叫郑狗蛋了。见到手术室里全身包裹着纱布，但是呼吸平稳的孩子，郑狗蛋扑通一声跪下来给妃子笑磕头。行了，起来吧，磕破头还得浪费我的草药。虽然因为郑家的事情心情很糟糕，但是火锅店装修事情却如火如荼，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火锅店开业第一天，这销售额就很可观。第二日，黄嫂和司徒云这坑货竟然微服私访火锅店。不行，司徒云一定是来查看火锅店的生意是不是好，能不能赚钱的。赶出去，把他赶出去。妃子笑杀到火锅店的时候，司徒寒和司徒云还有黄嫂已经坐在了包间了，菜也上得差不多了。奶奶的，来晚了，这个时候把人赶出去还来得及吗？黄婶儿，你来了。黄婶儿累吗？茶已经冷了，可以直接喝。来，这儿给你捏肩捶背。大嫂，管好你儿子，整个就是一只花孔雀，看得人心烦。皇上，要不你还是回宫吧，你在这儿影响我和你九皇婶聊天。就是，你们两个大男人在影响我们女人聊天。走走走，赶紧走，现在看到你们就烦，不要来碍眼。最后没有办法，司徒寒又让火锅店的伙计另外开了一间包房，并且要远离小丫头他们的包房。包房里，笑笑，你看看这些衣袍的款式是不是上次你说的那种，合适吗？殷太后不愧是后宫的女人，这也太会穿搭了吧。两个人真是越喝越嗨。今日妃子笑让小九去办事了，身边就只有南宫欣。南宫欣也被妃子笑从暗处叫出来涮火锅喝酒，三个女人一出戏，喝酒的三个女人那更是无法无天了。灵果灵力充沛，所以越喝越清醒，但是后劲十足，一杯酒比一坛子女儿红的后劲还要大几分。等司徒寒和司徒云谈好了事情，吃饱喝足来找他们的时候，已经完犊子了。妃子笑和殷太后早已经醉得不成样子，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摘下红线里面的精彩，好像只是猜。这什么词曲？南腔北调，乱七八糟的。状态唯一好点的只有南宫欣，只是稍微有点脸红。殷太后直接趴在了桌子上，不过半个时辰没有看到小丫头，就弄了这么一出，可以，妃子笑真是可以的。最后司徒云先是和南宫欣把殷太后送回了慈宁宫。南宫娘娘，朕让人送你回去。不用，皇上走吧，民女送你回寝殿再回去复命。
不用了，朕没喝酒。主子交代的任务一定要完成，所以司徒云走一步，他跟一步。原本吃多了，准备消食的司徒云冷着一张脸来到了原本他作为皇子时居住的竹林。南宫娘娘，你可以回去了。好。话音落下，南宫欣朝着地面栽倒了下去。司徒云一脸嫌弃，把南宫欣扶回了院子。没办法，这院子偏僻，也没有工人，他上哪儿去找人来弄这女人？刚进房间，南宫欣突然睁开了双眼。客官，欣儿好好伺候你。我去，这是什么鬼啊？该死的，这女子太大胆了。他看着挂在身上的女子，眼底喷火，恨不得直接丢出去。奈何不管司徒云怎么拉扯，南宫欣都像是长在他身上一样，威压也在一瞬间爆发出来，灵力集结，一掌朝着南宫欣劈过去。奈何此刻的南宫欣完全没有思维，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官人，你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人家，人家是要抱抱亲亲的。南宫欣嘴上说着暧昧的话，但是却在不停地释放威压。司徒云不动了，南宫欣这个女人可是天阶初期的修为，是一个强者。司徒云修为不高，一个威压他就差点跪下了，用尽全力才维持着站着的姿势不动。官人，南宫欣在释放威压的同时，那烈焰般的红唇还压了下去。妃子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无意间拿错了酒坛，竟然让司徒云20多年的铁树开花了，出尝禁果，还是被迫的那种。圣王朝皇帝的尊严都被毁于一旦了。妃子笑不但害了南宫欣，还把自己害了。殷太后那里更是2更天就派人来请王老头进宫去看诊了。第2日早朝，袁公公算好了时辰，带着宫人来伺候皇上穿衣早朝。传朕旨意，今日休朝。新皇登基以来，从未出现过罢朝的情况，今日是怎么了？不一会儿，司徒云甚至让袁公公带几个宫女和老嬷嬷过来伺候。这皇帝终于开窍了，太后不用担心皇帝后继无人了。昨晚看着床榻上的那一抹红，他就愣住了。这，没想到南宫欣是这样的女子啊！司徒云已经在考虑负责的问题了，要给南宫欣一个什么位分？不过这是九皇婶的暗卫，还得问过九皇婶，商量一下子的。其实南宫欣已经醒了，但是他不敢睁开眼睛。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会在皇上的龙榻上？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昨晚不是我送皇上司徒云和皇太后回宫了吗？把皇太后和皇上分别送到各自的寝宫以后，就完成任务了。后来怎么回事啊？难道司徒云趁我喝醉酒了，然后……他妈的！没想到司徒云已经当上皇上了，还这般无耻！要怎样的女子没有？只要他一句话，那些王孙贵族、达官贵人，谁不愿意把家里的女儿送进宫啊？南宫欣做梦都没有想到，司徒云才是那个受害者，他才是霸王硬上弓那个，真的就是猪八戒的技能倒打一耙。疼吗？朕让人拿了舒缓膏过来。不用了，你自己留着用吧，我有事先走了。南宫欣下了床榻，捡起七零八落的衣袍就开始穿。衣冠禽兽，他妈的司徒云就是一个衣冠禽兽！皇上，你技术真不怎么样，比欣儿伺候的那些客官差多了。南宫欣，不用这么大声，能听到，耳朵又没有聋。皇上要是没有什么事儿，你女先离开了。南宫欣直接飞身离开了，态度很是不友好，甚至有点不耐烦。这是女人吗？是女人该有的样子吗？连花魁还头牌，哪个男子吃饱了没事干，家里的美娇娘不喜欢，会去找南宫欣的。没了，就这么没了，被司徒云这个登徒浪子拿走了。回到九王府的南宫欣直接守在了妃子笑的房门口。小九，昨晚我没有回来的事，你不要告诉主子。主子已经知道了，九王爷还让玉雷进宫去找你了，但是说你在紫竹院就回来了。
南宫欣真的有点无地自容，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等着妃子笑和司徒涵起来请罪。小九见南宫欣跪下来，一个飞身就上了屋顶。九王爷起床晨练，妃子笑依旧赖在床榻上，不愿意起身，感觉全身骨头都像是车碾过一样的疼痛，打哪里都不是自己的了。昨晚他以为他要死了，死在床榻上。明明只是稍微添加了一点点助兴的药，明明是不伤大雅的药剂，怎么放在酒里效果就翻倍了呢？不应该啊，完全不应该啊，真是。丫头，起床了，晚点再睡。丫头，别吵，再睡会儿。要起床你自己起去，别吵我，一边去。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朝着一旁的衣柜走过去，从里面挑选出小丫头今日要穿的衣袍，这才在床榻边坐下来，小心翼翼地给小丫头穿衣袍。女子家的衣襟繁琐，但是现在司徒涵信手拈来，比妃子笑还要熟练。丫头起床了，南宫欣5更天就跪在门口请罪了，你确定不起来吗？跪门口干嘛？出事了？我操，什么情况？昨夜南宫欣彻夜未归，夜宿紫竹院，所以昨夜南宫勋和司徒云，他妈的，司徒云竟然敢扎我的人，这是不要命了！星儿，走，进宫杀了狗皇帝。主子，星儿，走，我们去皇宫，我替你杀了那狗皇帝。奶奶的，扎谁都行，现在扎到姑奶奶身边的人头上来了。我看司徒云是不想活了，那姑奶奶就去替天行道。要是司徒云此刻就在他面前，他恨不得直接一个灵力球炸了那渣男。什么玩意儿？当上了皇上，什么政绩都还没有，倒是把昏君的潜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该死的，还是小宝宝的师傅，跟着司徒云学什么？学怎么扎女人？司徒云这个狗男人，还真是深藏不露啊！可以，隐藏得够好。南宫欣的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珍珠，尽数往下掉。南宫欣这么一哭，妃子笑就不知所措了。完了，该死的大渣男，他妈的伪君子，大猪蹄子，把他剁了！小九、玉峰，走，进宫去。今日带你们弑君去。玉雷他们早就去训练场了，可玉峰这沙雕见南宫欣跪在主子门口，就一直磨蹭着没去训练场，在这看热闹。什么进宫还要去弑君？那不就是去杀了皇上吗？皇上司徒云不是小王妃的皇侄儿吗？怎么当皇婶子的还要去杀自己侄儿？想不通。玉峰接收到了司徒涵射过来的犀利眼神。小王妃，今日小的当值，你换个人吧，我走了。小王妃，玉雷今日没事，你找他吧。玉峰是这态度，要是其他的任何事，只要我一声令下，玉峰他们在所不辞。这一次牵扯到司徒云，他们就是这个态度，这是不是就代表着司徒涵的态度？毕竟司徒涵可是九皇叔。说，是不是你和司徒云狼狈为奸？你们早就开始打星儿的主意了，是不是？丫头，你确定是司徒云扎了南宫欣，而不是司徒云才是受害者？呸！这种事情还能是星儿主动？你为司徒云开脱，也得找个好点的理由。真是蛇鼠一窝，叔侄一个德行。丫头，你别忘记昨晚你给南宫欣喝了什么？什么啊？昨晚给南宫欣喝了什么？酒啊，桃花笑。桃花笑，对，就是桃花笑。完了，完犊子了，好像真的是这样。南宫欣和殷太后也一起喝了桃花笑，两个人喝的都不比我少，所以是这桃花笑惹的祸。桃花笑？什么桃花笑？主子，什么桃花笑？那个欣儿，昨晚吃火锅的时候，我们不是喝酒了吗？你说有没有可能司徒云才是受害者？我是说，我只是假设。不可能，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我就不是这样的人。昨晚你们喝的酒叫桃花笑，是你家主子自制的一种怡情的佳酿，功效不用再陈述了吧？
这一刻，妃子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甚至不敢看南宫欣的眼睛。欣儿，昨晚我一不小心拿错了酒，所以我们喝的是桃花笑。欣儿，对不起啊，是我错了，我知道说什么都是无济于事了，你要杀要剐都可以。所以不是司徒云扎了我，而是我，司徒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完了，主子，那皇上会不会想要杀了我呀？毕竟我……爷，皇上来了，已经在偏厅等着了，说是要见小王妃。完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她才是渣女，渣了司徒云。南宫欣心虚，妃子笑比南宫欣还要心虚。这就怕了，刚刚要进皇宫弑君的时候可不是这副样子，这会儿就怕了。当他们三人走进正殿的时候，反倒是司徒云等不及，直接迎了上来，开门见山。皇婶，我想要娶南宫欣为妻，行吗？娶妻？皇帝说是娶妻，他要娶南宫欣为妻？娶我为妻？不行的，怎么能娶我为妻呢？皇上，民女不配。怎么想不负责啊？扎了朕不认账，想白嫖啊？南宫欣不可能，你想要抗旨不准。行，择日完婚，直接封后大典也行。1个时辰后，妃子笑带着小九、南宫欣直接坐飞船逃了。妃子笑胆子也大，直接带着他们闯神之秘境去了。你终于来了，终于把朱雀钥匙带来了。快，你们进空间。妃子笑速度也快，1个闪身就把2人收入了空间。谁？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出来！你不需要知道老夫是谁，你只需知道老夫等你很久了。把朱雀钥匙留下，老夫饶你一命。一开始妃子笑不是很确定对方的虚体，只是一抹神识罢了，所以故意引诱对方再次说话。他可以确定了，实体不出现，用一抹神识吓唬他，也是搞笑了。之后不管对方再说什么，妃子笑直接无视了。1个时辰后，确定安全了，妃子笑这才把南宫欣和小九放出来。欧阳菲菲嫁给飞傲天的时候，苏月华就是娘亲的陪嫁丫鬟。苏月华是神之秘境的人，有一大半的可能，欧阳菲菲也是神之秘境的人。难道欧阳菲菲真的被囚禁在神之秘境？就当3个人想要进神之秘境的时候，刚刚一靠近，那6根石柱突然散发着金光。主子，小心！小王妃！3个人竟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弹出去几米远。还以为那女人的后人有多厉害，原来不过如此。弱鸡，老夫在秘境等着你，不过多半是死在半路。罢了，回了。主子，等等吧，等王爷来了再说，这样太危险了。这打出去的灵力球被反射回来的威力一次比一次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丫头就不能消停一下吗？不过是和司徒云去书房说几句话，出来就不见她的踪影。这丫头真是屡教不改，恐怕只有哪日当娘亲了，怀孕了，她才能消停下来。这女人真是胆大包天，扎了我不说，竟然还敢逃婚！不行，必须要抓回去，狠狠的惩罚。看到司徒寒的飞船，妃子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们早已经约好了。司徒寒来的比他预想的要快一点。难道他们在书房没说几句话？来了，放心，我没有闯进去，在这等着你呢。调皮捣蛋的小东西！我操，司徒云怎么来了？他不是圣王朝的皇帝吗？日理万机，怎么有空来神之秘境？该不会是来逮我的吧？可以的。一个南宫欣，等着，好好等着。等有一天，我要让南宫欣哭着求饶。傲娇是吧？那就继续傲娇。
就在妃子笑和颜悦色和司徒渊打招呼的时候，九王爷大手一挥，砰的一声巨响，那6根石柱组成的大门被一锅端了，夷为平地。滚！这也行，直接用灵力砸了阵法，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吗？简单粗暴，毫不费脑子。妃子笑被打击了，果然他的修为依旧弱鸡。这追妻火葬场过了，又要来搞丈母娘，真是歧路漫漫而修远兮呀！就在跨进这街道的时候，所有人的修为都被压制了，妃子笑身上的灵力也消失了。小丫头，你也犯事被关押了？犯了什么事？被天道处罚了？犯事儿，被天道惩罚了？神之秘境，神之地狱差不多，上神的牢房，就一点点小事情而已。也是，什么狗屁的天道，就是这种了。天道只为小部分的神服务罢了。狗屁天道，就是那些人的保护伞。你看到那个卖馄饨的大娘没有？她不过是去某上神家上供，打破了一个花瓶而已，就被天道惩罚了。还有那个卖糖葫芦的小哥，主子不高兴，就拿他开刀了。从那大娘的口述中，妃子笑对神之秘境的格局更加的明白了。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犯错了，被惩罚的上神。他们一行人找了一个客栈住了下来。当付账的时候，妃子笑傻眼了，这里竟然不是用银子，而是用修为值。也就是说，他们的修为等级决定了他们富有还是贫穷。就在妃子笑穷迫的时候，司徒涵去结账了，吃饭住店都得靠司徒涵。一日，当妃子笑看到一个稀罕玩意，带着司徒涵过去结账的水晶石付款的时候，他身上的龙虎令突然散发着金光。扣款成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丫头，走，回客栈。两个人回到客栈，妃子笑就把龙虎令给了司徒涵。糊了，丫头，是不是来过神之秘境？来了之后就被灼烧了，是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妃子笑没敢隐瞒，就把和欧阳希来神秘之境的事情告诉了司徒涵。这个胆大妄为的小丫头，真是不知死活，真是一刻都不能移开眼睛。她怎么敢的？真是……好了，我错了，行不行？以后我绝对不乱跑了，好不好嘛？来，亲一个就不生气了。老公，夫君，别不理我好不好？人家都已经知道错了吗？要不你打我吧，打我你就消气了。妃子笑做事真的趴在了司徒涵的腿上，让他打他。丫头，这是你让我打的，别哭鼻子。我打了。好，总算是说话了，总算理会他了。跑，我让你跑，打死你，看你乖不乖，听不听话。真的打吗？我操，这男人真的打，并且很疼。这一次就地正法的方式很是特别，不再是九王爷自己动手了，让妃子笑来。他一个成年人被打了屁股已经很羞愧了，现在还让他自己来，他还活不活了？妃子笑以为司徒涵是说笑的，但是这货色的态度很坚决，没有办法，他真的自己来了。自己来的后果就是那种羞愧感爆棚。这该死的男人却一脸的笑意。一个时辰后，这个惩罚完事了。入夜，小丫头睡饱后，司徒涵带着妃子笑出门了。夜黑风高，适合探天牢，关押上神的天牢。只有严重犯错的上神到了神之秘境才会被关起来，其他的上神可以自由活动。其他人来神之秘境会被压制住修为，没有灵力，但是司徒涵不会。到了天牢门口，丫头，到了，走吧，我们去找你娘亲。丫头，站在一边等一等，我来破阵。好，如来神掌。半炷香的时候，司徒涵才把那结界和阵法破了，抱着妃子笑朝着禁地的腹地飞去。到了这禁地的腹地，反而任何的保护措施都没有。刚走进洞口1公里的距离，妃子笑就有一种窒息感。越是往前面走，妃子笑越是难受。丫头，怎么样？还好吗？妃子笑摇了摇头，把难受的感觉告诉了司徒涵。丫头，我教你清心咒，你一路默念着前行，不要停。跟着司徒涵学了一套清心咒，这清心咒竟然有奇特的功效，让他不适的感觉缓解了很多。他一边走
一边告诉妃子笑这怎么回事。妃子笑所有的不适都是因为这禁地对龙族血脉的压制。又走了一段距离，正前方出现了一个铁门，清心咒也没用了，妃子笑的脸色又变得煞白，全身青筋暴起，额头上的青筋冒了起来，头开始剧烈的疼痛。丫头，快带他出去，快点，晚点就出不去了，快呀！是笑笑，我的女儿来了，她不该来的，不该来，带她走，快点，别带她来，她龙族血脉不能觉醒，这是藏龙镯，也就是埋葬龙族血脉的地方。妃子笑灵魂穿越有现代那么一段旅程，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欧阳菲菲这个娘亲要保护她的闺女。走啊，带她走！不，我不要离开，救她，我要救她出去。即使此刻妃子笑感觉自己要爆体而亡了，还是不愿意离开，内心只有一个想法，救她。铁门里，欧阳菲菲见司徒还没有动静，妃子笑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不，我要去救女儿，快点，速度再快点。就在这时，司徒寒动了，他集结了无数的手印，朝着妃子笑的后背打过去。九幽黑莲的黑气迅速地注入了妃子笑的身体里。小丫头不想离开，那就不离开。妃子笑所有的疼痛感都消失了，她体内快要被唤醒的龙族血脉又一次被司徒寒镇压住了。娘亲，笑笑没事了，没事了，你等等，笑笑救你出去。没事了，我的笑笑没事了。笑笑，娘亲很好，你回去吧，你别想着救娘亲，你和哥哥们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娘亲希望你们幸福。那铁门能打开吗？我想进去。司徒寒点了点头。丫头，可以了，铁门可以推开了。好。妃子笑朝着铁门走了过去。丫头，娘亲就在里面，进去吧。好美。笑笑，娘亲。笑笑，过来娘亲看看，我们笑笑终于长大了。娘亲无数次幻想过笑笑长大的样子，必定亭亭玉立，倾国倾城。娘亲还是低估了笑笑的美。笑笑，娘亲终于见到你了，见到我们家的小棉袄了，也知足了。娘亲。丫头，别哭，娘亲没事儿，不疼的，真的一点都不疼。这么大姑娘了还哭鼻子，哭起来就不漂亮了。妃子笑没说话，而是直接从空间里拿出了处理伤口的器具，还有10剂金疮药。妃子笑仔仔细细地给欧阳菲菲处理着手腕上的伤口，丝毫没有注意到山洞里已经变得紧张冰冷的气氛。面前这个男子是笑笑的男朋友？什么时候谈的？发展到哪一步了？见过家长了吗？笑笑的婆母喜欢他吗？这个帅哥家里有没有小妾？对笑笑怎么样？有没有欺负我闺女？娘亲。拿着棉花处理伤口的妃子笑也愣了一下，空气中传来了一声吃痛。对不起。没关系，娘亲不疼。笑笑，不介绍一下这位吗？你男朋友？娘亲，我和笑笑已经成亲了，我们是夫妻，很抱歉现在才让你知道。娘亲，又是厚脸皮的一句娘亲。司徒寒这男人不要脸的时候是真的不要脸，真是的。娘亲，我和司徒寒大婚了，我们现在是夫妻了，在圣王朝也上了户籍。司徒先生，这个时候叫娘亲早了一点，结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们有吗？笑笑虽然认了你们的关系，但是在我们龙族，只有在龙族的列祖列宗面前行了跪拜礼，上了龙族的族谱，才算是成亲了。司徒先生，还是不要叫娘亲了。娘亲，我们已经拜过天地了。是吗？那拜高堂了吗？我这娘亲同意了吗？司徒先生如果真心喜欢我们家笑笑，那就不介意等一等吧，拿出诚意来，让我心甘情愿地嫁女儿。妃子笑没说话，嘴角甚至勾起了一抹浅浅淡淡的笑容。难得见司徒寒吃瘪，这种感觉很新奇。司徒先生，你带着笑笑救我，我很感激，但是一码归一码，
希望你能理解我这当娘亲的心情。丫头，先把娘亲救出去再说吧。你让开，我来破这玄铁链。笑笑，你先出去，我和司徒先生有一些事情要聊。乖，你到外面去等一等。他的身份这就被暴露了，没藏住，完了，这下真的完犊子了。丈母娘是怎么看出来的？妃子笑没有说话，慢条斯理地收拾着那些工具，想要磨蹭着听听司徒涵和欧阳菲菲到底讲什么。丫头，你先出去一下可以吗？娘亲应该是有事情要交代。这才收起了东西，出了洞口。这两个人防他像是防贼一样，竟然布置了结界。洞里面什么情况他都看不到，声音也听不到，这结界真是万能的。我是该叫你三尊呢，还是叫你司徒涵呢？上界的三尊会娶龙族的公主为妻，这传出去不是笑话吗？坦白点，你想要得到龙族的什么东西？是上古朱雀，还是龙脉？现在他终于知道小丫头那直愣愣不会转弯的性子随谁了。龙脉，上古朱雀，本尊需要，是好东西吗？连虚无空间司徒涵都可以送给小丫头，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三尊才拥有的独一无二的空间，就连朱雀奇石不也是司徒涵放在九王府小金库的东西吗？司徒涵早就把小金库的钥匙给妃子笑，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给他分享的？一炷香的时间，司徒涵撤掉了山洞里的结界，让小丫头进洞去告别。欧阳菲菲并没有打算离开神之秘境，因为只要她一离开，必然会惊动龙族的仇家，到时候他们要是杀过来，那就得不偿失了。妃子笑把龙虎令还给了欧阳菲菲。娘亲，你等着我，放心，我很快就会带着哥哥们来接你回家。好，笑笑长大了，记得照顾好自己，娘亲在这里一切都好。知道了。司徒涵又把洞口用结界封印了起来，没有一丁点的痕迹，就好像从来没有人闯进来一样。妃子笑随着司徒涵依依不舍地拜别了娘亲，当晚就乘坐飞船离开了神之秘境。他们先把新皇司徒云送到了皇宫，回到九王府已经是1更天了。先去丞相府吧。好。两个人坐着马车来到了曾经的丞相府。小姐，你来了，你是见到主子了吗？主子？非要天这个忘恩负义、心胸狭隘的男人，早就该死了。拿了龙家的好处，但是却不信守承诺，对娘亲生下来的女儿不闻不问，该死，真是该死。不用妃子笑开口，那侍卫就知道妃子笑为什么会出现在丞相府，趁着夜色带着他们来到了后山妃家的祖坟。竟然可以看到那山脉间满是黑气，浑浊之气。难道有人对妃家的祖坟动了手脚？难道有人知道上古朱雀被封印在此，动了手脚？又是苏月华。到了山顶，结界和阵法都没有被破坏，苏月华还没有这个本事，不过他却在祖坟的外面动了手脚，布了一个聚阴阵。刚刚靠近祖坟就不寒而栗，阴风惨惨。我来吧。好。娘亲说过，靠近朱雀的时候，手里的钥匙会有强烈的反应。难道朱雀没有被封印在这里？是娘亲记错了？扑了一个空，妃子笑和司徒涵都郁闷到了极点。这朱雀必定被封印在与妃家有关的地方，是哪里呢？寺庙，对，就是离妃家几里地远的寺庙。妃家人以为欧阳菲菲去世了，她的牌位一直被供奉在寺庙。从那以后，妃老爷子也常年居住在寺庙，为欧阳菲菲祈福诵经。如果朱雀会自己挪地方呢？夜黑风高，三人又坐着马车去了城外的寺庙。麒麟，2只麒麟老马车，小姐真是了不起，竟然能驯服麒麟老马车，主人真是后继有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城外寺庙的大殿里，当妃子笑踏进大殿的时候，手里的钥匙竟然开始发烫了，越来越烫，越来越烫。就在妃子笑放手的时候，那钥匙飞了出去。就当钥匙落下来的时候，砰的一声，那真身竟然碎成了碎片。丫头，小心！只见在一堆碎片中，一个身影飞了出来，伴随着一声鸟叫，一只披着金光的鸟冲破云霄。欧阳菲菲留给笑笑的本命契约兽。就在大家都震惊的时候，上古朱雀一个飞身
竟然直直的朝着妃子笑俯身飞来，一副攻击的姿势。司徒涵察觉到上古朱雀的意图，朝着小丫头的身边靠近了一点点。没事，我能处理。他是想要试探我的实力而已，想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夫君，明早我们吃山药炖朱雀，味道应该还不错。话音落下，妃子笑放开了司徒涵，一个飞身迎了上去。当朱雀丝毫不减威压，朝着他们的方向飞身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触怒了妃子笑。虚无空间里，这一出现就得罪了主子，这朱雀的好日子到头了呀，还不如乖乖的被封印着。主子可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就朱雀今日的举动，够他喝一壶了。仗着性别，就开始飞扬跋扈了。一人一兽在黑夜中大战着，明明妃子笑可以直接秒杀了朱雀，一出手就让他臣服。可是偏偏妃子笑没这么做，而是慢慢的折磨戏谑着朱雀，周而复返。朱雀终于意识到这个小女娃是在戏谑她。妃子笑给了朱雀致命一击，甚至把它打回了原形，变成了一只和锦鸡差不多的禽类，然后又把它封印住了。好好的人不当，神兽不当，要当畜生是吧？行。不一会儿，妃子笑手上就拧着朱雀进了虚无空间。妃子笑直接把朱雀往养灵禽的地方丢去。好好待着反省，你和他们没什么区别。妃子笑转身离开了。按照主子的性格，这才是主子会做的事儿。一群灵鸡朝着朱雀围了过来，一副要进攻外来侵略者的架势。朱雀傻眼了，我被丢下了，主子不契约我，把我丢在了鸡圈里，是这样吗？啊，我可是上古朱雀呀，不是鸡，怎么能和这群畜生生活在一起呢？不要，我不要生活在鸡圈里，是鸡食，我要出去。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这就去认错。主子这一波下马威很是可以啊，好好打击一下朱雀也是可以的，免得朱雀太傲气了。跟着以前的主人从来没有压制过他们的脾气，一个两个的脾气傲气到不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小主人的性格内敛一些，比较注重规矩，所以朱雀这样的傲气是不行的，很容易给主人招来麻烦，到时候得不偿失。要是真惹上麻烦，那就惨了。在这虚无空间，朱雀所有的灵力修为都被妃子笑封印住了。你放开老娘！老娘的毛啊！你竟然啄掉了老娘的羽毛！老娘干死你！滚开！滚开！老娘要发火了！救命啊！我的毛要被这些畜生扒没了！青龙，救我！第二天，当妃子笑睡到日上三竿，想起了被他丢进虚无空间的朱雀，赶紧进来查看一下。这是朱雀吗？这确定是朱雀，神兽上古朱雀。这一击真的打击到了朱雀的心灵，它不是上古朱雀，只是一只无毛鸡。来真的？行，姑奶奶就好好修理一下这些不要命的畜生。朱雀根本不是对手，最后上古朱雀和这些灵禽竟然上演了一场最原始的斗鸡大战，结果是朱雀身上的羽毛全部被拔光了，整个变成了一只裸鸡，就像是那些被拔了毛等着开膛破肚送上人类餐桌的白斩鸡。这是朱雀？这确定是朱雀？妃子笑甚至不知道要怎么安慰朱雀，因为这个时候朱雀根本不搭理他。算了，还是再等等吧，等过段时间再契约朱雀算了，等它的毛长起来。妃子笑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让青龙看着点。他撤掉了朱雀身上的压制，让他恢复了灵力。一开始朱雀并不知道他身上的灵力恢复了，整日生无可恋，不吃不喝，反正他是上古神兽，已经辟谷了，根本不需要进食。有一天，当朱雀突然发现他灵力恢复的时候，老娘灵力恢复了，行，报仇雪恨的时候到，拔老娘的毛。行，老娘让你们从此都不知道毛是什么东西。当妃
妃子笑再一次进空间的时候，更是傻眼了。他空间里所有的灵禽都没了毛，就连池塘里的鲤鱼、鳞片也被刮得干干净净。从此以后，这空间里都是一群和尚、尼姑，就连青龙在空间里也时刻戴着帽子，不敢把头发露出来。朱雀这个女人可狠了，有了心理阴影，只要看到谁有毛，必定会动手。女人真是惹不得，女魔兽更是惹不得。怕我？既然怕我，还假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干什么？想好了吗？要不要成为我的契约兽？你只有一次机会，只要你点头，我手上这瓶生发剂就是你的。要不然，按照你羽毛的生长速度，想要恢复必须1-2年。你不契约也行，我现在就放你出去。但是你要让其他魔兽看到上古朱雀没毛的样子吗？即使你化成人形，也是没有头发的尼姑，没头发美吗？行，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这就放你出去。朱雀一个转身就抢走了他手上的生发剂。你赔我羽毛，赔我！这上古朱雀怎么像是小孩子一样呢？这脾气傲娇到了极点。他已经有一个傲娇的小宝宝了。司徒欧阳现在长大了，性格也傲娇了，现在又多了一个朱雀，真是心累啊。妃子笑也不着急，见朱雀把生发剂收下了，转身就出了空间去忙其他事情了。九王爷和妃子笑商量了一下，他们要去虎旗营一趟，给虎旗营的战士们送去粮食补给和冬衣。3日后，司徒涵带着妃子笑出发了。此行妃子笑没带南宫欣，交给了南宫欣一个任务，那就是帮着皇宫里的殷太后张罗开布庄的事情。妃子笑和殷太后不只是开布庄那么简单，而是要开一个造型室，打造女子变美一体化店铺，也就是美容美颜、胭脂水粉、成衣，各种变发造型都会设计。丁姨娘没有修为，也被留下来了。临行前，深夜里司徒云竟然微服私访九王府。司徒云好说歹说，求九皇神把南宫欣留下来。南宫欣这次跟着九皇神出去历练，这一走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圣王朝，他上哪儿去找娘子呀？总不能一直等着吧？要是以前，妃子笑怎么可能答应司徒云把南宫欣留下来？狗皇帝惦记他的荷包就算了，现在还惦记他的人。可是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妃子笑看到司徒云就心虚。要银子。好，皇上有，国库空虚。行，需要多少银子？7万金。可以，明日就让玉凤送进内库。丫头，嫂子那边不是一直抱怨一个人忙不过来吗？让南宫欣去帮忙吧。至于司徒云和南宫欣的事情，咱们不管，顺其自然。能不能娶到娘子是司徒云的事情，媳妇儿都不能搞定，不能追到手，还当什么皇帝？话说得好听，什么司徒云事情？那他现在是在干什么？腹黑的男人，把南宫欣留下来，那不就是在给司徒云制造机会吗？最后，妃子笑还是妥协了，在司徒云离开后，单独找南宫欣问了问他意见。妃子笑以为南宫欣会极力反对，可当看到他纠结的样子，妃子笑直接拍板把南宫欣留了下来。女大不中留啊，看来这次历练回来就要为南宫欣准备嫁妆了。这不仅要准备嫁妆，还要准备封后大典，打哪都是要银子的事儿，荷包疼。妃子笑又忍痛割爱，把丁姨娘留了下来。这边的店铺必须要尽快开张才行，女人的银子最好赚了，赶紧赚银子才是真的。他们带着满满2飞船的物资上路了，直接去了虎旗营。虎旗营不在圣王朝的都城，而是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操练。即使知道妃子笑和司徒涵来军营了，大哥和三哥竟然都没有露面。忙着修炼，这么卷的吗？第2日，今日是军营的大日子，每半月一次挑战的日子。一大早，整个军营的气势就变得严肃凌厉了。得知九王爷亲自组织这次考核，将士们一个两个气势十足，势必要挑战成功，拿下既定的目标。将士们集合完毕以后，司徒涵才把赖床的小丫头从床榻上哄起来。
来不及用早膳了，妃子笑抓起桌子上的饼，就跟着九王爷去了观看台。王爷，虎旗营的大日子，外人应该回避。外人？谁是外人呢？统领是在说小王妃是外人吗？这真是有点离谱了。小王妃怎么可能是外人呢？这可是九王爷的娘子啊！再说了，即使小王妃不是九王爷的娘子，那也是九王爷的心尖宠啊，所有人的祖宗。这小祖宗要是发火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好吧？外人？你说谁是外人？领罚去！和九王爷名不正言不顺的，算什么九王妃啊？只是和当初的小王妃名字一样而已。真把自己当小王妃了，这真是脸皮厚。王爷，玉金不服，这位姑娘名不正言不顺，连侍妾都算不上，是自己人吗？虎旗营自古就有规矩，除了主子的正房有资格进军营，其他女子都没有资格进军营。王爷，您忘记了吗？就当司徒涵要出手的时候，妃子笑突然拉了他一下。你说我是外人，不是九王爷的正室，好像也是这么一个理。我和九王爷没有拜天地，也没有明媒正娶，确实算是外人。这样吧，我现在加入虎旗营，当一个小兵可以吗？一个花瓶而已，竟然想加入虎旗营，不是自不量力还是什么？原来九王爷喜欢这类型的女子，一个能说会道的花瓶，会哄人开心，确实讨男人的喜欢。但是九王爷是虎旗营的主子，不应该沉迷于女色。一个没有修为的女子，怎么可能成为虎旗营的主母？不服众啊！姑娘，虎旗营有规定，修为没达到玄阶是没资格加入虎旗营的。姑娘没有修为，就应该安分守己。为了王爷的声誉，末将劝姑娘以大局为重，还是回营帐去休息吧。什么？没有修为？要玄阶的修为才能加入虎旗营？玉金到底在说什么？他到底知不知道面前这位修为早已经深不可测了，已经可以飞升了？炎黄中期的修为在玉金眼里竟然是一个废柴吗？是个什么货色竟然敢羞辱小王妃啊！我去他的玄阶修为！小王妃怎么可能是废柴没有修为呢？小王妃就是他的祖宗啊！好，很好。按照小丫头的脾气，这怕是被触怒了。那就让小丫头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虎旗营士兵。行，虎旗营不是讲究实力吗？那就让小丫头肆意发挥，让他们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活。丫头，反正无事，玩一玩。可以。在司徒涵的示意下，妃子笑也要参加这次的考核，一层一层的挑战上去。第一项就是射箭，还是花样式射箭。那就让这花瓶知难而退吧。这比赛的第一项，这花瓶就不可能过关。就这匹了。追风？妃子笑竟然选追风，这是想不开还是狂妄自大呀？这追风可是九王爷的坐骑，出了名的烈性。至今为止，除了九王爷，没有人能征服追风。妃子笑要骑着追风奔跑，完成追击打靶，这不是儿戏吗？这追风不合适，妃小姐摔倒了，王爷会心疼。来人，给妃小姐换一匹温顺的马。金统领这是笃定了本宫驯服不了这烈马，要给你们主子丢脸。在金统领眼中，这马儿是烈马，可是本宫看马儿挺温顺的呀，和马驹没什么区别。金统领不能做到，难道其他人也做不到吗？未免太自负了一点吧。是的，让他去牵一匹温顺的马儿过来，牵了一匹小马驹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小马驹怎么参加考核呀？是耗子请来的倒逼吗？小马驹根本就是小娃娃过家家初学者才会骑的马儿啊！牵这么一匹小马驹过来，什么玩意儿啊？这不是羞辱小王妃吗？在玉金和那副将的眼中，小王妃这花瓶就只能骑小马驹。小王妃还是不要逞能了，这小马驹挺适合你的。好了，比赛就要开始了，我要当个其他将士选马。丢下这句话，玉金没理会妃子笑，转身就去忙其他事情了。小王妃，上马吧。不需要，留给其他人骑吧。妃子笑朝着追风走了过去，一个翻身直接落在了马背上。小王妃，小心啊！小王妃还是快下来吧，追风是烈马，
不行啊，这可太危险了。追风是出了名的烈马，整个虎骑营就算是马术最好的将士也驯服不了追风。至今为止，整个圣王朝只有九王爷才能驯服追风，追风是九王爷的专属战马。九王妃，赶紧下来，追风会要了你的命的。追风有了强烈的反应，开始疯狂地甩着马身子，想要把妃子笑甩下来，又开始在营地里不停地乱窜，发出急切凶恶的叫声来。这女人真是一个麻烦精，一不小心丧命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啊？九王爷要是追究起来，我们可担待不起。可是不管追风怎么奔跑，身子怎么扭转，拿出所有的看家本领，妃子笑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你再发狂试试，信不信本宫拔光你的毛，把你做成马肉干，请将士们吃一顿？听到这威胁，追风不屑地哼哼两声，越发的傲慢了。哪知道刹那间，妃子笑强者的威压一释放，他瞬间趴在了地上。这上古神兽，2只上古神兽，还有2只超神兽。妃子笑把空间里的神兽的威压释放了出来，追风马上就蔫了，趴在地上动弹不得，脚软到了极点。怎么回事？追风怎么跪下来？这姿势是跪拜和臣服啊？难道不可能？这花瓶怎么可能驯服追风？不可能的。行了，起来，待会儿好好跑。你要是输了，本宫就把你炖了。追风赶紧起身，那样子就像是温顺的小绵羊，不敢造次。妃子笑一家马肚，追风直接朝着比赛的起点奔去了，留下傻眼的虎骑营统领玉金。金统领，看到了吧？你做不到的事情，并不代表本宫做不到。邪乎了啊！这花瓶还真有几把刷子，竟然连追风也驯服了。但是这还不够，这点本事不是当家主母最基本的要素吗？想成为虎骑营的当家主母，这点本事是不够的。在经过半炷香的准备以后，比赛正式开始了。妃子笑骑着追风，不疾不徐地排在最后面，并不去抢前面的位置。他笃定了会赢，那就赢得再漂亮一点。这考核并不是骑马跑一圈就行了，还得再骑马射箭。就在比赛要开始的前夕，就在将士抬来了一箱又一箱的零部件，每一个考核的将士一人一个箱子，箱子里有无数不同的零部件，甚至还有废弃制作时候有偏差的零部件，这组装起来难度更大了。军营里谁组装这个速度最快，准确度最高？当然是统领了，他只需要小半炷香的时间就能完成组装，然后骑马射击，精确度最高，正中所有的靶心。玉雷、玉宇他们几个狠狠地剜了一眼玉峰，玉峰突然意识到错误，赶紧用手捂住了嘴巴。这样啊，看来功夫练得不错，不过也不怎么样，手下败将。金统领，来一场比一比。什么？小王妃是疯了吗？竟然要和金统领比赛骑马射箭，这是多想不开啊！这女人为了出风头，竟然想一出是一出，有点过分了吧？简直是没有一点的自知之明。这可是金统领啊，所有成绩都是第一的金统领，他的成绩在整个虎骑营那是无人能破啊！来，小妹，考核这样的大日子，金统领很忙，怕是没时间和你比试。听大哥的话，回头有空了私底下再比试吧。小妹，加油，咱哥看好你。跟着胡闹什么？一边去。大哥，放心，我有把握。金统领，怎样？敢应战吗？啊，行，比就比，但是得有彩头。飞姑娘觉得如何？行，本宫要是输了，从此不再踏进虎骑营一步。金统领要是输了，那就给本宫端茶送水当小厮，直到本宫离开虎骑营，怎样？可以。比赛开始了，妃子笑又开始作妖了。只见妃子笑竟然拿出了丝巾蒙住了眼睛。这是要盲组装，岂不是儿戏吗？整个玄月大陆都没人能蒙着眼睛组装，这又不是一般的弓箭和弩，只是那么几个零部件组成的，这可是九王爷研发的弩啊！组成的零部件多达几十种，九王爷可能也做不到蒙着眼睛组装，何况是其他人呢？这小王妃真是让人很无语。
喜欢出风头也就算了，但是每次他选择出风头的方式都让人很无语，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嘛，真就是搞笑。哼，看来真是高看你了。一个绣花楼上坐的女子，只会绣荷包什么的，没有修为是废柴不说，那性格真是不讨喜，花样是作死。伴随着比赛开始的号角，他开始在零部件箱子里拿出零件，开始组装了。他只需要用手一摸，就知道这零件处于什么部位，正确不正确，在零件箱里摸索着。这是比赛吗？还是搓洗衣服？输了，小王妃必输了。输了也好，以后就不用在虎旗营看到他了。真是倒胃口。花瓶就应该发挥花瓶的作用，让人赏心悦目，而不是在这膈应人。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这个时候浴巾已经组装好了一大半。浴巾的速度很快，甚至比平日里还要快了那么一点点。就连其他考核的将士，在这种紧张气氛的带动下，速度也快了几分。最慢的将士也组装好了一部分。再看妃子笑呢，他竟然连一个部件都没有组装好，还在摸索着找零部件。零部件倒是被他挑选出来了一些，也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哎，蒙眼睛干什么？简直就是搬石头砸自个儿的脚，得不偿失。浴巾的弩弓已经组装完成了，3两步来到了战马旁边，翻身就要上马，完成最后的射击，比赛就结束了。就在浴巾统领翻身上马的时候，妃子笑动了，他开始组装弩弓了。没人看清楚他是怎么组装的，一个眨眼间，他的弩弓就组装完成了，仅次于金统领的后面。他那弩弓能用吗？盲装的弩弓应该不能用吧？别说是射靶子了，能不能打出去都不一定，到时候卡住了怎么办？听到妃子笑的声音，追风屁颠屁颠的来到了妃子笑的面前，根本不用妃子笑费大力翻身上马，追风竟然趴了下来。这还是追风吗？还是那个威风凛凛的战马追风吗？这可是九王爷的战马呀，怎么能对其他人唯手是瞻呢？那狗腿的样子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九王爷的坐骑追风，倒是有点像是那小马驹了。不要，我才不要被炖了。这女人很可怕，简直比主子还要可怕上几分。追风用尽了全力奔跑，以至于虽然浴巾先行了一步，可是眨眼间就被妃子笑追上超越了。就在这时，妃子笑对着靶子射出了第一箭，正中靶心。不需要瞄准？完全不需要瞄准吗？只是凭感觉？骑在马上的浴巾不知道妃子笑射靶子的成绩，但是就妃子笑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就惊艳了他，一瞬间愣住了。就在他愣神的时候，妃子笑已经完成了第2次射击。考核需要完成10次射击，分别是不同的距离。妃子笑完成射击的时候，浴巾才完成了7次射击。金统领，你输了。本宫想吃圣城的桂花糕，你去买回来吧。成绩还没有公布，妃小姐就这么笃定末将输了吗？妃子笑怕是装腔作势，根本就没有射中靶心吧？金统领非要当众被打脸，那本宫就随你愿吧。这个时候，玉峰已经骑着马屁颠屁颠的去把2个人的靶子拿回观众台。看到成绩，天哪！金统领10次射击，有8次全部精准的射中了靶心，不愧是金统领，简直就是虎旗营的神射手，简直是让人无法超越的成绩啊！怎么只有1支箭插在靶子上，还有9支箭呢？飞了，没有射中靶心，脱靶了。就在这个时候，金统领扑哧一声跪了下来。主母，玉金认输了，是玉金眼拙冲撞了主母，玉金愿意领罚。输了？金统领怎么输了？小王妃不是只射中了1次靶子吗？小丫头，其余的9支箭都从这个孔穿过去了，是吗？伴随着妃子笑点头，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什么？所有的箭都从同一个地方穿了过去，留下最后1支箭射在靶子上，是这样吗？就在玉金跪下的时候，
整个虎骑营的将士都跪了下来，一声一声的瞩目，铿锵有力，声音震天。小丫头，恭喜啊！金统领既然认输了，那就履行承诺吧。天黑之前，本宫要吃到桂花糕。是，主母。玉阶二话不说，起身翻身上马，一路疾驰，必须要在天黑之前从军营到圣城跑一个来回，买桂花糕。这日就到了虎骑营1月1休的日子。这个日子可以不用修炼，不用操练，除去执勤的将士，其余的将士都可以把酒狂欢了。2日前，金统领就带着下面的人去附近的城镇采购了1只羊和1头牛回来，顺便还拉了几车的烈酒。金统领进来通报的时候，司徒涵和妃子笑正在用膳。一听玉金要进城去买酒买肉，妃子笑也来了兴趣。篝火晚会啊，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可以，这可以有。来回要2日，不行，太久了。妃子笑直接把麒麟马车借给了玉金，有了超神兽拉马车，不用2日，几个时辰就可以来回了。原本休息日在2天后，但是被妃子笑来了这么一出后改时间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日。王爷，今日休息，可以饮酒，可以吃肉，可以篝火晚会。这丫头真是不长记性。上次那一坛桃花笑才出了事，还要饮酒，真是不记打。司徒涵故作迟疑没有应，让小丫头说出一个可以说服她的理由来，等着小姑娘来软磨硬泡，撒娇求抱抱，求她答应。这小丫头根本不是撒娇求抱抱，而是激情热情的邀请。就在喝了汤要吃肉的时候，小丫头叫停了。王爷，今晚把酒言欢后再战，怎么样？成交吗？行，今晚要让小丫头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半夜子时，小丫头喝得晕乎乎的，突然往司徒涵的怀里一坐。老公，你回去营帐洗白白等着我。半炷香后，司徒涵真的听话的回了营帐，沐浴更衣。他哪里知道，他离开后，这小丫头把酒言欢，把他忘记到了九霄云外。这时，朱雀趁机悄无声息的从虚无空间里出来。行，敢拔他的羽毛，他就敢睡他的男人。朱雀穿着丝薄如蝉翼的衣衫，风轻万种的走进了九王爷的营帐。爷，奴家伺候你。小丫头派遣1只魔兽来伺候本尊。爷，奴家会唱小曲，会跳舞，要不奴家来一段？长夜漫漫，总得找点乐子不是？朱雀手里突然多了一把琵琶，开始自弹自唱了起来。朱雀敢出现在他的营帐，必定是妃子笑授意，要不然朱雀是吃了雄心豹子胆。那丫头为了喝酒，竟然派遣1只神兽来，把他当什么了？可伴随着朱雀不正面回答，甚至拿出琵琶来开始弹唱，司徒涵就知道这不是小丫头的主意了。听曲这种事情或许是其他男人的爱好，但是他不爱。1只神兽有反骨，敢勾引主子的男人，真是反了天了。他在朱雀身上察觉到了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黑气，那黑气很淡，藏得很深，就连司徒涵如果不是仔细看也不容易发现。朱雀身上有浑浊之气，显然是被感染了。果然，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一曲迷魂曲，这个男人就上钩了，一点自制力都没有，和当初主子的男人差不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只见朱雀犹抱琵琶半遮面，整个人风情万种，身上的薄丝料若隐若现，营帐里的气氛暧昧到了极点。哪知道这个时候玉峰好死不死的冲了进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玉峰只能硬着头皮来找九王爷，因为小王妃喝醉酒了。小王妃喝醉酒的下场就是整个虎骑营的兄弟们都惨了，不管是喝醉的还是没有喝醉的，还是巡逻的将士们，都被小王妃拉到操场训练了。锻炼的内容那就是车轮战、近身搏击。这一次小王妃更狂妄，让整个虎骑营的将士一起上。
因为前几天虎庆的将士大多数修为都升阶了，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在小王妃提出来消食的时候跃跃欲试。这一试完犊子了，完全被小王妃打趴在了地上。趴下了不行，起来起来，继续操练。这不又上演了当初在九王府的那一幕，所有将士今晚都被操练了。风雨雷电4个人知道小王妃喝醉酒的尿性，不把人操练到实在爬不起来是不罢休的，所以一开始他们4个人就往旁边躲了。有人陪着，妃子笑也不在意，不过半炷香，玉金就趴在了地上起不来了，全身筋骨断了10几处，整个人是出气多进气少了。玉雷他们没有办法，只能趁小王妃不注意的时候把玉金从人群中捞出来，赶紧正骨，用还魂丹又用金疮药。玉金吃了好几枚10级丹药，恢复了一点点。哎，兄弟，小王妃到底修炼到哪里了？我修为也是天阶中期了，怎么到了小王妃那里毫无还手之力，只有被打的份儿啊？前段时间是灵皇中期，最近就不知道了。什么灵皇？这不是上级的修为等级吗？所以小王妃是王者？妃子笑的修为让玉京震惊到了极点，站在那里没动。他丝毫没有发现刚刚还在救他的风雨雷电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经散开，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玉京抬头就对上了妃子笑的眼神，你过来。就在感受到妃子笑目光的时候，风雨雷电异常的敏锐，同一时间不约而同的四散开来，然后趴在地上装死。对，他们死了，他们已经死了，就连呼吸也屏住了，生怕被小王妃这个小恶魔捕捉到他们还没有死。这个时候装死是最明智的选择。要是不死，小王妃可以把人操练到死，那绝对是一件比下炼狱还要可怕的事情。这个时候趴下装死还来得及吗？风雨雷电这4个孙子竟然不知道提醒我一下，就装死，大家一起装死啊！妃子笑已经完全迷糊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玉金啊，这个他记得，就是土匪窝的首领，不是什么好人，带领着土匪们做不好的事情，杀人、凌虐妇女，什么坏事做尽了。怎么回事？我不是刚刚已经杀死了一个土匪首领了吗？怎么现在又来一个，还长得一模一样，复活了？不对不对，闹鬼？更不是了，难道是崂山兄弟？不对啊，那就是修为退步了，连一个土匪也干不死。不行，这一次我下手一定要重一点。就在妃子笑琢磨玉金这个土匪头子怎么还没有死的时候，玉金突然捂住胸口，笔直的倒下了。倒下去的时候还吐了2口血，那样子看上去就好像是真的死了。狗日的玉金，真是会演戏啊！这也行？他呸！戏精！他妈的，这个土匪竟然还没有死，要不过去补一刀。妃子笑慢条斯理的朝着玉峰走了过去。完犊子了！不行，我不能落在小王妃手里，落小王妃手里，那就不是伤筋动骨的事了，很有可能没命了。有了。玉峰趁妃子笑还没有走过来的时候，一个飞身朝着玉金飞了过去，然后直接把躺在地上的玉金拧了起来。小王妃，他没有死，他在演戏，快抓住他！玉金心里有千万匹草泥马在奔腾，火了，急尖凌厉，一巴掌朝着玉峰拍了过去。该死的孙子，坑我是吧？我可是虎星的统领，玉峰竟然敢坑统领，是不想活了？装死？该死的，这死土匪头子竟然装死，简直就是找死！玉峰逃跑以后，赶紧朝着九王爷的营帐去求救。这个时候能收拾小王妃的人只有九王爷了。军营什么时候有美女了？天哪！九王爷竟然金屋藏娇，背着小王妃行苟且之事！九王爷背叛了小王妃，渣男，简直就是渣男！玉峰来得快去得快，
也不管什么搬救兵了，直接到操场上去找妃子笑了。小王妃，不好了，九王爷营帐里有女人，那女人什么都没有穿，他们在啊，营帐里有美男，很美的那种吗？是那种赏心悦目，像电视上那种帅气的小鲜肉吗？肉嘟嘟的小脸蛋，嫩得让人想亲一口。啊，小鲜肉啊，小笼包，我的小笼包，姐姐来了，必须要吃一口小笼包里的小鲜肉。玉风来得够快，玉金几乎没怎么受伤，眼看着妃子笑朝着司徒寒的营帐飞过去，那些趴在地上的将士们一个两个赶紧起身，然后回营帐。呆子，你少在小王妃面前胡说八道啊！什么女人不女人的，你找死是不是？小王妃喝醉酒没有弄死你，王爷也得弄死你啊！真的是真的，刚刚我去找九王爷的时候，他的营帐里就有一个女人，还没有穿衣服，九王爷就是移情别恋了。不等玉风说完，他们四人赶紧朝着主帅的营帐飞奔过去，想要阻止一场大战。此刻营帐里却是另外一副光景，妃子笑冲进司徒寒的营帐，直接无视了正在跳舞的朱雀，两眼放光的朝着司徒寒走去。小笼包，小鲜肉，啃一口。此刻小丫头投怀送抱，司徒寒有点吃不消，因为他真的就是在啃小笼包，一通狂啃。就这琴技也想取悦本尊，没有我家小丫头的1/10，还真是不自量力。你家丫头是谁啊？叫她出来！竟然敢跟我抢男人，屠了！那你会弹琴吗？我喜欢会弹琴的丫头，你要是弹得比她好，我就喜欢你，怎么样？好啊，你等着，我这就弹给你听。妃子笑从空间里拿出了一把古筝，这古筝是上次在皇宫击退真姬公主的时候，先皇司徒云孝敬妃子笑这个皇婶的。对了，就是那首。不管我要吃肉肉，就要吃肉肉，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要是平日里九王爷哪里受得了，必定拉着小丫头躲进营帐里交战300回合，因为他可以明显感觉到朱雀身上的戾气越来越重，眼神也变得血红了，慢慢的又由红转黑。朱雀一个闪身出了营帐，朱雀逃跑以后，司徒寒一声令下，让玉峰他们去追击。九王爷陪着妃子笑实战了2天，这日整个虎旗营都安静了下来，一道妩媚的身影悄无声息的在军营里穿梭。逃跑的朱雀又回来了，这次他的目标不再是九王爷，变成了妃子笑的大哥欧阳霆。第2日，左等右等，副将怎么还没来？下面的将士赶紧让人来副将的营帐查看，这一看出幺蛾子了，副将昏迷在了营帐里，一个是鬼医，一个是比鬼医医术还高明的妃子笑，2个人轮流给欧阳霆把脉，硬是没有找出来病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妃子笑赶紧用金针施展了一套鬼门13针，可欧阳霆依旧没有任何的反应。朱雀来过了。九王爷转身就吩咐身边的人去准备东西，今晚要用，再去附近的道观请一个阴阳先生回来。等等，就把东西买回来就行，不用找阴阳先生了。是，王爷。入夜，伴随着一声异样的鸡叫声，原本躺在床榻上昏迷不醒的欧阳霆突然睁开了眼睛，眼底满是黑气，已经子时了。糟糕，小妹快逃，大哥是戾气入体变异了，快出营帐啊！风雨雷电4人分别抓着渔网的一端，死死地困住欧阳霆。突然渔网破了，激怒了欧阳霆，开始更加凶猛地攻击了。九王爷一声令下，玉雷得令后迅速地飞身靠近欧阳霆，检查他裸露在外的肌肤。王爷有愧了，欧阳将军的右手臂上有一块发黑的疤痕，冒着黑气。真的是沾染了戾气，这戾气到底是什么时候沾染的？这段时间以来，大哥都没有任何的异样，怎么会一下子戾气就严重了呢？也不像是朱雀所为，朱雀身上的戾气没有欧阳霆身上的戾气重，
很显然，大哥沾染戾气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朱雀可能是诱发大哥发病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戾气应该和朱雀无关。青龙，找到朱雀，带回来。是，主子。不可能，怎么可能是这样？完了，完犊子了！大哥这次是真的完犊子了。小妹，娘亲以前说过，我们兄妹4人都有特殊的能力，但是在出生的时候，为了不被仇家发现，就封印起来了。大哥的特殊能力，难道是号令师界？一统疆界，大哥这特殊能力真是让人一言难尽啊！小妹，我封印松动了，龙族血脉要觉醒了，用灵力封住，快点儿！封印之术，妃子笑根本不会啊。九王爷动了，他按照那日在神之秘境的方法，又开启封印欧阳婷的龙族血脉了。明显感觉到封印欧阳婷的龙族血脉，竟然比封印他家小丫头的龙族血脉要难得多。半炷香，欧阳婷身体笔直地躺了下去，整个人又陷入了昏迷。又是一声鸡鸣，欧阳婷身上散发着黑气的伤口，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了。风与雷电合力，这才把欧阳婷又送回到了营帐的床榻上。将士抬来了一大桶的糯米水，司徒涵让人把欧阳婷丢进了浴桶里，这才算是完事了。司徒涵抱着妃子笑飞身回营帐休息，等天亮了再处理其他事情。明早去一趟神之秘境，问问娘亲，这到底怎么处理？有彻底封印这能力的办法吗？还是直接除去？不用去找娘亲，我有办法。先睡吧，明早再说。他依旧失眠睡不着，直到天亮了，这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听到身边那均匀的呼吸声，司徒涵这才睁开了眼睛。他用一个结界封印住了外界的所有声音，并且让风与雷电在四周守着，任何人不能来打扰小丫头睡觉，这才离开了。不好了，这在尸变，倭人尸变！闭嘴，胡说八道什么呀？不会说话就不要开口。我大哥好好的活着，怎么可能变成旱魃？哪来的江湖骗子？出去！确实不可能，欧阳将军还活着，怎么可能变成旱魃？只有死人尸体才会尸变。玉峰，把这江湖骗子押下去，等着本王处理。是王爷。钟馗天师憋屈到了极点，不知道三尊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也不敢反驳，任由玉峰把他带下去。就在钟馗天师被带走以后，妃子笑拿出了金针，给欧阳听施了一套失传的针法。这针法是欧阳菲菲手札里记载的，可以驱魔的针法。虽然不能根治欧阳听体内的湿气，但是至少能够暂时的抑制住欧阳听体内湿气的扩散，暂缓它变异。王爷，刚刚被请出去的那位是上神吧？实在是没有办法才会如此对待他。王爷知道那位上神的喜好吗？待会儿我带着三哥去赔礼道歉。妃子笑真的是没有办法，那种时候营帐里的人太嘈杂了，他不敢赌，不敢拿大哥的前程和声誉去赌，他赌不起。他承认他自私了一点。没事，只要是礼物他都喜欢，送几枚丹药也可以的。好，三尊家小祖宗送的东西他敢挑剔，是不想活了吗？一炷香后，他们来到了关押钟馗天师的营帐。三尊，我有罪，愿意接受天道的惩罚。你有罪？你有什么罪？现在本尊都没空追究，有罪找大帝领罚去。在司徒涵的示意下，妃子笑把赔罪的礼物给了钟馗天师。看着桌上那一排排的丹药，他家小丫头真是大方，一出手就是各种类型的丹药，各送一枚，还全部都是10级丹药。还送丹药，一次性送这么多，难道这其中有鬼？给你就收着，怎么还要本尊劝你？不敢，小臣不敢。钟馗天师战战兢兢地收了一瓶丹药，其余的丹药他实在是不敢收。王爷，你还是先出去吧，一会儿这里完事了，我去营帐找你，可以吗？
在钟馗天师震惊的眼神中，司徒寒出了营帐。果然，这位果然是三尊家的小祖宗，竟然敢让三尊出去，佩服，佩服啊！最主要的是，三尊竟然没有任何的不悦，乖乖的出去了。难道三尊也是剧内的人？天哪！以后上界的格局怕是要被改变了呀！毕竟多了一位姑奶奶呀。妃子笑和钟馗天师在营帐里待了差不多半炷香的时间，他大哥真的在尸变。怎么办？钟馗天师是上界的上神，主管降妖除魔，接触这方面的事情比谁都多，他绝对不会看走眼的。欧阳婷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和当初妃子笑一样，重塑躯体。他现在这具躯体不能要了，已经尸变了，并且要尽快的处理。从营帐出来，妃子笑就去找了司徒寒，并且让小九去把欧阳熙也叫了过来。烧了吧，今晚就把大哥的躯体处理了，把元神分离出来再说。从营帐出来，他们就把欧阳婷带到了后山的别庄。入夜，欧阳婷被欧阳熙亲自从房间背出来，放在了平柴堆上。子时一到，妃子笑决绝地拿着一根柴火点燃了干柴堆。大哥，别怪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只能是这样。轰的一声，干柴堆烧了起来，还有气的欧阳婷被放在火上活活地烧着。不要，救我！那虚弱又痛苦的声音一声一声的，很是揪心，就像是一把小刀不停的在所有人的心上割。小妹，救我！小妹，我很痛苦。小妹，你忍心就这么杀死哥哥吗？我可是你哥呀，你就不怕娘亲到时候怪罪你们手足相残吗？我是欧阳婷，我是龙族的人，你们放开我！快点放开！小妹，我救救我！小妹，哥哥好疼，你救救大哥好不好？疼！乖，小九乖，咱们不看了，我们回房间去。乖。欧阳婷的声音越来越虚弱了，仿佛已经被烧死了。就当欧阳熙红着眼准备上去查看的时候，旁边的钟馗天师拉住了他。别过去，这是障眼法，那些戾气不会那么容易被烧死的，戾气不散，欧阳婷就不会死，别被骗了。死光头，少管闲事，等本将军蜕变完成，第一个就修理你。放我出去，快点放我出去！魔气不对劲，魔气怎么会散发出来？不应该啊，那些大魔头不是都被风清墨封印在了万魔之坑里面了吗？魔界出事了，还是魔尊风清墨出事了？妃子笑来魔界，风清墨收到消息必定会出来迎接他家的小丫头，除非真的出事了。两人提气朝着魔宫飞去。魔宫的门口，魔宫的守卫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魔宫重地，岂能擅闯？再敢走近一步，杀无赦！不对劲，很不对劲。风清墨必定是出事了。司徒寒带着妃子笑离开了，两个人在魔都里找了一个客栈住下来，观察魔界的情况。怎么回事啊？魔宫从什么时候开始戒备森严了？难道风清墨真的出事了？魔宫厚重的城门突然打开了，妃子笑看到骑马冲进城门的人，眉头皱得更深了。不对，那不是人，是妖。妖族和魔族井水不犯河水，妖族的人怎么能自由出入魔宫？除非是魔界易主了。入夜，司徒寒和妃子笑一袭黑衣，直接飞进了魔宫。哪知道刚刚落地就被魔界的一队人马围住了，为首的竟然是妖族的人。姑娘，可是叫妃子笑？跟我们走，妖王要见你。妖王？妖王不是在妖族吗？怎么会出现在魔族？怎么回事啊？这些侍卫显然是从魔宫走出来的，什么时候妖族的王能号令魔宫的侍卫了？妖王即使作为魔宫的客人，也不应该这般先入为主，把自己当成魔宫的主人了。风清墨呢？风清墨是不是出事了？司徒寒通过灵力传音过来，去看看，这妖王应该就在魔宫里，进去看看怎么回事。放心，
我会和你一起去。好，走吧。妖王有吩咐，请九王爷就在魔宫外等候，不用进去了。王爷，你就在城门外等等我，我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很快就回来，可以吗？不知道魔宫里什么情况，先进去打探一下。不知道风清墨是不是有危险，这个时候不适合打草惊蛇。放心，我不会让自己受伤的，可以吗？该死的，狡诈到不行的男人。细细地叮嘱了妃子笑一番，这才放人。小丫头的契约兽青龙还没有归位，还在外面寻找逃跑的朱雀。妃子笑身边没有强大的契约兽，司徒涵还是不放心。司徒涵趁妃子笑转身的时候，让玄武进入了妃子笑的虚无空间。妖王怎么可能在魔之殿？风清墨真的出事了，魔界现在竟然易主了，怎么会这样？你就是妃子笑？风清墨呢？你把风清墨怎么样了？没想到风清墨看上的女人，除了长得好看点儿，没什么特别，修为只有灵皇。哼，还以为多美若天仙，修为多高呢。本王还是高估了风清墨的眼光。哼，你就是妖王连翘，一只修炼成精的猫而已，还真把自己当回事。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开门见山。伶牙俐齿的丫头，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想用你威胁一下风清墨，不知道他会不会松口。话音落下，连翘没理会妃子笑，吩咐下面的人押妃子笑去魔界的地牢和风清墨见面。地牢？风清墨真的出事了？他的修为那么高，在魔界是数一数二的存在，怎么会出事？不应该啊！他没有任何的反抗，就跟着妖王的人去了魔界的地牢。刚刚到达地牢，妃子笑眉头就皱了起来，空气中传来一股难闻的味道。猝不及防地闻到这味道，妃子笑作呕了一下，赶紧伸手捂住了鼻子，拿出自制的香在鼻子前嗅了嗅，这才压住心里那排山倒海的感觉。女人就是麻烦，风清墨是多么想不开，才会想要和这么一个女人共度余生。进去吧，给你半炷香的时间叙旧，本王要从风清墨的口中听到有用的消息。妃子笑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跨步朝着地牢走了进去。就在这时，地牢的门突然被关上了。不好，上当了！他上当了。妖王让人假扮的风清墨，为的就是把他引进牢房。哼，没想到妖界的妖王竟然是一个擅长谋略的人。分析得好，没想到风清墨看上的人还是有点智商的，要不然本王都快以为风清墨喜欢上了花瓶。既然飞姑娘什么都猜到了，那就好好的配合一下，在地牢里待着吧。本王就看看风清墨什么时候来救他的心上人。你以为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牢能困得住我？妖王还是小瞧了花瓶。是吗？飞姑娘要是想要离开，随时。这地牢对于飞姑娘来说只是一个摆设，但是你不会走的，不是吗？你比本王更想要见到风清墨，那就委屈飞姑娘了。话音落下，连翘吩咐完身边的人，转身就离开了，不想再多说一句废话。也是一个足够冷漠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儿女私情应该放一边。妃子笑只有这么安安心心的在地牢里待着了。入夜，一道红色的身影闯进了地牢。笑笑，你不应该来的。司徒涵就在外面，你跟他回去。你受伤了，严重吗？魔界是出什么大事了吗？绝对是出事了，要不然风清墨怎么会允许其他人坐他的那把宝座？又怎么会允许妖族的王在魔宫横行霸道？风清墨，你对飞姑娘真是一往情深啊！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可还是来了。这一来想要离开，就没那么容易了。本王是该说你蠢呢，还是该说你用情至深呢？笑笑，你先回去，等我处理好魔界的事情，
就去找你，可以吗？离开？这个时候他怎么可能离开？风清墨很了解妃子笑，自然知道他的性格，也不多劝了。连翘，在本尊还没有动手的时候，你离开吧。看在咱们是发小的份上，本尊放你一马。你不是本尊的对手。风清墨，你还是那么的狂妄自大，本王会怕你？本王奉劝你一句，还是乖乖带着本王去魔窟吧。毕竟这么打斗起来会伤及无辜，灵力无眼，要是伤害到了飞姑娘，那可就悲剧了。不用管我，按照你的意愿去做，我不会有事。好。眨眼间，那2个人就冲破了牢房的屋顶，打到了外面去。把妃子笑给本王拿下，杀无赦。是王。妖族的人就对妃子笑发起了攻击。就在同一时间，风清墨身边的8大婢女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得令保护妃子笑。原本司徒寒准备出手的，他一出手可以秒杀妖族的所有人。不过司徒寒看了一下，那些攻击他家小丫头的人实力虽然都在小丫头之上，但是一时半会儿奈何不了小丫头。难得的实战经验，司徒寒明显想要锻炼一下小丫头。魔界的天突然黑了下来，黑气笼罩着整个上空。连翘，你使诈！好样的，好样的，你去死吧！这时司徒寒也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魔窟，那魔气是从魔窟那地方散发出来的。糟糕了，难道是万魔之王要觉醒？司徒寒一个飞身上去，抱着妃子笑就走。丫头，走，去看看。风清墨也着急到了极点，攻击越发的急切了。这一切都是连翘的计划，他又怎么可能让风清墨这么容易脱身？风清墨，没用了，万魔之王就要复活了，你阻止不了，魔界就要一统3界了。连翘自然是看到了妃子笑和司徒寒朝着魔窟的方向去了，但是他丝毫没有把2人放在眼里。不过天助妖族，不是吗？风清墨不但在乎妃子笑，还用情至深。为了这么一个女子，他竟然从魔窟出来了，彻底暴露了魔窟的位置。哼，万魔之王必定苏醒，统一3界，到时候妖族就是3界的统领。所以不管是朱雀体内的戾气，还是欧阳婷体内的湿气，都是妖王连翘的手笔。他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能让朱雀和欧阳婷沾染黑气，在他们体内本来就有黑气，他不过是催动了一下而已。连翘极力地拖住风清墨，只要他没时间赶往魔窟，万魔之王就有时间觉醒。一炷香，只要拖住风清墨1炷香的时间就够了。该死的连翘，竟然搞这么一出连环计，目的竟然不是要抢魔尊的宝座，他的野心更大，竟然是要统治3界。疯了，简直就是疯子！连翘难道不知道吗？万魔之王苏醒，必定会生灵涂炭的吗？当初为了镇压万魔之王，3界损失惨重，他和连翘也因此被连带封印了上千年。连翘，你以为拖住我就能万无一失了？错，你必定不会成功，你要输了，输在你轻敌，狂妄自大。不可能，难道是因为刚刚那2个人？不可能，只是2个凡人而已，怎么可能阻止万魔之王的觉醒？风清墨以为这样就能让本王放松警惕，好让你有时间趁机去阻止万魔之王的觉醒。哼，你做梦，不可能的，本王怎么可能上当？你没有野心，并不代表本王跟你一样也没有野心，本王要成就霸业。做梦！万魔之王怎么可能觉醒？不可能的。小丫头拥有龙族的血脉，是魔族的克星，3尊本尊也在魔界，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万魔之王觉醒？魔窟里，丫头，阻止他们，打翻那法坛。好，集结灵力，释放灵皇巅峰的威力，直接出击了。他放出了虚无空间的玄武、火麒麟和5行麒麟
司徒涵也没有闲着，集结灵力，嘴里念念有词，一个又一个的灵力球伴随着封印的咒术打向了万魔之坑。刚刚那地动山摇的感觉不是错觉，而是地底下的万恶之王真的苏醒了，翻了一个身，正在极力的冲破那封印。妖王连翘终于察觉到不对劲儿了，但是他被风清墨拖住，根本脱不开身。可风清墨也不是那么好摆脱的。连翘，你放弃吧，你难道还不明白万魔之王不能苏醒？他苏醒的时候不是魔界统领3界，而是魔界覆灭的时候。你别执迷不悟，该醒了。要封印万恶之源，不像封印妃子笑龙族血脉那么简单，更加的复杂。当初九重天大战，3尊也不会为了封印万恶之源受重伤，然后不得不轮回。妃子笑一个召唤，把在外面寻找上古朱雀的青龙召唤了回来。青龙，这里交给你了。好，主子。妃子笑脱身以后，一个飞身朝着司徒涵而去。他站在司徒涵的身后，不停地输送灵力给他。丫头，小心！他一个飞身挡在了妃子笑的面前，威压涌动。3尊的威压，在场的任何人都承受不住。妃子笑同样如此，被司徒涵的威压压得喘不过气，蹲在了地上，不得不运转灵力抵抗着那强大的威压。因为司徒涵释放出来的超强者威压，抵抗住了万魔之王对妃子笑的攻击。那双黑色的巨手改变了方向，和司徒涵缠斗了起来。妃子笑承受不住那强大的威压，一口血吐了出来。丫头，笑笑，司徒涵速战速决，笑笑快要承受不住了。不只是妃子笑承受不住了，其余的所有人同样承受不住了。妖族的那些长老一个两个受了重伤，火麒麟和五行麒麟同样受了重伤，不得不回到虚无空间。玄武和青龙稍微好一点，万魔之坑的绿色岩浆涌起来几米之高，把司徒涵卷进了万魔之坑。不要，司徒涵！笑笑，不行，你跳进去会没命的。你要相信他，他是3尊上神之首，他能镇压住万魔之王的。不，让开！我要下去找他，快让开！一掌朝着风清墨打过去，趁风清墨躲闪之时，一头扎进了万魔之坑的绿色岩浆里。笑笑，不要！你龙族血脉会因此觉醒的，笑笑回来！下面的战争依旧激烈，司徒涵和万魔之王打得难舍难分，因为这是在地底下万魔之王的地盘，司徒涵受到压制，根本施展不开。龙族之女，竟然是龙族的血脉，既然下来了，那就一起下地狱吧！丫头，笑笑！一个飞身，司徒涵挡在了妃子笑面前，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啊，怎么样？你别吓我，别吓我呀！丫头，别哭，我没事的。镇压万魔之王就交给你了，我相信你可以的，丫头，保重，我在上面等你。司徒涵集结最后一丝灵力，混着心头血，点在了妃子笑的眉心，解除了他血脉的压制。也在同一时间，原本在妃子笑怀里的司徒涵身体变得透明了，元神变成了一片片的碎片。不要，司徒涵，不要走啊！不要啊！此刻妃子笑身上的气势竟然和司徒涵如出一辙，他的眉心出现了一朵红色莲花。当他眼神射向万魔之王的时候，一股不属于妃子笑的记忆涌了出来。万魔之王觉醒，司徒涵想要镇压他，必须要牺牲，所以不管他跳不跳下来，司徒涵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好痛！那种揪心的感觉让妃子笑要窒息了，痛到了极致。他庆幸他跳下来了，至少可以和司徒涵说2句离别的话。他说：“丫头别哭。”好，他不哭，即使痛到极致，他也不哭，昂着头让眼泪流回到眼眶。他说：“他等他，他一定会等着他的，不是吗？”
对，一定的，他们一定能再相遇的。这一次换成他守护司徒寒，运转灵力，干净利落地朝着万魔之王攻击了上去。因为红莲业火的觉醒，妃子笑打出去的灵力球中带着红色的火焰。红莲业火的本源火焰和九幽黑莲的火焰如出一辙的功效，可以燃尽世间一切，更是能除去一切魔气。上界的上神们通过三尊散发的金光，终于找到了魔窟的位置，冲了进来。为首的上神在看到妃子笑的时候，龙族之女，怎么龙族之女在这儿啊？当年龙族的后人不是死绝了吗？该死，先镇压万魔之王吧，其他的稍后再说，一定不能让万魔之王觉醒了。司徒寒的封印之术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只需要最后一击就行了。妃子笑龙族的血脉觉醒了，那原本不了解不会的封印之术无师自通了。飞姑娘，小神帮你。请来支援的天兵天将一起发力支援妃子笑。整个魔窟响起了一阵外人听不懂的魔音，这是封印万魔之王的咒术。笑笑停下来，实在不行就放弃吧，再这样下去你会灰飞烟灭的。笑笑。就在这时，一道金光冲破天际，所有的黑气在这金光的照耀下全都散开了，封印成功了。妃子笑做到了，她真的做到了。丫头！妃子笑就这么直直地倒了下去。风清墨厉声呼唤着她，同时飞身上去接住了她。也是这个时候，那封印的咒术也停止了，妖王连翘。在跟着风清墨冲进魔窟以后，承受不住早已经撤退了。那龙族之女必须死，必须要葬在万魔之坑，要不然上面那位追究起来不是任何人能承受的。在还没有酿成大错，龙族一脉还没有再次崛起的时候，必须要扼杀在摇篮里。这女子必死无疑。你们什么意思？阻止我？你们难道不知道龙族违背了天道被处罚了吗？现在竟然出现了漏网之鱼，不是应该被覆灭吗？或许这是天意，龙族并不该绝。天道的惩罚只有一次，能活下来是龙族之女的运气。得饶人处且饶人。咱们没得令，不能私自行动，但是回禀后，等大帝做决定吧。就在他们内讧的时候，风清墨早已经抱着昏迷不醒的妃子笑溜了。娘亲，娘亲，你醒醒好不好？娘亲，你看看小宝宝，小宝宝长大了，小宝宝学了好多东西。娘亲，你醒过来好不好？小宝宝已经没了爹，不想再失去娘亲。大小姐，你醒过来看看啊，小世子在叫你，你不是最心疼他了吗？他哭了，小姐醒过来哄哄他吧。妃子笑依旧没有睁眼睛，可是南宫心却发现从妃子笑的眼角流出了一行眼泪。丁姨娘，主子有反应了，她哭了，你看这里有眼泪，你看。妃子笑哭了，她这眼泪让所有人都惊喜了，赶紧叫黄老头和玄宗师过来把脉。小王妃有眼泪了，她快要醒过来了，真好。妃子笑依旧没有醒过来，即使小宝宝又抱着妃子笑的胳膊嚎啕大哭了几场，小王妃也没有反应。今日是双11了，小王妃之前就吩咐过，双11是庆殿的日子，一大早所有的人都出动去店铺那边帮忙了。九转丹楼里只留下了几个人，玉峰留了下来，伴随着九王爷的不知所踪，妃子笑的沉睡，玉峰这沙雕也不笑了，话不多，整日守在妃子笑的房顶，所以他们就把玉峰和南宫心留了下来。小姐，又过去1天了，我知道你能听见，今天是殿庆的日子，你不去主持大局吗？小姐，你醒过来啊！九王爷回来要是看到你这样子，不知道该多心疼。小姐，你要振作呀，九王爷还在等着你呢。小丫头，等着。这句话虽然刺激了妃子笑，但是她依旧没有醒过来的迹象。主子，黄老头说你怀孕了，肚子里的小宝宝已经足月了，你醒过来吧，再这么下去，宝宝有流产的危险，这是你和王爷的孩子，就算是为了九王爷，你也要醒来呀。孩子，
我和司徒寒的孩子。妃子笑放在床榻上的手动了动，她努力地睁开眼皮，眼皮沉重，她试了几次都没有睁开。不行，她要醒过来，她要保住和司徒寒的孩子，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和见证。以后再见面的时候，司徒寒要是看见这个孩子，会不会很震惊，会不会惊讶，然后高兴地抱着他转圈圈。妃子笑用所有的力气终于睁开了眼睛。醒了，主子醒了，主子终于醒了，真好。主子，我扶你起来坐一坐。南宫欣小心翼翼地把妃子笑扶起来靠在床头，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就好像是呵护1岁的瓷娃娃。主子别哭，对肚子里的宝宝不好，你躺一会儿，我去找黄老头过来。南宫欣飞奔出了房间，去得快来得也快。黄老头一听妃子笑醒过来了，那一把老骨头跑得比南宫欣还快，那冒冒失失的样子就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师傅，你醒了，你终于醒了。黄老头给妃子笑把脉，脉象有点不稳，因为妃子笑伤心又久病不起的缘故，动了胎气。妃子笑倒是没有过多的言语，他是黄老头的师傅，自然也知道自己的情况，先在床榻上静养几天吧，给了黄老头一个保胎的方子，先保胎再说。太好了，小王妃终于醒了。3日后，妃子笑下床了，他独自来到魔尊风清墨的房间。妃子笑醒了，风清墨知道，但是他疗伤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不能终止。妃子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才起身离开。这以后，妃子笑收敛了所有的情绪，整个人活了过来。司徒寒陨落了，但是他还在，那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必须要完成。又过了1个月，司徒寒死了的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开了，安阳国的敌军奋力的反扑，想要夺回失去的城池。军情报到妃子笑这里，他一脸的冷漠。战，一举拿下安阳国。4日，妃子笑带着身边的人乘坐飞船回了圣王朝的皇宫。不行，小皇嫂，你怎么能领兵打仗呢？你有身孕，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你坐镇皇宫，我去领兵打仗。你领兵打仗？你修为现在是什么等级？虎骑军听你的号令，能在1月之内拿下安云国吗？司徒云哑口无言，答案是不能。虎骑营只认九皇叔，不会认他这皇职。司徒云手里倒是有虎符，但是这是九皇叔要交给司徒欧阳的东西，即使他拿着虎符，那些将士恐怕也不会听他的号令。那只是九皇叔一个人的虎骑军，以后也只是小宝宝一个人的虎骑军。妃子笑不一样，他是虎骑军的主母。小皇婶直接拍板了，当晚已经子时了，妃子笑却带着人直接去了虎骑营。圣王朝称霸，一统他国，是九王爷的夙愿，你们愿意跟随我一起完成这个夙愿吗？成就千秋霸业，一统天下，成就霸业，一统天下，成就霸业，一统天下，成就霸业。今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虎骑营的将士们一整晚都在备战。朱雀是沾染了戾气，被妖王连翘利用了。发生的事情，朱雀一点记忆都没有。当他去九转丹楼找妃子笑的时候，才从诡异欧阳希的嘴里听说。妃子笑也好像忘记朱雀一样，不理会，直接无视。一人一兽就这么僵持着。小姐，夜深了，先休息吧，明日还要赶路。妃子笑除了修炼，还有一个事情，那就是给肚子里的宝宝做衣服。小姐，明日就出军了，咱们只有青龙一艘飞船，是拉粮草和军需，还是让虎骑军乘坐飞船呢？要是正常行军，1月半才能到达战场，前线的将士怕是抵挡不住。丁姨娘什么时候关心打仗的事情了？是想给朱雀说情吧？丁姨娘叹了口气，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小姐，她只能把青龙拜托她的事情全盘托出了。让朱雀找玉雷，玉雷会安排。丁姨娘欢天喜地地出了营帐。寒，2个多月了，再过些时日，咱们的宝宝就满3个月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第2日，就当他们在出发的时候，一个上神领着一队天兵天将下了天梯，来到了妃子笑面前。你就是妃子笑，龙族之女，是还是不是啊？妃子笑站在那里，淡淡的看着那上神，没有任何的表情。要走，关进神之秘境，
等着大地发落。哼，要关我？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还没飞升吧？不属于上界的人，凭什么带我走？为什么？还问我为什么？你是龙族之女，难道不知道龙族的人触犯了天道，被灭满门吗？你是龙族之女，就是原罪，带走。南宫欣和小九直接挡在了妃子笑面前，虎旗营的将士们自发地把那一队的天兵天将包围了起来。妃子笑，你确定要让这些人为你送死吗？你真是自私啊，不把他们的命当回事，跟着你这样的主子，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你这是上什么？怎么这么卑鄙啊？人人都想得道成仙，不过现在看上神这龌龊的德行，大爷我突然不想成仙了。放肆！一个强者的灵力球直接朝着他打了过来，妃子笑的心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玉峰，小心！妃子笑集结一个灵力球撞击了过去，2个灵力球在空中相遇，然后炸开了。妃子笑，你竟敢动手！上，抓回去，生死不论！小九、星儿，你们退开，各将士听令，退到1里开外。小王妃，钟母。玉雷他们并不愿意退开，要是妃子笑有什么危险，即使他们打不过也要上。九王爷不知所踪，他们不能再让小王妃出事了。小王妃可是九王爷的心尖宠，要是王爷回来，小王妃有任何的闪失，必定会怪罪他们。宗皇而已，也敢反抗，真是不自量力。本皇看你是不想活了，既然如此，不用抓回去等着大地发落，本神今日就让你陨落。是吗？那就看到底是谁陨落。妃子笑身形更快，出手丝毫不留情面，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没有。2个人散发出来的威压很强大，毕竟2个人的修为算是超强者。只能看见天空中有2道残影。半炷香的时间过去了，那位上神跌落下来，吐了一口血，一脸震惊地看着妃子笑。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他神皇初期的修为竟然打不过宗皇巅峰。你输了，上神，你有2个选择，一是自我了断，2是被五马分尸，选一个吧。妃子笑，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乖乖和本神去神之秘境，本神可以当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计较你以下犯上。以下犯上？哪来的犯上？你是脸大呢，还是脸大呢？既然如此，我替你选。玉峰，拉战马过来，五马分尸。这下玉峰高兴了，屁颠屁颠的吩咐着将士去把追风还有几匹相对猎的马拉过来。是神呐，想想就拉风，这种事儿也只有小王妃和九王爷敢做，想想就带感。那上神不只是受了重伤，还中了妃子笑的毒。他每一个打出去的灵力球全部夹杂着他研制的毒药，麻痹神经、动作迟缓的毒药，这是他最新研发自保的毒药。3下5除2，玉雷他们就把那上神的手脚、头全部用绳子捆了起来，2只手、2只脚、1个头，5个地方，末端的绳子系在了马鞍上，然后一声令下，疯狂地用鞭子击打着马屁股，马儿受到了惊吓就会奔跑。5匹马在5个方向同时奔跑，被绳子套住的人就会被5匹马分尸。风雨雷电，玉金他们5个人翻身上了马，驾！一声令下，风雨雷电用鞭子疯狂地击打着马儿的屁股。可就在这时，又闪过一丝金光，一个灵力球打过来，5根绳子整整齐齐地断了。钟馗天师从上面走了下来。什么？要找3尊家的小祖宗？那这可使不得呀！3尊步入轮回道，总有重生恢复记忆的一天。要是上界的神动了3尊的心尖宠，那还得了啊！万一3尊醒过来，妃子笑死了，3尊那不是得疯啊！不行，一定要救下那小祖宗，那小祖宗不能有事啊！必须救啊！至于救了小祖宗的后果，等把人救下来了再说。使不得呀！3圣母不能这么做呀！3圣母？什么3圣母？这是什么称呼？妃子笑不知道，如果上界3尊成亲了，那么他的娘子就是上界的3圣母。
众女神之尊，统领整个后宫，是比大帝的妻子王母更高一个级别的存在。你要救他，让本宫放了他可以，但是你和本宫之前的情谊就此了断。三圣母，得饶人处且饶人，小神先带他回去了。失控了。空气中有一股难闻的味道。这上神拥有的光环都被丢光了，真是丢脸呐！不用惊讶，只是不小心中毒了而已。你那不是有解毒丹吗？分他一粒就行了。钟馗天师心里更是苦哈哈的，这话绝对是膈应他呢。就当钟馗天师带着那废物上神登上天梯的时候，他发现了异样。你孕有灵儿？三尊孑然一身上万年，要是有了灵儿，格局就会被改变。这让钟馗天师不得不多想，灵儿有危险，落到坏人的手里，三尊会是什么反应？九重天大战难道还要重演一次？不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是三圣母怀了三尊的灵儿，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别怪小神，小神也是身不由己，你知道的太多了。钟馗天师一放手，那小神竟然从天梯上掉了下来，粉身碎骨。天师，你……钟馗天师并没有收手，一个飞身腾起，一掌又一掌的朝着那些官差的头顶注入灵力球。不过眨眼间，那些官差关于这一切的记忆全部被毁灭了。三圣母，小神能给你把把脉吗？妃子笑往后退了几步，伸手护住了肚子。果然是冲着肚子里的宝宝来的。玉峰他们也挡在了妃子笑面前。该死的，这什么上神就是不安好心，想要残害小世子，想伤害娘亲和妹妹，找死！随即小宝宝一个召唤术，地动天摇，无数的魔兽开始往这个方向而来。地底下那些大东西接收到了召唤令，一个两个的从地下钻出来，挡在了小宝宝他们的面前。一时间，妃子笑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保护了起来。天生子，竟然是天生子！天哪，这天生子竟然叫三圣母娘亲，这天道之子竟然也向着三圣母，好事，这是天大的好事啊！那个三圣母，小神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看看灵儿是否安好。三圣母，能借一步说话吗？可以，娘娘乖，娘亲没事，让他们退了吧，行吗？小宝宝依旧警惕地看着钟馗天师。妃子笑带着钟馗天师进了主营帐。好了，你可以实话实说了，是肚子里的宝宝有问题吗？半炷香的时间，妃子笑的脸色越来越阴沉，全身充满了杀戮，威压情不自禁地释放了出来。营帐外一直守着的小宝宝冲了进来。娘亲，没事，宝宝不用担心。你是说想要生下这宝宝不容易，危机重重是不是？能不能顺利生下来是一个未知数，即使生下来了，能不能长大，会不会夭折，又是一个未知数。孩子的存在会打破现有的平衡，所以危险，是不是？这是他和司徒寒的孩子，他一定会护着长大。妃子笑总算是明白娘亲欧阳菲菲的苦心，因为娘亲的牺牲才换来他和哥哥们这么多年的平安。三圣母，这是小神送给灵儿的礼物，希望能压制住他身上的神圣之光。还有这道符箓，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时候，三圣母就烧了这符箓，上天入地，赴汤蹈火，小神一定赶来。钟馗天师千叮咛万嘱咐，这才离开圣王朝的营地里。退什么退啊！战！老子拼死一战，也要保住圣王朝的城池，哪怕死在战场上也值得，名留千古。不行，死守是不行的，不能全军覆没呀，20万大军啊！如今加上伤兵，咱们只有5万兵，怎么和对方30万大军抗衡呢？敌方其中有25万是邻国安阳国的军队，个个勇猛善战，咱们根本打不过，这是白白送死啊！对，不能白白送死，
咱们得把这5万将士带回去啊！粮草不足，伤亡惨重，只能退兵了。大多数的主将主张退兵休养生息，只有小部分的坚持死守。喂，退到何时才是头啊？敌军必定乘胜追击，打到我圣王朝的都城去啊！哎呀，要是欧阳霆将军在就好了。这时，大将施秉红着眼眶，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退军，拼死守住下一个城池。营帐外面一片嘈杂，甚至响起了嚎叫。糟糕，敌军来袭了！将军，虎骑军，援兵来了，是虎骑军。什么？虎骑军来了？圣王朝的那一支骑兵，当年跟着摄政王打天下的虎骑军，个个勇猛善战，一个顶普通兵10个的虎骑军吗？当真是虎骑军来了？多少数量？虎骑军来了，竟然是虎骑军！太好了，太好了！全部，据说有5万虎骑营的精兵，还有10万增援，在虎骑军的后面，正在日夜兼程的往这边赶呢。哈哈哈，15万，还有5万虎骑军，这场战，圣王朝不会输了，一口作气直接拿下安云国，让安阳国的军队全军覆没在这儿，拿下安阳国还远吗？士兵大将军，看看盒子里的礼物，这是小王妃送给大将军的见面礼。施秉大将军想要大叫出声，奈何他吃了丹药，只能发出一个单音，不能说话。那么一个大箱子里放着10几颗人头。怎么会这样？这些全是敌军的主将啊，全部都被杀了。1、2、10，一颗一颗人头，敌军多少个主将一个都没有落下。几颗人头就被吓到了，这不过是小王妃送给他的一个小礼物而已。要是小王妃送一个大礼物，那他不是要被吓破了胆啊！收起来吧，这种血腥的东西还是不要让小王妃看到了，有点晦气。煮熟了喂狗吧。是，统领。金统领，咱们不攻了，这是拿下敌方的大好时候，天亮就发兵，咱们拿敌方30万大军。玉京看了宣纸上那龙飞凤舞的字迹，不可能，明日不攻，明日再休息1天。小王妃一整夜没有休息，明日要补觉，不睡到日上3竿是不会起床的。要是出了点意外，起不来，可以睡上几天几夜。小王妃？怎么又是小王妃？出兵打仗和小王妃有什么关系？难道小王妃要指挥战役，带领军队杀敌？这不是笑话吗？妃子笑在里面紧张的手术，身体有点吃不消，孕吐严重，看到血腥的东西就恶心想吐，终于把截肢手术做完了。最后的缝合，妃子笑直接交给了黄老头。小王妃，主母，他们完成任务回来了。是的，主母已经完成任务了，等着你下一步的指示。没指示，本宫要回去睡觉。整兵，天亮出兵，具体怎么打，打什么战术，你去找小世子，他来指挥就行。好。妃子笑走到营帐外，一股熟悉的感觉迎面而来。你回来了，大哥，你回来了。杀！缴械投降者蹲地上。投降不杀，蹲下，蹲下！圣王朝的魔兽大军来了，不想丧命的蹲下。宝贝儿，冲啊！干死安云国的孙子们！冲！一个不了！左边，右边，对，就是这儿，杀呀！投降！我们投降了，我们愿意归顺圣王朝。投降了，我们是圣王朝的兵。快蹲下，快点，快把安云国的铠甲脱下来，没收人士铠甲。安云国和安云国的10万大军全军覆没。儿郎，妾身得救了，娘和孩子都安好，投降吧！儿啊，别战了，你死了，叫为娘怎么办呢？哥哥，是我，是嘟嘟啊！娘亲让你缴械投降，回家用膳了。这一场战役就此结束了。皇上万岁万岁！摄政王妃万福！韩，看到了吗？这是咱儿子为圣王朝拿下的第1个城池，你是不是也很欣慰？洋洋长大了。突然，小腹传来一阵剧痛，他蹲了下来。主子，你怎么样？你别下心儿啊！主子，从妃子笑小腿的地方顺着流了一股鲜血下来。小王妃，大小姐，你醒醒啊！快，小王妃晕倒了，有流产的迹象，快点！
玄宗师到妃子笑身边以后，赶紧给妃子笑把脉。怎么样？小王妃怎么了？肚子里的宝宝有问题吗？情况不好，这外面风大，先安置了小王妃再说。什么？情况不好？完了，这下真的完了。欧阳婷小心翼翼地把昏迷的妃子笑抱上了飞船，众人也跟着上了飞船。玉雷他们留下来处理俘虏和降兵的事情，提心吊胆地把小王妃送进了安云国的皇宫。天已经黑了，小王妃怎么还没有醒过来？真是急死个人！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小宝宝还在，没有流产。大小姐，你醒了，要喝水吗？随后妃子笑又喝了一碗安胎药，吩咐了一些事情，这才又睡了过去。咱圣母，瞒不住了，大帝已经知道您怀了三尊遗父子的事情，今日他恐怕就要动手了。该来的还是要来，挡都挡不住是吗？所以只能冒死抵抗了。来了吗？这就来了。好，那就战吧。之前他就已经想好了对策，如果有人敢动他肚子里的孩子，他就要拉着天下人陪葬。当开始有胎动的时候，不需要 B 超，妃子笑就知道是2个宝宝，因为胎动的时候可以看到4个小拳头，4个小脚丫子。为了这2个小宝宝，他要坚强。谢谢，大恩不言谢，他日天师有难，必定涌泉相报。三圣母，此刻你就不用担心我们了，我们自有对策，还是先想想办法，保住灵儿再说吧。钟馗天师赞同的点点头。对，三圣母就不要管我们了，有我们3人在，如果大帝真的派天兵天将来了，我们还能抵一阵。小世子现在几个月了？8个多月，现在应该有8个多月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生，可以活了。妃子笑肚子里的2个孩子，虽然在妃子笑肚子里不满4个月，但是实际年龄已经8个多月了。缩短孕育的时间，这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其实妃子笑那会儿流血，不是要早产了，而真的是生产的预兆。当下妃子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剖腹产，必须要剖腹产了。走，快收拾东西去魔界，我们人全部去魔界，虎骑军留在云城镇守。快点，现在就走。好。笑笑来了，糟糕，出事了！这个时候笑笑来魔界，绝不是一件好事情。妃子笑躺在产床上，即使下半身因为麻药没有任何的知觉，可他还有意识，嘴巴还能动。三哥，开始吧，不用紧张，咱们已经演练过无数次了，你一定能够完美完成的。不用担心，你闭上眼睛数羊吧，半个时辰就可以和小宝宝见面了。欧阳希稳住心神，用妃子笑自制的坚韧手术刀划开了妃子笑肚子里的第1层。当欧阳希打开妃子笑的肚子时，脸色瞬间阴沉了。不好，羊水浑浊，胎儿有窒息的危险，快点，必须要快点！黄老头，快点帮忙，挤压！我看到宝宝的头了。三公子，不好了，妃小姐昏迷了，眼睛已经闭上了。羊水栓塞，抢救！丁姨娘，为还魂丹稀释剂。黄老头，你把脉。玄宗师继续打下手，快点，动作要快。手术室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抢救。药剂喂不下去，怎么办呢？喝不下去，小姐嘴巴紧闭着，灌不下去啊！玄宗师，从血管注射进去，快点，加大剂量。丁姨娘，准备好稀释几10倍的还魂丹试剂，孩子快出来了。是，三公子。就在欧阳希的话音落下，一个皱巴巴因为缺氧而全身青紫的孩子从妃子笑的肚子里抱了出来。孩子没有哭，呼吸脉搏很虚弱。最先出现的小世子，不管欧阳希拍屁股还是拍脚底板，依旧不哭。欧阳希赶紧把小宝宝递给了丁姨娘，让黄老头赶紧从细小的血管里注射还魂丹试剂进入。欧阳希赶紧把肚子里第2个宝宝拿出来，是一个小闺女。小闺女的情况明显比哥哥小世子的情况好，一出胎模就开始嚎啕大哭，那声音尖锐，中气十足。天兵天将真的来了，带领天兵天将来魔界的人不是别人，竟然是上神之手的大帝。风神、雷神、钟馗天师挡在魔宫的城门口，视死如归的和领兵的大帝对峙着。大胆，竟敢与本帝作对，谁给你们的胆子叛变呢？
来人，给本帝把这3个叛贼拿下，押到神之秘境禁地，永生永世关押。大帝，宁贵为上神之首，依旧尊贵无比，放过这个孩子吧，他还只是襁褓中的孩子。大帝，3尊现处于轮回中，若他日3尊归位，知道您亲手扼杀了灵儿会怎样？3尊会不管不顾厮杀了您呐！3尊的性格不喜争斗，无心朝政，心怀天下，他的灵儿必定也不是贪婪之人。您护3尊灵儿长大，其乐融融，不是很好吗？您是众人爱戴的大帝呀！护着3尊灵儿长大，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比起这种风险，本帝更喜欢运筹帷幄。都愣着干什么？上！风神、雷神、钟馗天师和上界的天兵天将打得难舍难分，既抵死反抗，杀无赦。是大帝。3尊归位了。这个时候3尊竟然归位了。什么？3尊归位了？确定是3尊归位了？怎么可能这样？3尊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归位？时间对不上啊！按照以往的时间来推断，3尊这个时候绝对是不会归位的。入了轮回道，最起码就是100年，而这一次3尊只是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归位。几个月3尊就归位了？难道是因为龙族之女怀孕的事儿，3尊知道了，所以强势的冲破了禁制？3尊明明已经回来了，但是没有来魔界找龙族之女，只是去了3尊殿，是因为什么？难道这是警示？3尊回来直接去了上界，连妻儿都顾不上了，就是因为知道大帝的所作所为，所以去了上界找大帝算账，是这样吗？走，跟本帝去迎接3尊归位。回来了？司徒寒这就回来了？这么快？怎么就回来了？那要是不回来多好啊！完了，现在彻底完了。是的，司徒寒，狗日的司徒寒！该死的，怎么什么好事情都让司徒寒这个狗日的捡完了呢？好事都被他给遇上了啊！不行，小丫头的孩子必须叫我爹，哪怕是干爹也好，以后也有在司徒寒面前吹嘘的资本。怎么样？你的孩子又怎么样啊？还不是先开口叫本尊爹？你排队去吧，狗日的！3哥，快速缝合，用金疮药，孩子我来抢救。玄宗师做心脏复苏，黄老头准备金针。不过一会儿，妃子笑剖腹产的伤口在一层又一层10级金疮药的帮助下，竟然完好如初了。加上妃子笑灵力恢复，不过眨眼间就可以下地了，那样子宛若一个少女。妃子笑不但起来了，恢复了，甚至还像没事人一样站在手术台前，用金针给小宝宝针灸。妃子笑几根金针下去，小宝宝就开始哇哇大哭了。他一哭，旁边原本看着妃子笑这个娘亲目不转睛的小丫头，竟然也开始跟着哥哥哭。哭声？小孩子的哭声？生了，小王妃生了啊！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平安降生了。小妹生了，小妹生孩子了，我当舅舅了。2个，一个小公主，一个小恶魔，一下子就儿女双全了，真的太好了。风清墨抱着小公主，明明没有逗孩子，孩子仔仔细细的打量那小人，可那小公主竟然冲着他笑。因为刚刚生产的关系，他们所有人在魔宫住了下来。小九他们把白天发生在魔宫的事情告诉了妃子笑。来了，上界来人了。哼，大帝既然来了魔界，也知道我生了孩子的事，怎么可能这般无功而返？兴师动众的来，然后悄无声息的离开，不符合常理啊。也不是无缘无故就走了，当时我离得不远，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喊什么3尊归位了。是妹夫归位了吗？啊，不对，这应该是幻听。妹夫要是归位，现在过去几个时辰了，他不可能不来看小妹和孩子。应该是哥哥听错了。来，小妹别多想，虽然是灵修，但是还得坐月子才行。大哥去看看魔尊找奶娘，怎么还没有来？
他在等人，等那个人。他既然归位了，应该会回来找他。哼，好，很好，好样的，司徒寒，可以，真的可以的。既然如此，孩子们也没有他这个爹。当风清墨开口，小心翼翼地告诉妃子笑，想要给孩子们当干爹的时候，妃子笑一口答应了。取名字啊？小宝宝们要我去取名字，扬眉吐气了啊！这个牛可以在司徒寒面前吹一辈子了，最少也是几千年。司徒寒是孩子们的爹怎么样？孩子们的名字是我这个当干爹的人取的，亲爹比不过。3日后，丫头，名字想好了，女宝宝呢叫风甜心，男宝宝叫风贝贝，全名呢就是甜心宝贝。风清墨却忙活了3日，就取了这么个名字，还告诉他这是所有魔界大臣们商量的结果。他甚至问了风清墨，为什么男宝宝不是叫风宝贝，而是叫风贝贝呢？有一个叫小宝宝了，司徒欧阳不是叫小宝宝吗？不能重名，那就叫风甜心和风贝贝吧，就这么定了。入夜，司徒寒，你看，女儿子是风清墨取的名字，你会不会嫉妒？会不会吃醋？应该不会吧，毕竟你已经抛弃我们母子4人了，不是吗？要不然几日过去了，你为什么不回来呢？如此，那就别回来了吧。上界，三尊，您没事吧？快喝水。三尊，您救急未愈，就别气急攻心了。无妨，今日有上神来拜访吗？不是他不去小丫头身边，他5脏6腑全部受损，如果要修复恢复全盛时期，至少需要3-5年。这个时候他不敢动。几日后，司徒寒出了三尊殿，钟馗天师听闻三尊出了三尊殿，赶紧跑过来请安。钟馗天师看了看一旁没有任何情绪的大地，鼓足勇气把三圣母的事情和灵儿的事情告诉了三尊。竟有这事儿，本尊轮回一世还惹了风流债，那本尊的孩儿还安好吗？钟馗天师如实回答：如此甚好，既在下界生活，那便如此吧。大帝，给那女子天道奖励，了结了这事儿。三尊不喜灵儿，不把龙女之女接到上界，反而要了结了断情缘，为什么呀？这才是三尊，大家熟悉的三尊不是吗？造物神在造就三尊之时，三尊本就没有七情六欲，上一世随着三尊的陨落已经结束了。对那什么龙族之女，还有那对灵儿，三尊没有任何的感情，也在常理之中。纵然三尊是爹，却对灵儿没有感情，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天道奖励，行啊，看在龙族之女为三尊产下灵儿这事，那就奖励丰厚一点吧。如此，修为进阶如何？断情信，好，真好，断情绝爱，各不相干。要是当着司徒寒的面嫁人，不知道那爱吃醋的狗男人会怎样？男人无情的时候是真的无情啊，妻儿可以不管，所以妃子笑注定是下堂妇啊，不对，应该不是什么下堂妇，他和三尊的关系不是夫妻关系，不清不楚的，怎么可能是夫妻关系呢？至少没有拜堂成亲，上一世和司徒寒拜堂成亲的人也不是妃子笑，而是飞傲天的女儿而已。这么算起来，妃子笑就只能算是司徒寒的一个侍妾啊，不对，侍妾也还有一个名分呢。这龙族之女什么都不是，以为生下灵儿就能母凭子贵啊？哼，哪知道三尊不要龙族之女，更是不要什么灵儿。三尊还是那个三尊，没有七情六欲的三尊，真好啊！等等，司徒寒，如此甚好，哼，好，很好，看着就好。既然如此，他也知道那断情信了吧？默认了，默许了，很好，很好。今日是2个小宝贝满月的日子，妃子笑放飞自我，压抑了大半年，她终于可以好好的轻松一下了，全身心的轻松，以至于洋洋也被妃子笑拉到军营去喝酒了。可是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1个2个竟然不见踪影。怎么回事？虎骑营的将士们修为高，打架猛，喝酒的时候就开始怂了。金统领，怎么回事？怎么到喝酒的时候就不爷们了？你们虎骑营的将士1个2个跟娘们似的，一点不干脆，还喝不过本帅下面的兵呢。玉金被鄙视了，也不恼怒，摆了摆手，醉醺醺的离开了。哎，快走，离开军营！玉峰他们几个早就走了，去城里客栈了，今晚绝对不回军营。小世子、太子还有小君主呢，被丁姨娘他们带走了。小王妃这么喝下去，整个军营都要陪葬了。4个快赶紧走，不想被操练到爬不起来就赶紧走。我大干爹，司徒寒的臭男人不要我们母子了，要不我们凑合过日子吧？怎么样？这小丫头啊，喝醉酒了就是一个恶魔，一个小恶魔。这丫头不就是看司徒寒一直在上界，没有下来看他们母子，所以生气了吗？想要惩罚司徒寒吗？这玩笑有点开大了呀，是要死人的。这丫头难道不知道三尊殿里面有无数的法器吗？司徒寒是一个灵修，修为深不可测，修为到一定的境界就可以炼气了。他想要知道妃子笑的现状，简直就是轻而易举。这小丫头怎么就不明白呢？日的，这是陷害我呀！风清墨，你到底怎么回事？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给个准信儿，快点，别让我等太久。那个丫头啊，我不放心甜宝宝，我去找小甜心去了啊。今晚我带着小甜心在客栈睡，你随意。司徒寒，你别走。小丫头这是要醒了吗？
装醉，逼我出来，真是一个小恶魔。小洋洋、小甜心、风贝贝，别跑，娘亲要追不上你们了。怎么那么顽皮呢？喝醉了吧？这下是真的喝醉了。妈呀，累死人了！这丫头以后还是不要喝酒了，喝了酒就知道折腾人。你头发……别说见过我，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先抱笑笑回营帐。回到妃子笑的营帐，司徒寒小心翼翼地伺候小丫头躺下，又是给小丫头换衣袍，又是洗漱，弄完了，小丫头这才安安稳稳地睡过去了。怎么会？妹夫的头发怎么就白了？少年白吗？怎么会这样？难怪明明小妹生产那日，三尊就已经归位了。过去了1个月，九王爷却依旧没有现身，是因为头发的关系吗？很有可能是这样。毕竟九王爷是什么样的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这样的人自负到了极点，恐怕是忍受不了朱颜改变的吧。他看小妹的眼神一点点变化都没有，九王爷怎么可能变心了？估计就是拉不下这个脸面吧。得了，终于忍不住了，这才半夜偷偷摸摸的回来了。嗨，男人啊，死要面子活受罪。第2日，是司徒寒，他来过了。回来就脱我衣服，还能忍得住？司徒寒是已经不能人道了吗？小妹，妹夫呢？还没有起床吗？妹夫？什么妹夫？你妹夫是谁啊？怎么回事啊？怎么一大早小妹就是这个反应？难道昨晚司徒寒又把小妹给惹毛了？不行，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招惹小恶魔。小妹，哥先走了，哥去客栈接小侄儿、小侄女去，你和妹夫慢慢温存啊。哼，九王爷做事怎么这般不小心，竟然被欧阳希看到他的身影了，这下想要隐瞒也隐瞒不住了。知道司徒寒没有变心也就够了，他和司徒寒现在的状态，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真相的，不是吗？娘亲，爸爸，娘亲，大宝贝也回来了，娘亲亲一口。娘亲，我贝贝也要，多多，天天要抱抱。娘亲，我先去找舅舅了，要商量今晚出兵的事情。随即不等妃子笑反应，直接跑开了。这时外面的天空乌云密布，进阶厉雷劫，完了，这2个孩子要厉雷劫了。难道是上面的上神公报私仇，要借着厉雷劫的事儿处死我的2个小宝贝？好样的！难道风神和雷神也叛变了？不可能，风神和雷神绝对不会这般对小宝宝。这2个孩子可是他们2个拼了命护下来的，甚至不惜和大地决裂，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做伤害2个小宝宝的事，这其中必定有隐情。不对，乌云在小王妃的营帐，到底是谁的厉雷劫？难道是小王妃又要进阶了？不对啊，这雷劫有点弱，不应该是小王妃。小王妃身边的亲信也没有谁的修为这般低啊，玄阶雷劫不应该啊。哎，糟糕，是2个小宝贝儿，那快，是风贝贝和小甜心厉雷劫，出事了，不好了！一人回一个，保险一点。好，妃子笑把笑眯眯的小甜心朝着风清墨的方向抛了出去，风清墨接住小甜心，眨眼间就消失了。妃子笑给风贝贝护法，风清墨给小甜心护法。贝贝，听娘亲的，坐下来，闭着眼睛，快运灵力，像娘亲一样。完了，风贝贝要是不会运灵力的话，根本渡不过去。一定不能这样，绝对不能这样。三尊，您怎么来了？你要趁机弄死本尊的灵儿？三尊，小神知道错了，小神是鬼迷心窍，真的没有要弄死灵儿的意思。三尊，放过小神吧。司徒寒折回了3尊殿。丫头，和宝宝做游戏，来，我教你。司徒寒，是司徒寒。小宝宝，来，娘亲教你做游戏，手掌伸出来，用力击打娘亲的手掌。来，我们拍拍手，对，用肚子里面的气发力。对了，就是这样，宝宝真棒。在妃子笑的引导下，风贝贝一点一点地学会了运灵力。就在一切准备妥当以后，第2道天雷下来了。什么情况？第2道天雷打下来，劈在结界上感觉不到任何威力，有气无力的。到了贝贝这里，仿佛就像是挠痒痒一样。不对，就好像是下雨天，人在屋子里听着外面打雷闪电一样，不受到任何影响。结界充当了这屋子，这是理解吗？当2个小宝贝立完雷劫，已经是第2天的傍晚了。爹，抱抱爹爹。在，爹爹在，宝宝等着爹爹。要不了多少时间，爹就回来了，爹爹就来陪宝宝了。司徒寒，段情信的事情你知道了吧？既然你能和我们通话，必定知道段情信的事情。说吧，你打算给我们怎样一个交代？丫头，你要怎样的一个交代？以身相许行不行？千万全部交给你，可以吗？丫头，你等着，我把上界的事情处理好了，就来给你交代。呸！该死的，
这个不要脸的臭男人！娘亲吃，好吃，多多。妃子笑把风贝贝也交给了风秋墨，让丁姨娘过来看着照顾他们用膳。回到营帐，妃子笑就闪进了虚无空间，她急切的想要看看玄武现在的情况。主人，玄武已经离开了，去他主人那里了。你愿意和我契约吗？可以吗？可以，过来结地吧。平等契约。之后，妃子笑让朱雀幻化成人熊，跟着小九他们一起。妃子笑准备把南宫欣送回皇宫了。入夜，妃子笑躺在床榻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时间到了后半夜，她不得不睡了。明日还要去服装店看看。哟，舍得回来了？喜欢在外面浪的男人，现在终于回家了。妃子笑没理会司徒涵，转个身继续睡。哼，男人真是自以为是的动物，忽略了女人那惊人的第六感。司徒涵，我们已经和离了，请你出去，和离了，懂不懂？这个时候，男人就是要怂，越怂越有利于和娘子之间的关系。这是司徒涵一直以来总结的经验。当妃子笑疯狂输出的时候，一定要装死。即使是高高在上的九王爷，上街上犹畏惧的三尊，在娘子面前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怂包。半个时辰后，小丫头终于没有力气了。丫头，几日不见，知道心疼为夫了。放心吧，为夫不会掉下床榻的。老婆，辛苦了，想你。不气，老公知道错了。老公知道你生宝贝辛苦，我应该在你身边为你分担的，但是老公却缺席了。对不起，以后再也不会了。老公会守在你和3个宝贝的身边，好不好？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丫头乖，不怕，我回来了，没事了啊，乖。丫头，我家小丫头，以后都不离开了，以后我不走了，好吗？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快要天亮了，小丫头哭累了，才在她怀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司徒涵却没有睡，没有丝毫的睡意。这样的意外绝对不能发生了。他家小丫头看似坚强淡漠，其实比谁都脆弱。前面的路很崎岖，充满了荆棘，他必须要提前拨荆斩棘，什么都不做不是他司徒涵的性格。司徒涵，妃子笑以为是司徒涵真的回来了，可是睁开眼还是熟悉的一切。又做梦了？司徒涵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丫头醒了就过来用膳吧，快点啊，愣着干什么呢？又是做梦，梦中梦还是那么真实。算了，是梦就是梦吧。司徒涵做的饭呀，梦里这味道真是真实。看来我是想吃司徒涵亲自下厨做的饭了。大家多吃点。丫头，吃饱了吗？慢慢吃，回头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乖，怎么不吃了？吃多了其实……这太饱了，没想到梦里这吃撑的感觉也能这么真实啊。所以丫头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以为这一切只是做梦，不是真实的。丫头，不是梦，我回来了，我真的回来了。你掐一掐看疼不疼，就知道是不是做梦。妃子笑做事狠狠地掐了一把司徒涵的腰。丫头，你在谋杀亲夫知道吗？掐得这么狠啊，掐废了怎么办？你生生世世的幸福可全靠这老妖了。昨日就和黄嫂子约好了，今日他们相约去造型室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这是妃子笑第一次来商铺。敢问小姐是圣城哪里的小姐？有熟人引路吗？没有，只是听闻这里能让女人变美，所以来看看。小姐，咱们这儿消费高，一套造型下来至少需要100两银子。小姐有银子吗？你能消费就进去，要是没那消费能力就离开吧。稀客，这不是听说也有便宜的造型吗？耳环首饰什么的也就几两银子呀。去，消费不起就走开，不要影响本姑娘接客。什么几两银子的耳环，那么廉价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店里？走，赶紧走。赵小姐，您来了。本店推出了几款新样式的衣袍，挺符合赵小姐气质的，带您去看看。你不是在接待客人吗？你们店不是规定1对1接待吗？本小姐还是去找小翠吧。哎呀，赵小姐别呀，什么接待不接待的，这位就是来打听打听。店里最便宜的一套衣袍，她恐怕也买不起，怎么能和赵小姐相提并论呢？赵小姐一看就是金枝玉叶，哪里是粗俗之人可以比拟的？小姐是想换个造型，参加明日的迎狮大会吗？啊，那赵小姐更要看看那新到的衣袍了，保准能让小姐一鸣惊人。站住！谁说本小姐买不起了？这1袋银子够吗？那钱袋子不大，就算是装满了银子，最多也才100-200两的银子，能和赵小姐这么一个大客户比吗？赵小姐随便一出手，一套造型下来就是上千两银子。这位小姐，你找别人服务吧，我现在没空招待你。啊，赵小姐，请吧。你们店长呢？找你们店长来。这位小姐，你找店长也没用，走，赶紧走。我们店不做你的生意，你要是敢闹事，我就报官了。官差可不会和你讲道理。怎么回事？客官，这位小姐想进店里消费，但是没带够银子，所以小的劝她下次再来。没带够银子？
这样够吗？够，当然够了。公子真是疼爱自家娘子，真是让人羡慕呢。你们店长呢？找你们店长来，本姑娘倒要看看什么样的店长能培养出你这样的销售来。你们再闹，我报官了！你们知道这是谁家的店铺吗？就敢闹事？赵小姐，和和气气的不好吗？这家店的幕后之人别人不知道，难道您也不知道？这可是摄政王宠妃和殷太后合开的店铺，别怪我没提醒你俩，闹到最后吃亏的可是你们。毕竟我们这些店员和普通的店员不一样，我们可是为太后、为摄政王妃办事。这位小姐，赵小姐，你们要是不消费，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吧。本店还要做生意，你们要是再闹下去，影响了本店的生意，到时候谁也担待不起这个责任。赵小姐沉默不说话了，带着身边的丫鬟进了店铺，不过也不要红叶为她服务了。这位小姐，你看赵小姐多懂事啊！今日这事，奴婢不会放在心上，一定会为小姐挑选一个性价比最高的造型，再送小姐一个鬓发造型，可以吗？保证让小姐焕然一新。一个销售服务行业的人，在客人面前能这样牛逼，哼，真是搞笑了。去，告诉你们店长，今日店铺暂停歇业1日，把现在的客人接待完，就不接待新客了。是。这是杨掌柜来了，不应该啊！前几日杨掌柜才来了圣城，巡视了火锅店，又来服装店转了一圈，据说是回三不管地带去了。纵然杨总管有契约售，来回时间缩短了很多，也不可能这几天就往返了。那么，糟糕，是宫里那位来了。以为是殷太后来了，当下赶紧让门口接待的店员不接待新客了，把店里的客户服务完就赶紧关门，别让那位久等了。这位拥有紫牌的人不是杨总管，不是皇太后，那么只有一个可能，看那年纪应该就是摄政王妃了。对，就是摄政王妃。摄政王妃怎么来店里了？参见摄政王，摄政王妃。她是摄政王妃？你干什么？赶紧行礼，是不想活了吗？红叶才回过神来，赶紧跪下来行礼。后来小王妃到底说了什么，她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只知道大家都害怕。半个时辰后，殷太后和南宫姑娘也来店里了。以后造型师的事情由南宫小姐主管了，不对，应该是未来的皇后。妃子笑也提到了店员服务态度的问题，把店员欺客的这种现象说了一遍，会给店铺带来怎样的影响，都以例子的形式说了一遍以后，三个人的脸色全部变了。没想到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竟然会造成这么大的后果。不行，不能这样。明天起，造型师关店歇业3日，这3日用来制定规章制度，培训店员。小王妃不说，春妍也知道应该是下面的店员出了问题。在春妍的安排下，造型师免费送了一套造型给赵小姐，店长春妍亲自赔了不是，甚至还送了几张代金券，这才息事宁人了。赵小姐离开造型室以后，整个人还在云里雾里，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怎么回事。直到3日后的吟诗大会，赵小姐得到了答案。司徒寒，你的头发回来了，先出去吧，一会儿就好。这嫌弃？小丫头的眼神是嫌弃我吗？嫌弃我一夜白头偕老了？是这样吗？丫头，你先出去一下好吗？就一下。我操，帅啊！一头黑发的司徒寒就已经帅成了一个妖孽，哪里知道一头白发的他更是帅到让我不能自已了，就是一个大帅逼！我操，真的太帅了！别碰，丫头，一会儿就好了，出去吧。怎么能这么帅？这个大帅哥是我的男人。不用，别染了，这白发我很喜欢，咱们留着可以吗？很帅，帅的让我想要扑倒你。妃子笑又怕司徒寒再自卑，以为他还是介意那一头白发，所以要身体力行，直接扑倒，不让扑倒都要强行扑倒。不是说夫妻吵架睡一觉就能和好吗？一次不行，那就多次。参见主。小王妃，丫头小心！就见一群人在一旁快要干枯的池塘里玩泥巴仗，小甜心带着一队人马，风贝贝带着一队人马，两边的人正在开战。风甜心、风贝贝，上来！娘亲，是娘亲来了！笨蛋小甜心，你不是我的对手，娘亲肯定先抱我。那不一定。当风贝贝跑过来的时候，看到娘亲的情绪不对，1秒钟刹车，眼底闪过了一丝狡黠。这个时候小甜心跑过去，肯定要被教训，他就等着小甜心被娘亲打得屁股开花吧。娘亲，
你想娘亲了。旁边的司徒涵动了，他竟然率先一步把小甜心抱了起来，一个飞身躲开了，随即一个清洁术把那个小泥人清洁了个干净。干净了，叔叔好好玩呀，甜甜也想学。说你是谁？你是不是想要抢走娘亲，给我和妹妹当爹？不行，你放下我妹妹，快点，不然对你不客气。一个清洁术打过去，风贝贝瞬间干净了。哇，叔叔棒棒，真的好棒呀！多也干净了，不用洗澡就干净了，真神奇。我叫司徒涵，是你们的爹，很抱歉你们出生的时候爹缺席了，能原谅爹吗？刹那间，风贝贝往后退了几步，眼底的防备更浓了。笨蛋妹妹，回来，快点回来！这就是干爹说的大坏蛋，害娘亲伤心落泪的大坏蛋，快点下来！司徒涵，这个男人是司徒涵，就是干爹说的那个男人，那个大魔头。啊！娘亲救我！多，大坏蛋把我抓走了，甜要死了，要被大坏蛋害死了。妃子笑没有办法，只能从司徒涵怀里把小甜心抱过来安慰。可以的，风清墨真是可以。娘亲，他是不是威胁你了？他就是大坏蛋，干爹说过了，司徒涵就是大坏蛋，就是因为他，娘亲才每晚都哭。我和甜甜都看到了，晚上娘亲都会偷偷的哭。爹是大坏蛋，让娘亲哭的大坏蛋，以后爹不这样了，以后爹好好的保护你们，可以吗？司徒涵低声的哄着两个小不点儿，妃子笑也在一旁说好话，两个小小的人才安静了下来，没有那么排斥司徒涵了。该死的风清墨，这笔账迟早要算清楚。带着他们来到了魔窟，想要告别，可到了魔窟的门口，妃子笑进不去了。这真是……丫头，走吧，没事的，又不是生离死别，以后让这两个小不点经常过来看干爹，时不时来魔宫小住一下。转性了，不容易啊！按照司徒涵的性格，他竟然愿意让两个小宝宝来魔宫看风清墨，甚至愿意让他们小住，真是不容易。风清墨既然不想面对离别，那就是道别了。来日方长。随即，两个人转身就去了妖族，两个小不点儿被妃子笑放进了虚无空间。妖界是狐妖，丫头，别看他们眼睛，这是媚术。司徒涵和妃子笑还能应付这一群狐狸精，可玉峰他们就不行了。几个狐狸精围住妃子笑和司徒涵，其余的狐狸精一人对付他们一个。官人，奴家等你好久了，奴家好难受哦，想让官人帮帮忙，可以吗？这里，就是这里，官人。狐狸精拉着玉峰的手，引导他往不可描述的地方摸去。官人，你爱奴家吗？愿意把元神交给奴家吗？玉峰的意识早已经慢慢的消退了，狐狸精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只见玉峰身体里元神慢慢的离开了灵根，慢慢的腾空而起，来到了嘴里。呆子，醒过来！这是梦，快点从梦里醒过来！再不醒过来，你就完蛋了！妃子笑的金针一下去，一瞬间，玉峰他们恢复了神智。一开始只是狐狸一族的精英来了，渐渐的又来了很多狐狸。随着时间的推移，妖界的狐狸一族倾巢而出了。狐狸毛啊，做衣袍的原材料啊！这些狐狸全部修炼成精了，比一般的狐狸毛色要漂亮得多，又饱满啊！银子就这么点儿，只有几千只狐狸就没有了，灭族了，可惜。收工。该死的司徒涵和妃子笑。总有一天他会报仇雪恨，拿他们的心头血祭奠他的爱妾。他要狐狸毛，拿这些狐狸毛回去给殷太后做披风，放在造型室里卖，又是好多银子了。最好那几匹狐狸毛他要留着，到时候给他们一人做一件披风，寒冬来了有一件狐狸毛大衣，绝对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就不怕被冻了，不畏惧严寒了。是的，该死的狐狸精想要吃爷爷的元神。现在好了，爷爷剥了你们的皮做衣袍，爷爷还要炖你们的肉吃。算了，肉还是算了，有味道，还是不要了。欺负爷爷，现在家长惨了吧？哼！该死的剥皮，狠狠的剥皮！怎么
你想要？这狐狸皮对你很重要。行，你乖乖出来受死，本宫把这狐狸皮送你，怎样？妃子笑的每一句话都通过灵力，准确无误的送给了连翘。好，挺好的，误打误撞竟然杀了连翘的宠妾，真好。要不是连翘试图放出万魔之王，当初司徒寒又怎么会陨落？他又怎么可能悲伤这么久？杀夫之仇不共戴天。连翘，这是你宠妾的皮毛啊，本宫也最喜欢这张皮毛了，做成衣袍绝对好看。如此，本宫就让你一饱眼福，看看你的宠妾是怎么变成一件衣服的吧。小九、朱雀，来，本宫给图纸，你们把衣袍做出来。妃子笑的设计稿出来了，小九在一边给朱雀讲解，一个人剪裁，一个人用针缝衣服。一旁，妃子笑还要慢条斯理的给连翘讲解怎么做衣袍，他们正在剪裁哪个部位。为了讲解清楚，语速很慢，但是每一个字都很清晰，准确的传达进入了妖王连翘的耳朵里。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尖锐的匕首，在狠狠地刺着连翘的心脏。玉峰他们一边剥皮一边看戏，那叫一个解气呀！不一会儿，在朱雀和小九的合力下，一件崭新亮丽的衣袍就制作完成了。我想让小甜心出来，可以吗？她有危险吗？没事，让他们出来吧，我会保护好他们的。连翘，看到了吗？你的爱妾现在被本宫的女儿穿在身上，好看吗？小甜心，来转一圈，转个圈看看，娘亲看看你的新衣服美不美？小甜心，来给娘亲转一个。好，嘿嘿嘿。妃子笑，你找死！王爷，保护好甜甜。连翘，你的死期到了，受死吧！砰的一声闷响，连翘的生命定格了。怎么可能？只见连翘被妃子笑一枪打回了原形。只见那只狐狸跌落在了地上，胸口的位置正在不断的往外冒着血，伴随着鲜血还有灵气。直到连翘断气，他也没能想明白他为什么会丧命。丫头，可以了。要死了，活该！狐狸啊，连翘竟然也是一只狐狸，哼，太好了！好漂亮啊，又是一只皮毛漂亮的狐狸。连翘的皮毛比他那什么宠妾的皮毛还要漂亮，不过色泽不是那种鲜艳的颜色，适合给男子做衣袍。妃子笑走过去踢了连翘两脚，原本就奄奄一息的连翘被妃子笑毫不怜惜的踢两脚，直接断气了。想想真是冤。刹那间，妖王连翘的元神出窍了，玄武一个飞身过去，张开嘴就吞了下去。哦，好吃，真的好吃。元神也能吃，这太不可思议了吧！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妖王连翘了。顺便把皮剥了。哦，是主人。这一波妖族之行，妃子笑终于了结了心愿，杀了妖王连翘。心里惦记的事情总算是落实了，还赚了很大一笔。当晚，妃子笑和九王爷就满载而归了。休息了一夜，妃子笑带着无数的狐狸皮毛进了后宫。笑笑回来了。主子，主子，皮毛，满正殿的皮毛，这是怎么回事？怀孕了，有子嗣了。没怀孕，正殿的味道太难闻了。狐狸毛要做成衣袍，还需要各种处理才行。在妖族，小甜心身上的那衣袍用了好几遍清洁术，这才可以穿。三个女人在正殿里挑选皮毛，准备一人做一件狐狸皮大衣。7日后，他们都有了新衣裳。我们也有份儿！天哪，小王妃太好了，小王妃千岁！这款式真好看，穿在身上真暖和。晚上就寝的时候，小丫头，拿出来吧，藏了这么些时辰，就是为了给为夫一个惊喜。拿出来？拿什么出来？糟糕了，忘记了，他是真的把司徒寒忘记了。所有的人都有新的衣袍，只有九王爷没有。还没有做好，和皇嫂商量了几个款式，都觉得不好看，不符合王爷的气质，所以准备再合计一下，再耐心等等，成品出来绝对惊艳。好。他和司徒云都是被抛弃的。第二日，王爷，属下这衣袍好看吗？真暖和，款式也好看。属下的虎旗迎雀，他们都羡慕到不行。嘿嘿。哎，王爷，你的衣袍呢？怎么不穿啊？司徒寒狠瞪了一眼玉峰，起身离开了。这几日，司徒寒每日会旁敲侧击一次妃子笑，别忘记他衣袍的事情。岳雷他们整日都穿着那衣袍，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真烦，显摆意味足得很。玉雷，
王爷的新衣服怎么还不穿啊？是不是他没有啊？沙雕，你想什么呢？我们这些下属有新衣服，难道王爷没有？小王妃肯定给王爷做了，指不定更好看呢。王爷是舍不得穿而已。哦，也是，小世子、小郡主他们都有新衣袍，王爷肯定有，舍不得穿珍藏着呢。妃子笑丝毫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妃子笑以为司徒涵把这事忘记了，哪知道他竟然提醒了妃子笑几次。丫头，衣服做好了吗？要是没做好也没关系，我再等等。妈呀，吓得妃子笑第二日天刚亮就去找殷太后和南宫欣了，做今日就把司徒涵的新衣裳做出来，要不然交不了差。皇叔，你不生气？九皇婶没给你做衣袍，你竟然一点都不生气？生气？为什么要生气？你九皇婶怎么可能忘记本王？早就开始做了，只是还没有做好罢了。随即，司徒远把昨日下午在慈宁宫用膳的情况原原本本的诉说了一遍。这下九王爷脸上的笑容定格了。看着九皇叔那变了颜色的脸，司徒云舒坦了。他没有，九皇叔也没有，那就公平了。入夜，妃子笑回了九王府。住手！住手！那东西不能碰！小祖宗那是毒药，会丧命的。放下，快放下！这可是剧毒，会丧命的。王爷爷，你说错了。娘亲说过，我和多多百毒不侵，这毒药对我没用啊。王爷爷放心，我就看看，会小心的。哐当一声，小甜心晃荡着琉璃瓶，她看到妃子笑的身影了，一紧张没有握住，琉璃瓶落在了地上。这老夫的腐毒啊！完了，这下完了！小恶魔，老夫我揍死你！哪知道黄老头这才刚刚伸过去手，小甜心就开始哭。当然，他不是害怕黄老头揍他，小甜心比谁都清楚，他们这些人每次要揍他的时候都舍不得揍，但是娘亲揍他就是真的揍了。看到妃子笑来了，小甜心自然害怕，先哭着道：他哭得越伤心，娘亲就越舍不得揍他。玄爷爷，贝贝肚子疼，先去上个厕所，等会儿再回来跟玄爷爷学炼丹。搬救兵，这个时候必须要搬救兵。娘亲要是真的生气了，小甜心那笨蛋肯定会屁股开花。爹，救命啊！爹，娘娘又要揍甜甜了。一声爹把司徒涵整不会了。路上，风贝贝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当司徒涵走进炼丹楼的时候，预想的那一幕没有发生，知错要改，那怎么办？就让小甜心自己动手，做一瓶一模一样的毒药给黄爷爷。怎么是这样的？娘亲没有揍甜甜。爹，爹，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进去吧，你放心，爹不会告诉娘亲你通风报信这件事，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爹，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爹，贝贝之前错怪你了。小九，王爷今日没回来。王爷晌午回来就没外出过，一直在主院。知道了。奇怪了，今日司徒涵怎么这般奇怪呢？这是生气了，要冷战了，真幼稚。哼，真以为能睡着啊？洗漱好，爬上床，然后钻进被窝。今晚真冷，你给我捂一捂。冷战着，不开口说话，却用行动在回应着妃子笑。这样的男人真可爱，这种态度能冷战多久？抱抱。想睡觉了，要抱着睡。司徒涵一言不发，照做了。妃子笑以为已经胜利了，冰释前嫌了，睡一觉不就好了？衣袍明日就做好了，有点费工，明日你和我去上衣局试试吧。要是不合适，需要改一改。只见司徒涵放开妃子笑，转过身去，背对着他。难道这男人是因为做衣服的事情在生气？这下妃子笑也不睡了，只能是想方设法的哄司徒涵了。最后他的老腰快要断了，喉咙喊破了，才把司徒涵哄好。第二日清晨，司徒涵心情美美的和妃子笑进了宫，直奔外衣局试衣服。昨晚司徒涵也问清楚了，所以南宫欣还没有醒悟，还没有打算给皇帝做新衣。这下司徒涵心里平衡了，被治愈了，穿着衣袍去御书房找司徒远显摆了。继续，你们继续，本王闲来无事，过来坐坐。大臣们又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讨论了。显摆？九皇叔这就是来显摆了。两叔侄就这般无声的较量着。快到晌午用膳的时间了，九皇叔怎么还不离开啊？皇太后、皇后、小王妃都在，如此甚好。
皇嫂，咱们今日去御书房用膳吧，当家宴了。不了，哀家回慈宁宫，星儿和你去吧。哀家肚子饿了，先走了。这也行。最后，妃子笑带着南宫欣去了御书房。丫头，你过来，你说说本王这衣袍是不是你亲手设计、监工，让上衣局制作出来的？你给本王做新衣袍的时候，是不是忘记黄芪儿了？看她挺可怜的，本王特意来安慰她。真是。因为妃子笑和南宫欣的到来，那些大臣就告退了，赶紧回家用膳去。皇上，是臣妾疏忽了，臣妾这就让上衣局来给皇上量尺寸，做新衣。都晌午了，到了用膳的点儿，难怪你九皇婶会找来，应该是肚子饿了。如此，本王就带你九皇婶回府用膳了。幸好有你九皇婶提醒。走了。回九王府的马车上，司徒寒嘴角的笑容一直没有落下来。这一年冬，圣王朝停止了征战，拿下了安云国、安阳国2个国家，打下了北夏国8个城池，终于休战了。整个军队都回了圣王朝论功行赏，10里长街迎将士。司徒欧阳太子，他骑着战马走在最前面，英姿飒爽，英俊到了极点。这一高大威猛的形象深入人心，勾走了无数圣城小姐们的心。妃子笑，司徒寒，杀夫之仇不共戴天。本宫来了，杀了本宫夫君，就用你们儿子的血来祭奠吧！救命啊！太子，救命啊！来，洋洋，小心！大胆刺客，竟敢袭击太子，拿下！太子，救命！救命啊！奴家没有袭击太子，奴家是身不由己才冲撞了太子啊！四目相对，刹那间，妖后的眼睛红了。把他带下去，带回九王府看着，等本宫进宫面圣后，再回来审问。是，太子。他用了狐媚术，就这么顺利的进入了九王府。上午，所有的将士都分到了赏银。晚上，整个军营将举办一次大型的庆功宴。什么？小王妃来了？小王妃也要来参加庆功宴？那个小王妃喝酒吗？完犊子了！这下真的完犊子了！这个庆功宴开不成了。小妹，主教们让我来问问，小妹你今日饮酒吗？不饮酒，可以了吗？不饮不饮。一个2个大老爷们儿不关心国家大事，整日就关心我喝不喝酒。你们和司徒寒一个德行。得了，我不喝了总可以了吧？小丫头一饮酒，军营不是庆功宴了，直接就是灾难现场。不耐烦地轰走了欧阳希。此刻主营帐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妃子笑不饮酒，玉峰他们也没有喝，一个2个忙着呢。妃子笑下午的时候就让玉峰他们去竹林砍了几大棵竹子回来，给了他们一人几张图案，让他们按照这个做出来，做1到10个数字，每一个数字都要做4个，但是上面是不同的图案，一个是倒立的正方形，一个像是一朵梅花，一个小王妃那是心形。是的，妃子笑让玉峰他们用竹子着了一副简易的扑克出来，没有花的扑克，只要是黑红梅方1到10的牌，他要在军营开启一场豪赌之旅，炸金花。王府有生人来，走，进去看看。司徒寒和妃子笑找暗处的暗卫问了一下，这一听，妃子笑整个人都不好了。什么？小洋洋带女子回来了？这是什么跟什么呀？司徒欧阳这是皮痒了，这才哪到哪儿啊？竟然就带着女子回家过夜了。前段时间追着我屁股叫娘亲的小屁孩，竟然知道什么是儿女私情了，这就算了，还公然带回家了，了不得了不得！这臭小子胆子真是大。小丫头，你这个时候过去不合适，明日再说吧。儿大不由娘了。我不合适？怎么不合适了？他要是再不冲过去，他儿子就要被扎了，他家的白菜就要被拱了。真是的，这小丫头真是没轻没重，这个时候怎么可以冲进儿子房间呢？万一2个人在做什么亲密的事，那不是很尴尬？她还没有做好要当婆婆的准备呢，怎么就被迫成为婆婆了？司徒寒拉着妃子笑回了主院，房间里单说无妨，怎么回事？爷，查清楚了，小世子今日上午在城门口才认识的这位姑娘，这姑娘身家清白，家徒4壁，据说当爹的是个赌徒，要把她卖给刘屠夫当田房，被殴打后冲出了队伍，惊住了小世子的马。他爹找到了吗？爷，找到了。属下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在赌坊里，以为属下是看上他的女儿了，狮子大开口要50两银子。你下去吧。是，爷。有蹊跷，只见一面而已，小洋洋不会这么冲动的，这其中怕是有阴谋。应该是冲我们那来的。丫头，把2个小不点送进皇宫，让皇嫂带几日，怕是来者不善。好。第2日一大早，小洋洋就跪在了主院外。娘亲，儿子想要娶妻了。丫头，你躺着，我出去看看。好。中邪了，还是被人下降头了？爹，洋洋有喜欢的女孩子了，想和她共度余生，希望爹和娘亲成全，可以吗？共度余生的女子？好啊，小宝宝有喜欢的人了，娘亲和你爹自然会为你高兴。儿子长大了，有要共度余生的人，我们当然不会反对。哪家的姑娘性格怎么样？这样吧，午膳的时候咱们去娘亲的火锅店用膳，你带那姑娘来见见娘亲，如此也商量一下你们的婚事。
好，娘亲，儿臣这就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看着司徒欧阳欢天喜地的回院子的背影，怎么样？察觉出异样了吗？没有，再看看，等见了那姑娘再说。好，果然有问题。司徒涵和妃子笑合计了一下，这些事情从长计议。入夜，司徒欧阳睡了，熟睡的胡一姬睁眼，一个翻身下床，鬼鬼祟祟来到了外间。参见妖后。本宫不是什么妖后，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回妖界去告诉你们狼王，妖族交给他了，这是妖王的掌印，你拿回去吧。是妖后。那黄鼠狼拿到那枚小小的掌印，转身就从旁边的狗洞离开了。胡公，这不就是那什么胡一姬的爹吗？哼，还真是被小丫头猜中了，这狐狸尾巴这么快就露了出来。黄鼠狼啊，最狡猾不过黄鼠狼，这胡一姬怎么和黄鼠狼扯上关系？司徒涵回到主院的时候，妃子笑正在房间里等着他。黄鼠狼，妖族的人，应该是妖族的人要为妖王连翘报仇。这黄鼠狼的皮毛也可以的，要不把黄鼠狼一族也灭了，到时候再做一批新款式的衣袍出来。三更天，原本已经回军营的大哥三哥突然来到了九王府书房里。哎，小妹，我想起来了，狐狸族有一种禁忌之术，叫祭天之术。祭天之术启动的时候，可以和天道做一个交易。以前听谁说过，狐狸族的灵修为到了一定的境界，可以幻化成人形。但是有狐狸在历练的时候爱上了普通人，甘愿用灵根和元神做交易，做一个普通人。那谁，应该就是这种情况。妃子笑被这真相吓得一激灵。突然，妃子笑坐不住了，一个飞身朝着司徒欧阳的院子飞去。他可不愿意让一只狐狸和他儿子同床共枕。妖后，哼，好一个妖后胡一姬啊！妃子笑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啊，难怪能让不可一世的三尊、桀骜不驯的魔尊都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佩服佩服。你来了，杨郎刚刚睡下，娘亲不怕吵醒他吗？妃子笑，你就不怕你儿子永远醒不来吗？你杀了本宫也救不回你儿子，你儿子就只能沉睡一辈子了，你敢杀本宫吗？灵力球在妃子笑的手里集结。糟糕，难道妃子笑不在乎司徒欧阳这个儿子？